满满，要你带阿姐加入魏家，是苦了你了。伯母代她跟你说声谢谢。一拜天地，二拜烧堂。南君归。我有些冷，方氏想取被子。你是不是以为你真的国色天香，能够迷惑得了我？我知道，夫君娶我，是为了我背后的兖州。兖州如今就如同你盘里的肉，若能保，满满很是感激。你的想法，说来听听。薛太与杨信一向交恶，若能让杨信出兵，无论多少良才，我父亲和伯父必定如数奉上。我出嫁时，家人为我备的妆奁，也愿全数奉出。夫君以为可行否？你那么点陪嫁的私房钱，还是自己留着做2件衣衫吧。夫君，放心，我已经安排下去，援守兖州了。肚子疼还强撑着和我吃饭，还难受吗？我已经好多了，你自己睡吧。往后要是身子哪里不舒服，不许瞒我。你不说，我又怎知道？你为何要拦我给阿姐的信件？我所求的不过是安心2字。今日你我关系到了这一步，你骂我处心积虑，原也没错。只是夫君，从前那样的情况之下，你我谈何交心？既无交心，又何来的信任？你怎么能……满满莫气，为夫知道错了，不该撕了你的心，往后再也不会了。满满，今日郭全给我送了2个美人儿，极美，一个会唱歌，声若百灵；一个会跳舞，轻盈若飞。但我一眼都没看。满满知道夫君对我好。我当时心道，我都有了满满了，莫说是凡人家的女儿，便是瑶池神女，我也绝技不会多看一眼。你我立个约，如何？我约你，我要你如我约你这般的约我，听我的话，给我生孩子，不许离开我。如此，从今往后，只要你乔家人不起2心，我便答应你，我不动他们。我混账东西一个，只知从你身上索还，不知疼你惜你。我从前答应过你的，我若得罪你，你只管打我出气。如今往后也是一样，若我伤了你的心，你打我便是，只是不要和我离心，更不要和我生分了。
夫君，你娶我后悔过吗？满满，你嫁我，心中可有我？她是乔家氏的美人计，而我明知重情，却甘之如饴。蜀地山雨欲来，窗户被狂风忽地拍开，猛烈地击打着窗棂，发出啪啪的刺耳响声。桌案上的砚台镇纸都已被扫落在地，狂风卷起湿了倚重的纸张，四下飞散。桌下狼藉，参差掉落着几本已经被撕成了两半的奏章。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味，地上的血泊里横七竖八地倒下了4、5个身穿宫装的年轻女子，其中一个还没死透。原本美丽的一双眼睛半睁半闭，嘴唇无力地张息着，嘴角吐着一串泛血的泡沫，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在血水里挣扎的将死之鱼。她们都是后帝刘演的妃子，最年轻的那个刘妃才13岁，她父亲是天水太守，是后帝退守到陈仓的时候才匆忙纳的。半年时间都不到，陈仓失守，他们随后帝一路又逃到了这里，蜀中的包城。但现在，这些正当青春的娇美女人们却都死去了。就在片刻之前，刘演将这些女人们叫了过来，看着自己的亲随太监刘禅杀死了他们。陛下，陛下，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父亲会带着救兵来护驾的，陛下！刘妃面上沾着血滴，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沿着她那张还稚气未脱的惊恐脸庞不断落下。胸前的鹅黄宫装被脖梗侧流出的血给揉成了鲜艳而刺目的橘红。刚才刘禅已经砍了他脖子一刀，许是刀锋杀人太多，钝卷了，竟被他正毙了去。脖梗上的那道伤口还未致命。刘妃跌在地上，头歪着，一面脖梗鼓鼓的流着血，一面手脚并用的往前爬去，企图逃出这座充满了浓重血腥和死亡冰冷气息的屋子。在他的身后，是一道爬过后拖出来的蜿蜒血痕。后帝刘演面庞清俊，表情却木然的，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木胎泥塑。他的眼睛并没有看着正向自己苦苦求饶的刘妃，而是越过刘妃的头顶，茫然地望向远处他其实看不到的城门方向。包城也守不住了，破了。刘演的耳畔仿佛已经听到了逆烟士兵破城后发出的震天欢呼吼声，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冲到这里。2年之前，世代居于汉室北方燕幽的军阀魏绍灭了在洛阳自立为帝的幸训，随着洛阳落入他手，天下9州10之8九亦进入其帐下，大势已定。魏逆随即在幽州称帝，定国号燕。接着后帝刘演被迫开始一路西退。这漫长的一路西退，刘演的身边文官陆续逃的逃，散的散，武将死的死，降的降。等到了包城，就只剩10来个忠于汉室依旧还死命保他的老臣了。现在这最后的2000士兵也没了，他再也无路可退了。刘禅的脸上已经溅满了血污，状若厉鬼。他咬牙切齿地朝依旧苦苦哀求着的刘妃逼了过去，逼到门口，从后一刀砍了下去。
沉闷的噗的一声，女孩甚至连叫声也没有，整颗头颅就从景象原来的位置无力地往侧旁挂了过去，扭成一个角度怪异的姿势。柔软的躯体像条面带，无声地扑倒在了地上。温热的血从颈腔里失控般地喷了出来，溅满了半幅墙面。刘飞的四肢起先还抽搐着，慢慢地停止了下来，一动也不动了。只剩那只从乱发丛里露出来的眼睛还盯着对面，眼睛里的鲜活迅速消退，散出沉沉的暗青色的死气。陛下，皇后。刘禅拖着锋刃已经卷起，兀自还在往下淌着血的刀，看向榻上微微站立着的小乔。刘眼迟缓地转过了身，失焦的目光落到小乔的身上，注视着他，眼神终于不再木然，慢慢地凝聚出了悲伤、不舍和浓重的痛苦。刘眼一步一步地朝小乔走去，最后走到了他的面前，冰冷手指贪恋般地轻轻抚触他的面庞，忽然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力气是如此的大，大的仿佛恨不得要将他揉碎，一寸寸地嵌入自己的血肉之中。妈妈，妈妈，你的家人被维尼所害，你的姐姐也被维尼废除而死。朕知你恨那维尼入骨，朕本欲替你复仇，发兵讨逆，奈何大汉气数已尽，朕无力回天。朕不忍让你落入贼孽之手，遭受羞辱。妈妈，朕先杀你，朕再随你，因我来生再做夫妻。陛下，妾十五为君妇，陛下待妾情深意重，陛下若去，妾岂有独活之力？妾愿随你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名唤作蛮蛮的女子，雪肤花貌，生就一副玉般无瑕的绝美容颜。此刻花容虽血色尽失，面上亦沾满泪痕，但她望着后帝的目光却充满了坚毅和决绝。她推开了刘眼，自己站了起来，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下巴微微扬。彼时蓝风袭衣，居带狂舞，整个人宛若飘飘欲飞。刘远失声痛哭，放开了他，猛地站了起来，锵的一声拔出长剑，伴随着刘远一声撕心裂肺般的凄厉大吼声，冰冷的利刃深深地刺进了他温暖而柔软的心窝。说出那句可能没回应的早安。妈妈，妈妈，快醒醒！耳畔响起一个温柔又带了些担忧的声音，接着小乔就被推醒了。小乔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依然躺在这张他已经睡了2年的床上，只是整个人犹如刚从水里出来，已经汗涔涔了。边上与他同眠，方才又推醒了他的，便是堂姐大乔，是小乔伯父兖州刺史乔越的女儿，小名阿凡，今年17，比小乔大了3岁。两姐妹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极好，时常同寝而眠。大乔见小乔终于醒了，摸了摸她额头，发现都是冷汗。大乔急忙披衣下床，也没有惊动外间已经睡着的侍女，
自己过去点了油灯，拿了帕子替还躺在那儿的堂妹仔细擦了汗，又怕她着凉，拿了件自己的干净小衣帮小乔换了，最后给她倒了杯水递了过去。小乔正有些口渴，感激地接了过来。大乔坐在床沿边，望着他喝水，叹了口气。又眼着了。妈妈，从前我记得你睡得很稳，最近2年是怎么了？时常见你眼梦，是不是不小心在外头撞到不干净的东西了？要么明天我跟母亲说一声，请个神婆来家里看看。小乔的母亲几年前病故，伯母丁夫人对小乔也十分怜爱，常嘘寒问暖。小乔忙摇头。姐姐，用不着，我真的没事儿。大乔接过碗放回到桌上，还是不放心。你方才到底梦见了什么？浑身都冰成了这样。这样的梦境，从2年前小乔莫名的魂穿到了这个乱世里的女孩子身上后，就时常出现。但是他知道，这并不仅仅只是个噩梦。她不但成为了兖州东郡郡守乔平年方12的女儿小乔，而且也刻印了小乔前世短短一生20年间的所有记忆。方才梦里的可怕一幕，就是自己前世临死前的最后场景。梦里的一切是如此的血腥又真实。刘飞，那个死于工人刀下的才13岁的女孩，死时盯着自己的那只眼睛所射出来的诡异目光，即便是此刻他人已经醒了过来，还是感到毛骨悚然。他的心口直到现在仿佛还留着那柄利剑刺入时带来的透心痛楚与寒意。他不想再回忆了，朝大乔蜷缩着靠了过去。只是梦到被一只恶虎追赶而已。大乔笑了，怜爱地摸了摸小乔的头发，轻身过去吹了灯，摸索着钻回了被窝，抱着小乔轻轻拍她后背，柔声道：别怕，阿姐陪你睡觉。小乔靠着大乔柔软而温暖的身体，慢慢闭上。大汉定康7年11月的小寒月光，被窗牖的窗纸细细地筛过，静静地照白了床前的一片地面。小乔心神渐渐地定了下来，但他再也睡不着觉。身畔的大乔仿佛也和他一样，他以为小乔睡着了，轻轻地替堂妹拢好被角，自己翻来覆去，久久无法入眠。小乔听着大乔的呼吸声，知道他的心事。兖州双桥以美貌而著称，名满河南，时人有落水10分神，双桥占8分之说。大乔10岁的时候，与当时势力很大的东平太守崔家儿子订了婚约。不想2年前大乔15岁，正预备出嫁时，东平被任城的周群给攻打下来，崔太守父子皆阵亡，婚事就此了断。一晃2年过去，大乔17岁了，四方求婚者几乎踏破门槛，但婚事总是不顺，一直蹉跎至今。直到半个月前，大乔才知道了一件事，父亲已经决定要将她嫁给年初刚夺取了河北的魏绍，以婚姻加兖州地势做手段，求好于魏绍，以便能在任城周群的攻伐下获得喘息的机会。现在使者已经被派遣去往魏绍如今所在的冀州，伯父正焦急不安地等着来自对方的回复。我吵到你了吗？
大乔察觉到小乔并没睡着，有些歉意地问：“不是。”片刻后，昏暗的夜色里，小乔听到大乔长长的叹息了一声，仿佛问他，又仿佛是在自言自语。魏侯与我家有仇，应该不会接纳这门亲事的，是吧？小乔沉默了。2年前，在莫名成为现在的小乔之后，他一直暗自希望自己记忆里的那些关于前生或者说将来的事，只是一场梦而已。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他惊恐地发现，那一切仿佛都是真的。事情正在一步一步地按照他所知道的步调发展下去。倘若不加更改，那么魏少会接受这门亲事的。但大乔嫁过去后，却注定将是命运多舛，结局甚至比自己还要悲惨。从大乔嫁到魏家的第1天起，丈夫魏少就没有碰过她一根指头。多年之后，魏少称帝，那时乔家满门，死的死，散的散。大乔吞金自尽，魏少改立另一个女人为后。大乔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小乔摸索着，慢慢地握住了堂姐的手。大乔的手指也触及冰凉，没有丝毫的热气。第二天，小乔那个同岁比他只晚生了片刻的双胞胎弟弟乔慈，从燕城急匆匆地赶回了东直。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了。小乔和乔慈两姐弟感情也极好，他们2人都14岁，但乔慈的个头却比小乔这个姐姐要高上大半个头，站出来已是个英武的勇猛少年了。2个月前，乔慈被父亲乔平派去燕城历练，听到下人说公子回来，小乔便找了过去。他找到父亲的书房门口，远远听到弟弟的声音从里头传了出来，听起来非常激动。父亲，任城州群虽兵马强壮，但兖州也有20万军民，此前白马一仗失利并不算什么，胜负乃兵家常事。倘若同心协力再殊死一战，并非没有反胜的可能。我愿打头阵。我听说伯父魏俊竟然打算向魏少求好。魏少狼子野心，吞并了冀州后，势力已经到了河北，投靠于他，兖州就算能够有一时安丹，长久何以为继？何况两家又有宿仇，不说大阿姐过去后境况如何，她又岂会真心助力我们乔家渡难？小乔停了下来，站在门口往里望去，看见父亲双手背后的站在窗前，而弟弟乔慈在书房里激动地走来走去。说起乔魏两家的那段宿仇，时间还要推溯到10年之前。匈奴有功，被封咽喉，也是幽州刺史。奉朝廷之命，与当时的兖州刺史，也就是小乔的祖父乔圭一道征讨叛乱的陈郡李肃。李肃声势浩大，势力极强。魏经与乔圭结盟，约定从东西两侧共同出兵攻打陈郡。不想临阵时得到消息，称李肃有救兵赶到。乔圭审时度势，退缩了回去，按兵不动。不知情的魏经与长子魏宝寡不敌众，最后双双陷入包围，战死。当时的魏少年仅12岁，也随父兄上阵，得到家臣舍命力保，最后才杀出重围，逃了出来，退回到了幽州。乔家过后百般解释，称当时已经派人去递送消息，但使者在路上遭遇埋伏被杀，实属无奈。治丧时又往魏家送去厚礼。4年前，被时人称为小霸王的18岁的魏少亲自领兵一路追击，最后诛杀李肃满门于东海之滨。
据说李素本人先是遭受凌迟，魏少亲自操刀，千刀之后才死，死后被剁成肉糜，喂入鱼腹。又据说不久之后，小乔的祖父死的时候，当时正攻打河间的魏少听闻消息，冷冷地说了一句：好手老贼，死为之当。魏少仇恨之深，可见一斑。大人，连你也懦弱至此，连发一声也不敢。你不说，我去找伯父说。乔慈见父亲迟迟不应声，握了握拳头，转身就要出去。胡闹！你给我站住！乔平猛地转身，喝住了儿子。周群兵强马盛，先是吞了东平，崔家基业毁于一旦。月前的白马一仗取胜，士气正高，如今兵势箭在弦上，倘若再来攻伐，加上河北虎视眈眈的魏少，兖州20万军民安能抵挡？难道真就没有办法，只能投靠魏少？我不忍心他阿姐就这样嫁过去。乔平沉吟片刻，长叹一声：为父也只向魏少求好不妥，你当为父没有力争过？为父曾建议联合陈留张父全力一搏，未必没有取胜的机会。为父早年曾与张父有过结交，愿意前去游说，只是你伯父与那些家臣却力主避战。爹，求你再去劝一下伯父。小乔忍不住推门而入，朝父亲跪了下去。倘若不做点什么，任由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虽解了禁忧，但大乔一生就此被毁。数年之后，乔家满门也同样不得存活。小乔记得，先是父亲战死于阵前，而弟弟乔慈为了令自己和后来的丈夫后弟刘演顺利脱身，舍身引开了追兵，最后被魏少的士兵包围，死于乱箭之中。父亲乔平这一年才不过35岁，是一个极其英俊而儒雅的男人。他身为东郡郡守，在母亲几年前去世后，至今无心续弦，终日忙于郡务，执法公正，爱护郡民，加上乔家3世聚于兖州，在当地极得名望。而且父亲虽能诗善赋，却并非文弱书生，披上战袍变成白袍将军。这辈子有这样的父亲和弟弟，就算他不是原本的那个小乔，他也不愿意就这样失去了他们。乔平没料到女儿会突然这样闯进来，向自己下跪，一愣。爹，阿姐说的是，求你了。乔慈也扑通一声，一起跪到了小乔身边。乔平眉头紧锁，向窗独立片刻，最后道：也罢，我再去劝一回。父亲离开后，小乔与乔慈忐忑等待，约莫半个时辰，见他回了，乔慈急忙迎上去问：父亲，可说动大伯了？小乔见父亲眉头微锁，心便凉了下来。果然，乔平摇了摇头：你大伯一心求和，恐是说不动了。乔慈往外而去，被乔平喝住：站住！此事到此为止，多说无益了。乔慈呆住，神情郁闷。乔平顿了下，语气稍缓，又道：魏家那边也未必会接受这门亲事，再等着看看吧。倘若万幸不成，到时为父再提联络陈留，料想你伯父也不会反对了。乔平话虽如此，但小乔却听了出来，父亲对此其实并不抱什么大的指望了。乔慈信以为真，面露期盼之色。乔平看向小乔，迟疑了下，柔声道：曼曼，你多陪陪你阿姐吧，
劝他宽心些。婚事未必就成，退一万步说，即便成了，那魏少年少而有英雄之名，为一方霸主，听闻容貌亦是英美，也不失为一良配。当晚，小乔与大乔再次同寝而眠。小乔看出大乔分明心思极重，在自己面前却依旧强作笑颜，更绝口不提半句婚姻之事，心里更是难过。父亲让他宽慰大乔，他却深觉所有宽慰之语都是如此苍白无力，于事无补。两姐妹脸对脸地睡了下去。昏暗的夜色里，小乔忽然听到堂姐的声音传了过来：“妈妈，你也有些时候未与刘世子见面了吧？大乔口中的刘世子，便是小乔如今的未婚夫，前世丈夫后帝刘演，字茂清。只不过现在，刘茂清还只是汉室分封下去的琅琊国里一个不受重视的长子。在他13岁时，他的继母为扶持自己儿子上位，在其父面前进谗言，说刘演调戏自己。琅琊王本就宠爱幼子，听信了谗言，废刘演为庶人，将他驱逐出了琅琊。因他舅母是小乔的姑姑，遂来投奔兖州，请求容身。其实汉室示威，洛阳皇都里，那位7年前被丞相信训扶上皇位的14岁少帝形同傀儡，朝政实际被丞相信训一手把持着。皇帝都如此了，何况那些分封国里的刘家人，在拥兵自重的诸多地方军阀面前，更是毫无威信可言。所以乔家也不去琅琊王，收留了刘演。刘演姿容出众，亦有才学，很得乔平的喜爱。乔平对他多方照顾，终于到了3年之前，在他18岁的时候，琅琊王听了陈蜀相劝，知道自己冤枉了长子，后悔当年举动，将他接了回去。随后不久，琅琊王遣使来到兖州，意欲为刘演求娶小乔。乔平早就看了出来，女儿小乔与刘演情投意合。他问过小乔意思，见他含羞不语，便知他是愿意的。乔平当即应了婚事，二人立下婚约，定于明年到小乔15岁的时候便行婚娶。半年之前，刘演曾借为乔越贺寿之名来过东郡一次。他思念小乔已久，原本以为能借此机会与小乔见面，一诉相思之苦，却不知道为何小乔对自己始终避而不见，最后只能泱泱离去。前世的梦魇令小乔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更何况他如今已不是原本那个和刘演一起长大的小乔，对这个未婚夫也谈不上有什么感情，所以避开了见面。这会忽然听到大乔提起他，小乔微微一怔。这些时日，他白天晚上睁开眼睛闭上眼睛，想的都是堂姐大乔的婚事，几乎已经忘了自己也是有婚约在身的人，而且假期也逼近了，就在明年。妈妈，阿姐这回若出嫁了，北地遥遥，到你明年成婚之时，恐怕也是回不来的。往后我们姐妹怕是再难相见了。幸好你与世子两心同意，婚后想必也是鸾凤和鸣，阿姐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小乔听到他用温柔的语调说道，心里一酸，眼眶便慢慢的热了起来。大乔并未觉察到他的异样，继续笑道：你的针线从前就不怎么样，这2年瞧着更不行了。阿姐也没什么可给你的，先前想着你明年出嫁，刘家是皇族，
倒是给刘家人孝敬的针线活不能马虎，所以年初时趁着闲暇，和春娘一起帮你做了些东西，都放在他那儿了。如今预备的也差不多了，就剩一双要进给你公公的赤系，因费功夫，所以放到最后了。阿姐已经起了个头，配色有些拿不定，你要不要瞧瞧怎么才好？咱们商量下。大乔动了动身子，要从被窝里爬起来，被小乔一把按住。小乔用尽量平稳声音道：“谢谢阿姐，不用瞧了，阿姐也累了，睡觉吧。”大乔道：“我是心急，怕来不及做好就要……”他停了下来，沉默了下，笑道：“明天也好，先睡觉吧。”屋里安静了下来，大乔睡得似乎很是安稳，一动不动，呼吸声也十分的平稳。小乔起先一直醒着，及至下半夜凌晨，困意终于袭来。微微朦胧之际，忽然察觉到睡在自己外侧的大乔动了动身子，接着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了下去，也不点灯，借着窗里透进来的月光摸黑穿了衣裳，接着便轻轻朝外而去。大乔慢慢打开门，穿过外间睡死了的侍女身旁，出了卧房。小乔起先以为大乔是起夜，所以也没出声，但又觉得不对劲。等大乔走出去了，他忽然想到了前世曾发生过的一件事，一凛，立刻也跟着从床上飞快地爬了起来，胡乱穿了衣服，屏住呼吸，轻轻地走了出去。今夜月光清寒，照得乔家后花园的花木深处，一个年轻的男人此刻已经等在那里了。他的面容英俊，身躯如猎豹般强壮而敏捷，每一块肌肉都蕴藏着随时准备爆发的巨大力量。乔家后花园的墙头有2人高，但这对他来说丝毫不成困难。他定定地站在月光照不到的一个昏暗角落，背影被夜色吞没，融入了这个无边无际的暗夜。已经在这里等了许久的他，身上那件单薄的打满了补丁的粗粝麻衣已被冬夜寒气浸得透出了凉气，但他丝毫不觉得冷。他并不知道他的心上人使君府里那位高高在上的高贵女子是否肯到此和他相见，但他依旧还是早早地来这里等待。他的心里此刻正燃点着一簇火苗，这火苗虽然微弱而渺小，随时就有可能熄灭，但也足以令他能够在这样的寒夜里取暖温身了。他出生的时候，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夜里盈盈发光。父母以为妖异，十分恐惧，将他丢在乔家马场旁一个猪圈的近旁。冰天雪地，他没冻死，被母猪拱进猪圈吃母猪的奶，活了下来。马官发现后以为奇异，禀报了家主，他便被留了下来，在马场里被养大为奴。他没有姓氏，没有名字，因为出生时被丢在了猪圈，所以比智就成了他的名字。小乔跟着大乔到了后花园，远远地看到堂姐先是被那个从暗影里走出来的年轻男人一把抱住，随后他用力挣脱开了，仿佛在和那个男人说着什么。小乔的心里立刻全都明白了。前世在大乔出嫁后没多久，这个名叫比智的马奴有一天也失踪。乔家奴仆数百，少这么一个也没引起家主太多注意，搜捕一番无果，也就作罢。数年之后，江南大旱以致大乱，流民遍地流窜，渐渐沦为多古道子。其中有一绿眼大盗应时而起，吞并各方势力，渐渐竟成气候，最后占了淮阴，复封为帅。
当时洛阳信训派兵马围剿，却屡吃败仗，加上与魏少的战事吃紧，便不了了之，只能任其圈地为主。再后来，就在魏少灭了信训，夺取洛阳，称霸中原之时，这一向独来独往的绿眼道帅，却忽然自愿投降，被一群忠于汉室的大臣在雍都并立为汉帝的刘演。刘演当时正缺兵少将，大喜，封他为淮阴王。他便与魏少公然为敌。可以说，倘若不是因为这个如同横空出世般的淮阴王的阻挡和反击，魏少最后夺取天下的时间表至少可以提早2年。而这个淮阴王最后的结局也颇具传奇色彩。在那一场最终定出了天下胜负的渭南大决战后，淮阴王于乱军中失踪，有人说他已死，有人说他自剜一目毁容后逃走。魏少对此人恨之入骨，以千金和万户侯之位悬赏，下令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但始终无果。直到半年之后，才有消息传到魏少面前，说有人似乎曾看到过一个形貌类似于淮阴王的人曾出现在魏家祖上陵寝附近。魏少当即赶了过去，但并未觉察到任何异状。随后才发现陵寝外的那座荒坟竟被人破开，黄土徐里空空如也，棺椁不见所踪。魏少废后巧女，死后没能入魏家陵寝，就被葬于陵寝之外的这处孤坟。月影之下，大乔最后挣脱开了年轻男人抓着他的手，低头转身便走。才走2步，被男人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腰身。他停了下来，但不过片刻便再次挣脱开了。男子没再追赶他，只停在那里望着大乔渐渐远去的背影，最后慢慢地跪了下去，双膝于地。一团黑色身影仿佛凝固住了，一动不动。小乔的心砰砰地跳，急忙匆匆往回赶。侍女还睡着，小乔穿过她近旁，回到内室，爬到了床上，掀开被子躺回去。刚刚闭上眼睛，就听到外间门轻微吱呀一声，细碎脚步中，大乔也回来了。许是他心神不稳，经过侍女床铺近旁时，脚竟不小心地勾到了侍女床铺前那张小凳子。凳子被带翻，发出啪嗒落地声。侍女从梦中被惊醒了，睁开眼睛，朦胧间看到近旁一个人影，大惊，正要呼叫，便出大乔。相信不是，你睡吧，我方才解手而已。大乔的声音传来，若无其事。侍女不疑有他，忙下去将小凳子扶正。片刻后，小乔听到帐外一阵轻微的窸窸窣窣脱衣裳的声音，接着帐被撩开一道缝，大乔轻轻爬上床，脸朝外背对着小乔，慢慢地躺了下去。大乔起先一动不动，仿佛躺下去就睡着了。片刻后，肩膀却开始微微耸动。暗夜里，一阵细微压抑的低低哽咽声传到了小乔耳中。小乔心内天人交战，踌躇难以决断之时，忽听枕畔大乔竟哽咽着噎气了，应是怕吵醒自己，声音忽又生生地吞了回去，只是膀子却抽搐得更厉害了。小乔慢慢睁开眼睛，转过脸，看着大乔将自己紧紧蜷成了一团的背影，咬牙终于下了决心，朝背对着自己的堂姐贴了过去，从后伸臂轻轻抱住她柔软的腰肢，凑到她耳畔低低的道：大姐，别哭了，方才你出去时我跟着你了，我都看到了。大乔身子一僵，很快他翻了个身，急急的道：
妈妈，你不要误会，阿姐只是……小乔伸手捂住了他的嘴，示意他噤声，随即下床，轻手轻脚走到门边听了一下，听到外间侍女发出轻微的磨牙声，这才回来，点亮了油灯，转头望去。大乔已从榻上慢慢爬坐了起来，青丝压鬓斜垂下来，松松堆至颈间，双手紧张地抓住簇在他腰间的背巾，脸色苍白，眼皮泛着刚哭过的浅嫩粉色，粉颊犹带几点残余泪痕，怔怔望着小乔的一副样子，美人我见堪怜。他见小乔端着油灯放到了床头灯架上，方回过神，慌忙一把抓住了小乔的手，低声焦急的道：妈妈，阿姐真的没想别的，只是更深夜重，外面那么冷，不想让那人一直在园子里空等，且万一被人看到了，无端又是起祸事，这才去让他走的。他的一双手冰凉，微微颤抖着，就和他此刻的声音一样。小乔反握住了大乔的手，望着他道：阿姐，我看到那个人了，但是你别怕，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你喜欢他，对吗？大乔原本苍白的脸颊慢慢的泛出了一片浅浅红晕，迟疑了片刻，迎上小乔的目光，点了点头，轻声道：他地位低贱，但他却很好，真的很好。这个男孩在乔家的马场长大了，他沉默寡言，仿佛一个哑巴，但却身强体健，力大无穷，疾跑能够追风。而且他通马性，再悍烈的马在他面前也会变得俯首帖耳。于是后来管事将他调去充任家主出行的马奴，他就这样开始出现在了使君长女大乔的视线里。但在很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这个年轻强壮生了一双异瞳的英俊奴隶，留给大乔的印象就是每次他跪下充当人凳助自己上下马车时，比踩别的马奴要稳当许多。踩上他的肩背，大乔脚下纹风不动，稳得就像是一块磐石。大乔记住这个奴隶还起于3年之前，那时他的未婚夫死去了。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这对于大乔来说依然是件悲伤的事。有一段时间，他常随母亲去城外的长生寺烧香。有一天在回来路上，马匹受惊，将车夫甩下了马车，拽着车厢狂奔。大乔和母亲被关在颠摆的随时有可能倾覆甚至翻下道路的车厢里。惊恐之时，身后一声尖锐呼哨传来，接着有人迅速追赶上来，于是马儿渐渐地放慢速度，最后停在了路边。当大乔惊魂未定，还白着张脸从车窗望出去时，看到刚刚那个追赶上来化解了惊马的人就站在马头之侧，抱住了还在喷着响鼻的马头，一边抚摸马鬃，一边凑到马的耳畔，用低柔的语调低声说着什么他听不懂的话，仿佛在安抚着受惊的马。马终于完全的安静了下来。其余随从这时赶到，管事愤怒抽鞭要打马，皮鞭高高扬起，却被这个马奴一手卷住了。黑色的马鞭紧紧地缠线在他满是肌肉的臂膀之上，皮肤下的青色血管蜿蜒着暴突而起，有大乔的小拇指那么粗。管事更加愤怒，僵持之时，这名马奴回过头，看向正望着他的大乔，投来求助的目光。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阳光之下，那只碧眸奇异如金。从那一天开始，我便记住了他的名字比智。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日天朗气清，
惠风和畅，阳光之下，那只碧眸奇异如金。从那一天开始，我便记住了他的名字，比智。大乔恨自己口拙，不知该用如何的言辞才能在骤然发现了自己秘密的小乔面前说服他，让他相信比智很好，真的很好，至少在他眼中如此。大乔的脸涨得通红，睁大眼睛，焦急不安地望着小乔。小乔微微一笑，柔声道：“阿姐，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他很好。方才他约你出去，是想带你离开，对吗？”大乔仿佛吃了一惊，起先摇头，片刻后慢慢地低头下去。等再次抬起头，他的神情已经变得平静了许多，缓缓道：“妈妈，我是不会跟他走的。我方才也跟他说清楚了。你放心，以后我也不会再见他了。”阿姐即便嫁过去了，赔上了自己的幸福和性命，也不够换得暂时的苟且。日后乔家合族同样遭到灭顶，还不如照父亲的所想，放手一搏，说不定另有出路。阿姐一走，伯父无计可施，料想那时父亲再进言，想必容易得多。阿姐，让他带你走吧，不要留下来。大乔惊呆，定定地看了小乔片刻，笑了，笑容有些苦楚。傻子，你是当我不清白了，怕我嫁过去被发现吗？放心，我和他清清白白的，什么都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小乔凑到他耳畔：“阿姐，你必须走。魏家一定会答应婚事的。如果你不走，你就只能嫁过去。这么嫁过去，你这辈子就完了。何况，你不是有喜欢的男人了吗？”大乔出神片刻，最后轻轻摇了摇头。这样我就更不能走了。魏家若答应了婚事，我却走了，到时候家中怎么办？好也罢，不好也罢，谁叫我是乔家之女？这些都是我当硬撑的。小乔顿了下，暗暗呼出一口气，抬眼道：“阿姐，如果我告诉你，我想带你嫁魏少，你肯成全我吗？”呼出一口气，抬眼道：“阿姐，如果我告诉你，我想带你嫁魏少，你肯成全我吗？”大乔再次惊呆，瞪大眼睛望着小乔，半晌困惑地开口：“妈妈，你怎突然如此作响？你不是和刘世子情投意合，明年就要成婚了吗？况且那个魏侯，我听说他迟疑着，听来的那些秉性残忍、暴虐无德之类的评价不敢说出口。小乔带他说了出来：“是，那个魏少不是好人。但阿姐，但凡女子嫁人，不出两种，前者如你，与心上之人厮守到老，粗茶淡饭，心也足矣。但我与你不同，我想要的不是夫君替我镜前描眉，而是他能带给我的地位和权势。从前我是喜欢刘世子，但如今我知道了，他并非我所图之人。他性偏弱，倘若我嫁给他，即便日后他能顺利继了琅琊王位，以今日天下之势，
区一个琅琊国王妃又算得了什么呢？魏少却不同，我料他往后必非凡气。既然两家联姻，我焉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大乔困惑地望着忽然像是变了个人的妹妹，愣了半晌，才痴痴地道：“妈妈，你真是这么想的？真不是为了成全于我？”阿姐，反倒是我要求你成全了我吧。小乔语气笃定。大乔呆了半晌，眼睛里终于慢慢地放出一丝长久以来没有过的希望光芒，但依然不是很肯定，迟疑地望着小乔。真的可以吗？我真的可以放下这里一切走了吗？父亲会不会怪我？母亲会不会伤心？阿姐，小乔用力握住他的手。你走了后，我会带你世孝双亲的。等时日久了，伯父伯母定也会谅解你的。何况你想想，倘若你就这么嫁了，那个人怎么办啊？大乔脸色苍白，但脸蛋赤红，闭了闭眼睛，喃喃的道：“我再想想，让我再想想。”阿姐，我不逼你，你慢慢想。小乔扶他躺了下去，替他盖好被，吹了灯，自己跟着躺到他身边。过了一会儿，慢慢的开口：“阿姐，之前我不是常做噩梦吗？我没有告诉你，其实我做到过一个关于你和那个马奴的梦。梦里，你嫁为旁人妇，早早死去，在这世上只留下了一座孤坟。他也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你知道他最后做了什么吗？最后他找到了你的坟茔，将你从地下起了出来，带着你一起走了。别说了。”大乔低声喃喃的道，泪水沿着面颊无声坠落，渗入了枕。3天之后，丁夫人带着双乔再次去往长生寺烧香许愿。烧完香，添过香油后，因路远疲乏，她照例去后香小憩，却觉女儿大乔和平时仿佛有所不同，心思重重，欲言又止的样子，一直紧紧握住她的手，连她躺下去了，也在旁陪坐。丁夫人并没多想，只以为女儿在为与魏家联姻的事情烦愁着，抚摸她的手。婉儿，方才娘在佛前许愿，只要你往后能获美满姻缘，娘便是折寿也是心甘情愿。料想佛祖必应满愿，你莫再忧心了啊！大乔忍住离别难过，握住慈母之手，久久不愿放开。长生寺后有一条僻静的山径，由附近樵夫每日上下山砍柴踩踏而成。换去华服，改了一身粗布衣衫的大乔和他身旁的那个男人沿着山径并肩离去。他们走出去一段路，身影快要被山道两旁的树影完全吞没时，那个有着一只绿眸的年轻男子忽然停下脚步，转身快步回到了小乔面前，朝他下跪，行了一个大礼。女公子在上，此生若有差遣，唯效命二字。他一字一字地说道。这是小乔第一次听到比智开口说话的声音，声音醇厚而沉稳，令人不自觉地生出信靠之感。比智行完大礼，起身快步朝频频回首相望的大乔走去，二人身影很快消失在了小乔的视线里。华胥兜率，曾梦游。
天下江山第一楼。哈哈哈哈哈！小乔慢慢回往长生寺的时候，耳畔忽然隐隐听到林月深处传来的几声乔唱，声音苍厚旷远，竟似也带了几分世外的仙气。丁夫人携双乔去长生寺烧香，不想小憩醒来，大乔竟不见所踪。丁夫人慌忙问小乔，小乔说她和大乔原本共处一室，因自己午斋多吃了几口，腹胃鼓胀，想在后寺散步消食。他原本邀大乔同行，但大乔称罚独自留下，他便带了侍女同行。他回来时已经不见大乔人影，还以为大乔和丁夫人在一起。丁夫人更是慌张，着奴仆和寺里僧人四下寻遍，无果。丁夫人起初以为大乔被潜入寺里的恶人掳走了，泪流满面，腿软的连路都走不动了，慌忙要回城禀告丈夫缉拿恶贼。这时府里同行的管事报说马奴比智也不见了。丁夫人心乱如麻，起先并未将这两人联想作一处。回程路上，丁夫人在马车里依然不知所措，只攥着帕子掩面哭个不停。小乔陪在她身旁，见伯母伤心成这样，心下有些不忍，又唯恐伯父若真在辖内大肆搜捕的话，他二人还未走远，万一被撞到了不妙。全是侄女的错，若不是侄女贪玩，和阿姐一道的话，阿姐想必也不会出事的。小乔早早失母，丁夫人为人善厚，怜她年幼，视她若亲。见小乔自责，忍住伤心，反而劝道：“我儿，不关你的事，你休自己难过啊。”伯母，我方才想了想，怎么会这么巧？阿姐和那个马奴恰好一块凑堆儿不见了。我寻思着，阿姐应该不是被恶人掳走。丁夫人怔怔地望着他，小乔凑到他耳畔低声说了一句。丁夫人大惊失色：“啊，你说他们是私……”他猛地停了下来，用帕子捂住了嘴。小乔点了点头：“我想着，大约也就只有这个可能了。伯母，你想，长生寺佛门净地，怎会无端潜入掳人的恶贼？这恶贼胆子还这么大，竟敢对使君府的女公子下手。恰好阿姐不见，那个马奴也不见了，不是他二人一起走，还会是什么？我想着，大约也就只有这个可能了。伯母，你想，长生寺佛门净地，怎会无端潜入掳人的恶贼？这恶贼胆子还这么大，竟敢对使君府的女公子下手。恰好阿姐不见，那个马奴也不见了，不是他二人一起走，还会是什么？且说起这个，我想起了一件事。什么事？快快讲来！丁夫人着急催促。前些天我和阿姐出行，也是那个马奴随从。我无意看见阿姐和他躲着人说话，见我来了，才匆忙分开。阿姐仿佛有些惊慌，当时我也没多想，如今想想……他停了下来。他说的这个自然是鬼话，丁夫人却万万想不到他会对自己撒谎。听完，脸一阵红一阵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伯母，早知道会有今日之事，那会儿我就该告诉您的。怪我当时太过大意了。小乔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头做出垂泪伤心的模样。丁夫人仔细忆及那个马奴，
除了绿眸怪异之外，生得确实引人注目。早2年，小乔刚和刘演离婚，刘演继母之妹琅琊国杨都夫人来东郡，乔家这马奴便入了他的眼，开口讨要。杨都夫人素有媚名，生性风流，喜养面首，丁夫人也曾风闻。他既开口了，不过一个马奴，自然也给了。不想几天后，这马奴被鞭抽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给丢在了城外。据说是不逊，惹恼杨都夫人，这才遭了活罪。也算这马奴命大，这样竟也活了下来。过了些时候，自己又找回乔家。当时杨都夫人已经走了，乔家便也没赶他继续留下了。丁夫人想起这旧事，心里越发空落落的，又是后悔又是恨。她突然一凛，猛地抓住了小乔的手，吩咐道：“婉儿，此事关乎你阿姐归玉，再也不许让第二人知道。”小乔等的就是他这话，心里一松，点头道：“伯母放心，绝不会说出去的。”丁夫人起先以为女儿是被恶贼给掳走，心慌意乱，脑子也犟成了一团。这会儿听了小乔的分析，越想越觉得对，女儿生命应该无虞。丁夫人心里终于渐渐有些定下神。回来路上一边嗟叹一边垂泪。到了家，她匆匆便去找丈夫商议。乔月听夫人抹泪说完，大惊失色，气得一把掀翻了桌，拔剑拔腿就要出去，被丁夫人一把拽住，垂泪道：“夫君，万万使不得！你若大肆张扬，私下搜捕，女儿名声就毁了。”乔月冷静下来，心知夫人说的有理，何况如今又是和魏家做亲的关头，倘若被人知道大乔和一个马奴私奔逃走，自己这边再示好，魏家也断不可能点头。乔月略一沉吟，立刻叫了心腹幕僚张普过来。联姻之策本就出自张普，听到这个消息，张普骇异之余哪敢怠慢，匆匆吩咐下去，一面死令随从对外不许声张大乔走失的消息，一面广派人手寻找。自然不敢大张搜捕，只暗中派人往二人可能逃往的方向搜寻。当晚，小乔又在房里发现了大乔之前留下托他转交给父母的一封起罪书。小乔不敢耽误，立刻拿了上去。乔月夫妇看完信，确信无疑，女儿确实是和那个绿眸马奴走了。一个气得跳脚咒骂不停，一个落泪呜咽不绝。加上外出寻找的人始终没有回音，外人浑然不觉使君府里实则已经鸡飞狗跳，人仰马翻。那边大房乱成一团，乔平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小乔面带忧戚，终日陪着丁夫人宽解她的烦心。乔慈知道堂姐竟在这关头私奔了，不怒反喜，立刻催促父亲劝谏大伯。乔平等了2日，眼见大乔一去犹如泥牛入海，不得半点消息，心知不能再拖延了，找到长兄议事的书房。人到门口，听见里头一阵唉声叹气，进去见长兄乔月和幕僚张普相对而坐，2人都是愁眉不展。乔月道：“方才得到消息，派出去的使者虽未见到魏少，却见了魏少祖母徐夫人。徐夫人已经应允了亲事，若选好日子，到时候就着人到兖州来迎亲。如今议亲时也在路上了，不日便到。这关头大乔却走脱，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他心急火燎，说完便不住在原地打转。乔平一怔，望脸张普，见他也是眉头深锁，想了下，便请张普先下去了。兖州地处中原腹地，靠河南，汶水、泗水交汇于此，钟灵毓秀，不但物饶丰富，人烟富盛，而且是南下通往徐州、豫州的捷径。也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便成为兵家争夺的重地。乔家先祖为汉天子墓地，世代聚守于此。祖父乔圭尚在时，也依旧兵强马壮，旁人轻易不敢打兖州的主意。及至传到乔越手上，乔家声势已经不及当年，加上乔越生性偏于软弱，遇事先考虑自保，兖州也就越发衰微了下去，这才有了今日的虎狼为嗣之困。方才乔越口中的魏少祖母徐夫人，本是皇室中山国高阳公主之女，封翁主。当年因魏少祖父抵御匈奴有功，下嫁到了魏家，精明而能干。10年前征讨李肃时，骤失长子长孙。魏少当时又只有12岁，强敌环伺，燕忧基业，岌岌可危。也是在徐夫人的主持下才度过危机。据说魏少对祖母十分敬重，所以虽然这桩婚事并没有得到过魏少的亲口答应，但徐夫人既然应允了，事情必定就是成了，也难怪长兄如此焦急。乔平道：长兄，我还是那句话，即便侄女嫁过去了，恐也不是长久之计。如今魏家势力尚在北方，不过打算以我兖州为跳板，不费一兵一卒南下深入中原腹地而已。等魏家站稳脚跟，再与我乔家翻脸，到时我等如何应对，侄女又如何自处？魏家对当年之事必定还耿耿于怀，如今联姻无异于以身饲虎，之前李肃一族就是前车之鉴。乔越皱眉道：二弟，你思虑过多了。继承亲家，魏家如何能说翻脸就翻脸？且如今情势紧急，先度过这难关要紧呐。至于阿凡，她身为乔家长女，兖州势弱累卵，她能为乔家解难，也是应尽的本分。原本事情已经迎刃而解，没想到她不孝至此，我真是白养了这个女儿。乔平苦劝道：长兄，侄女既找不到，那就退而求其次。为今之计，请由我即刻去往陈留游说张父，放手一搏，未必没有出路。乔越叹气：哎，你说的轻巧。先不说联合张父能否克难，就说眼下魏家这边，议婚事都要到了，阿凡人却不见，如何交代啊？只说阿凡忽然身染恶疾，无法再行婚姻之事，再派人往魏家多送些赔罪之礼，料魏家也不会怎样。乔平早有应对，而乔越眉头不展，沉思片刻，长长叹了一口气，道：唉，容我再想想。莫非长兄是想以小乔代嫁？乔平迟疑了下，问。乔越道：正做着打算，方才啊想叫二弟来商议，二弟自己便来了。二弟以为如何呀？乔平吃了一惊，想都没想，立刻摇头道：这万万不妥！长兄莫非忘了，满满与琅琊世子已经有了婚约，明年就是婚期，如何能再嫁魏延？乔越道：琅琊世子那边照我所见并无大碍，我会派个能言的使者过去，好生将婚事给退了，再呈上厚礼。料想琅琊那边也不至于过于深责。乔越的语气慢条斯理，倒在重复先前乔平的话。乔平不住摆手：
长兄，这万万不可！满满与世子早有婚约，两人又情投意合，如何说退就退？恕余弟不能答应。洛安，乔越大声叫着弟弟的字，猛地从案前坐榻上起了身。郡民得知周群退兵，如何欢欣鼓舞？此情此景，二弟你应该是能看到的。我乔家代天子牧民于此已有数代，二弟你就真的忍心将我兖州20万军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如今不过传出与魏家联姻的消息，周群便已退兵了。侄女和兖州20万军民孰轻孰重，不必为兄再多说了吧。乔平一时怔住，心下终于明白了过来。长兄一心求和，许是听了张普另外献策，想到将自己女儿待嫁，又怕自己不应，是以故意将消息提早四处放了出去，造成今日之局，令他骑虎难下。他对一双儿女，尤其是小乔爱若珍宝，处处唯恐委屈了他。这样将小乔嫁去魏家，乔平心中实在是不愿，只是一个不字，此刻却仿佛重如千钧。定康7年的春节快要到了，天晴的时候，小乔登上坛台，能看到附近民居里的民众忙着打扫房屋、涤衣晒被，为春节做着准备。也是来到这里之后，小乔才知道，春节这个被后世视为吉祥团圆的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在从上古延续至今的朴素认知中，并不表示吉利。犹如竹节，竹本平顺，为节疙瘩，这种日子称节。所谓春节，便是春季中最不吉的日子。便是为了辟邪祈福，人们才用敌陈团圆的方式过起春节，热闹程度远不及后世。小乔不能出去，当然他自己也没想过要出去，但没人能够阻拦他登上居所旁的这座坛台远眺。坛台真的很高，甚至高过了城墙。站在顶层的瞭望台上，能看到目力所及的城墙外的一片荒野。距离年底还剩最后几天的时候，下了雪。中午雪停了，太阳出来竟然分外的明媚。小乔窝在房里打了一个下午的瞌睡，到了傍晚登上了坛台。最近几天，他会在这个时候登上坛台等待落日。城墙之外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原野，看着夕阳在原野尽头收尽最后一道光芒，最后被彻底吞入地平线的时候，如果他是诗人，说不定也能写出一首能够流传后世的登楼观日牧歌。这个黄昏和之前并没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屋顶覆盖了一层犹如棉花的积雪。星罗棋布着的街道黑白渐杂，斑驳一片，白色的是积雪，黑色的是被行人踩踏融雪后露出的道路本色。像往常一样，人们趁着天光下去前的这最后一刻，忙忙碌碌，挑担、推车、疾步行走。几个孩童快乐地堆着巷子角的积雪，发出的笑声似乎也能传到这座高楼之上。哎呀，天要黑了，太干冷了，风就跟刀子刮过似的。屋里有火盆，女婿下去吧。春娘体胖，爬了几十级楼梯便有些气喘，劝着小乔给她加了一件狐裘披风。头温润的冬郡，初来乍到，有些不习惯这里的气候，恨不得从早到晚都待在房里不出来。坛台楼顶的风确实很大，小乔合拢双手凑到嘴边，喝了几口暖气，用剩了余温的手心按了按被冻得冰冷的面颊，转身正要随春娘下去的时候，
忽然，远方日落的方向传来了一阵隐隐的声浪。这声浪起先隐约，而且沉闷。小乔以为自己幻听了，但很快声音就变得清晰了起来，来得有些令人猝不及防，犹如平地而起的一阵闷雷。小乔不由得停下脚步，转头再次远眺。城墙之外，那片原本死寂的犹如沉睡了的白茫茫荒野，忽然间仿佛苏醒了过来。目力所及的尽头，一片雪雾似乎被狂风卷得拔地而起，茫茫遮天，挡住了地平线上的半轮落日，若有惊奇隐现其间。那是什么？春娘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睁大眼睛，声音不禁惊慌起来。小乔继续望着，闷雷声越来越清晰了。他终于看清楚，那是一大队的骑兵，数量千计，正往城池方向快速奔驰而来。行得再近些，声势已经如同惊雷。军好归，军好归！就在这撼动地面的马蹄声中，片刻之后，忽然城门口的城墙脚下呼声大震。这呼声随风鼓荡，一声高过一声，送到信都古城的幕空之上，也传到了小乔的耳骨里。街道上的人也听到了，纷纷停下脚步。短暂的静止后，不约而同地朝着城门方向飞奔而去。军好归，军好归！整个古城骚动了起来，更多的人开始从屋里跑出来，奔走相告。在小乔抵达信都，在信宫里窝了半个月之后，这个雪后的日暮时分，咽喉魏少终于从数百里之外的柏林回到了信都。冬日昼短，将士归营，魏少入城，天色已经黑透了。信邸大门前火帐幢幢，魏少身披还挂着一层冰凌的沉重铠甲，踩着脚底咯吱作响的积雪，大步登上台阶的时候，刚才到城门迎他归来，此刻正与他同行的魏良忽然响了起来，急走追了上去，俯身过去，低声道：“主公，乔女到了，居于阳舍已半月有余。据钟老言，乔女疏静，白日多闭门不出，日暮偶登坛台停留片刻，察觉并无异样，故未加阻拦。”他说完前头的话，又补充了这样一句。魏少淡淡的回应，脚步半分也没有停，径直便跨过门槛，往平常居住的射阳舍走去。魏良目送他的背影，见他走出去几步，忽然又停了下来，转头望了一眼身后雨阳舍的方向。隔着重门，魏少站在这里，并不能望到雨阳舍，只能见到近旁坛台朝天而起的那个巨大黑影，在夜色中看起来，就仿佛一尊蹲伏在地上的巨兽，随时可能腾冲而起似的。吩咐钟老预备下去，明日就行婚礼。魏少收回目光，忽然说道：“明日？”魏良一怔，怕预备不及，一切就简。魏少转身继续朝前而去，没再停留。魏良目送他的背影，迟疑了下，回身匆匆去找钟老商议。那两名嘴巴很紧的仆妇，经过这半个月的相处，与春娘渐渐熟悉，春娘多少也能从他们那里套出一些话了。据仆妇所言，钟老是魏少祖母徐夫人身边的人，来到信都也没多久，目的就是备办魏少和小乔的婚礼。而魏少前些时候之所以不在城中，是因为柏林那边又起了战事，现在获胜而归。这年头乱世将至，
地方军阀各自为大，除了少数像前冀州牧高唐那样没等实力攒够就主动跳出来让人当靶子打的特例之外，各路诸侯譬如魏少这样的，表面依旧还是汉室之臣，需听命于天子。至于相互之间的对垒，那完全就是谁枪杆子硬谁就说了算，朝廷早就无力约束。小乔对魏少干什么去了其实并没什么大的兴趣。来这里窝了半个月后，魏少终于现身。小乔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正常的话，按照两家先前议定，这会儿也该进入最后也是实质性的一步——婚礼。女君稍安，君侯既回，这事情便好说了。明日我便去寻钟傲，问他婚期到底定在何时。春娘见小乔仿佛怔忪着，以为他心焦，便柔声安慰：“女君开门。”恰好这时门口传来一个魏家仆妇的声音。春娘握了握小乔的手，过去打开了门，却意外地看到那个已经有些天没露脸的钟敖来了。钟敖进来后，朝小乔行了个礼，直起身说道：“君侯已回，婚期便在明日。弟特意前来让女君知晓。”说完再欠了欠身，掉头便走了。魏少刚刚才回来，这会儿通知竟然就下来，婚礼要在明天举行。这未免也太快了。小乔一时仍反应不过来，错愕着时，一旁的春娘和侍女却立刻变得喜气洋洋，依次来向他跪拜道贺。小乔理解他们的想法，人都到了这里了，等的就是一个结婚仪式，只有有了仪式，她才真正成为魏家媳妇，魏少的妻子。少了这一步，前面哪怕已经过了再多繁文缛理，她的身份也始终不上不下，就只能这么尴尬地吊着。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春娘和侍女们都松了一口气。小乔面露笑容，一一接受了他们的恭贺，内心却一言难尽。婚礼在即，毫无变数了。一旦正式结为夫妻，也就意味着从今往后自己的命运要和这个名叫魏少的男人绑在一起了。他是否会如他所知的前世那样，用对待大乔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如果是，自己又该如何自处？这个问题从小乔第一天离开兖州上路开始，就翻来覆去的在心里想着，现在也依旧没有答案。春娘的欢喜并没有延续多久，因为她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婚礼完全没有她预期中使君之女应该配得到的周到和隆重。想想也是，不过一夜功夫又能准备出什么东西？春娘忍住心里的酸楚，不敢在小乔面前表露，唯恐惹她伤心。她一边服侍小乔入狱，一边面带笑容地说：“婚礼呀，将在韶阳堂举行，会有众多贵宾观礼。最重要的是啊，魏侯年轻英俊，勇猛果决，城中单单只远远瞥他一眼，便爱慕上他的姑娘数之不尽。而且我还打听到，他身边似乎并无宠爱的姬妾。哎呀，我们女君美至此，君侯怎能不加喜爱呢？”春娘一遍遍地用馥郁的香膏为小乔擦抹柔绵的肌肤，目光落在小乔美好的身段上，语气里充满了赞美和鼓励。小乔在春娘和侍女的服侍下，从头再次重复了一遍那日离开家前的程序：出浴、穿衣、梳头、装扮。他站在镜见之前，望着镜中那个绿鬓如云、鲜艳如花的心腹，忽然觉得有些陌生。周礼，婚本为婚，日暮西斜。周礼，婚本为婚，日暮西斜。信宫里那座已经沉寂许久的坛台，从底至顶灯火依次亮起，
在夜幕的衬托下，远远望去，犹如一座灯火辉灿的宝塔，更显巍峨。城里的人们仰头望着，争相传颂着一个消息：君侯大婚就在今夜。邵阳堂的廊道上也升起了一盏一盏的红色灯笼，大堂内灯火辉煌如昼。中间那张黑漆精修的扩大基案上，整齐摆放着婚礼所用的属、祭、劳、租、海、气。前来观礼的宾客也衣冠整齐，按照序位祭坐在铺设于基案后的矮榻上。他们一边和身旁的人低声交谈，一边等待着吉时的到来。这些人里，大多是跟随魏少到此的故区家臣，也有信都的当地官吏。他们也是白天时才刚刚知道这个婚礼的。虽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先前就知道魏少要和兖州巧女联姻，但婚礼来得这么快，还是令人惊诧。毕竟昨晚这个时候，魏少才刚刚从柏林的那场战事中脱身回来。关于兖州乔家与魏家的旧事，在座的诸人大多都是听闻过的。正也是如此，魏少和乔女10年后的联姻才更令人浮想联翩。对那个乔女，未免更是怀了些好奇。众人都在等待着她片刻之后的露面。吉时到了，小乔入了礼堂。当他双手上下平持在腹，轻舒广袖，出现在宾客面前时，原本还响着轻微嗡嗡声的礼堂忽然就安静了下来。许多双目光射了过来，齐齐地落到他的身上，有审视，有惊艳，也有不能为人所知的心怀叵测。小乔并没感觉到紧张，他微微垂着眼皮，目光安静地落在自己脚前的那一方地面上。随着耳畔礼官抑扬顿挫的赞礼之声，在四周那些目光的注视下，被2个伴人引着，不疾不徐地前行。最后走到堂中那张基案的面前，距离还有几尺的时候，停了下来。他的对面立着一个人，他清楚地感觉到了来自于对方的2道目光，不同于侧旁那些他能够完全忽略掉的目光。这个人的目光直视着他，毫无避讳，带着一种他难以描述的压迫的力量。小乔重重衣裳下的皮肤仿佛也感应到了这种压迫，周身的毛细孔慢慢舒张，汗毛也似乎一根根的悄悄竖立了起来。小乔慢慢抬起眼睛，对上了对面那个男人的视线。相对于他的地位和名望，魏少还相当年轻，但相比于自己，确确实实他是个完全成年的男子了。肩膀宽阔，腰背挺拔，2人这样相对而立，小乔被他衬得愈发娇小，以至于他不得不微微仰头，才能对上魏少直视而来的目光。就如春娘描述的那样，魏少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身着龙衫9张诸侯冕服，玄衣熏长，杯中扬红，沉稳之外逼面而来的威严。在礼官的赞礼声中，他就那么目光笔直地望着和他不过一臂之距的小乔，双目一眨不眨，目光幽暗，暗的如同黑夜最深处的那片黑夜。小乔眼睫微微颤了一下，再次垂下了眼睛。礼官唱赞完毕，有人捧上一条红巾，一头放到小乔手中，一头放到魏少手中。2人同牵红巾，走到那张基案之前，红巾被取走，2人相对跪坐在桌案2侧，在礼官的引导下，依次行握冠礼、同老礼、合卺礼。冗长而繁缛的一长串前礼过后，便是最后表示2人结为夫妻的结发礼。犯人从2人发角各轻剪一缕头发，同结在一起。这时候，周围的人喜笑颜开，恭贺声不绝于耳。
对面那个男人腰身挺得笔直，身形纹丝不动，而小乔却看到他线条很是好看的一侧唇角不可察觉般的微微勾了一下。倘若小乔没看错，这分明就是一丝流露着不耐，以及带出几分漫不经心的微笑。看似生于晴空朝夕，地久天长皆连理。昨日柏林凯，只是这时夜也已经深了。仪式完毕，新妇先被引送到了设在魏少平日寝居射阳的新房里。小乔被服侍除去衣装后，请春娘和侍女们先下去。侍女鱼贯而出，最后剩下春娘还站在那里，迟迟不肯出去。春娘丈夫本是乔家家宾，她20岁产下一女，未出月子，丈夫不幸死于一场作战，公婆便不容于她，要将她改嫁换钱。后打听到使君府里新得一女公子，正要找一个合适的乳母。春娘公婆想着，若能被挑中，得的钱财必定比玉麦儿媳要多，便寻门路找了进去。春娘貌正体健，小乔母亲打听了下，她平日里安分成厚，没了丈夫，公婆便要将她卖掉，心有不忍。且她丈夫又是为乔家作战而死的，便也不顾忌讳，请神婆为她净身后，让她做了小乔的乳母。春娘感恩图报，用心抚育小乔，一晃至今。如今小乔远嫁，她自然不舍，便陪着跟了过来。此刻洞房花烛，本是良辰美景，却总似乎少了那么一份的圆满。春娘想到方才窥到的魏少，身长体壮，孔武有力，一望便知惯是刀头嗜血的人。使君之女却体娇稚怯，大腿恐怕还没她伸出来的胳膊粗，加上又刚及及笄之年，唯恐魏少凶暴，若粗鲁对待，恐怕会让小乔吃苦，心里更是放不下去。春娘虽是婢，但是也如她半个母亲。小乔见她望着自己欲言又止，一脸担忧，反而上去劝慰。春娘极力露出欢喜神色，附到小乔耳畔再三叮嘱：女君，等魏侯入房与他行周公之礼的时候，勿忘以娇弱之态待之，激他怜爱。这男子啊，大凡生出怜爱，对待你自然也会温柔的，万万不可以逞强，切记切记啊。小乔听他这么再三的叮嘱自己，这才明白他刚才迟迟不愿离开的原因。虽然两世为人，大约这方面的经验不够。听完，面皮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红，胡乱点头应了下来。春娘这才松开他的手，一步三回头的出了新房。房里最后只剩小乔一人，等着新郎魏少的到来。这是一间方正而阔大的寝室，入口摆设了一张高过人顶的6扇黑面朱贝漆绘云龙纹折屏，将寝室隔成了内外两间。屏风侧旁安放大床，床上铺设了崭新的熏红寝具，被枕整齐。一侧帐头悬垂古纹双玉璧，既为装饰，也是新房驱邪。对面地上设一张共坐的长方矮榻，铺着阴褥，中间一张案几，其余橱柜相似，各自靠墙而置。灯台之上，一对小儿手臂那样粗的红烛燃着。此外，房中便没了多余事物。小乔打量完屋子，自己站在中间，对着红烛发起了呆。大约受了春娘刚才那一番叮嘱的影响，呆着呆着，原本没什么大感觉的小乔渐渐也有些紧张了起来。
前世的小乔，在多年之后，曾与堂姐大乔暗地会过最后一面。那时魏少已快称帝，身边有一个女人，据说很是宠爱。而大乔名义上虽是他的夫人，魏少却对他不管不问，早任其自生自灭了。也是那一次的会面，小乔才知道，原来从大乔嫁给魏少的第一天起，魏少就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大乔虽不及小乔天香国色，但也楚楚美貌。魏少竟然对一个已经成为他妻子的美丽女人碰也不碰一下，可见他对乔家的憎恨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既憎恨一句还手落地，白首不分离。心机之深，隐忍之能，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了。正是抱着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所以小乔觉得今晚这个魏少应该也不会碰自己的。但只要没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个不确定。万一呢？他要是和自己正常圆房，看他那体型和体重，坐下来重些，说不定就能把自己压吐血。要是心情再不爽，这个可能性极大，来个兽性大发的话，自己现在这个在识人眼里已适婚，但实际还要再过2天才能够勉强凑够15虚岁的身子板，恐怕真的吃不消。小乔也实在无法想象自己像春娘叮嘱的那样，在做那种事的时候，在魏少身下来个什么以柔克刚。小乔前世曾嫁过刘演，但作为她自己虽称不上一无所知，但毕竟在这方面还没来得及积累些什么实战经验，就到了这里变成了如今的小乔。小乔越想越没底，最后定了定神，继续坐到大床对面地上的那张矮榻上发呆。刚来这里时，他很不习惯识人坐姿，现在高腿椅凳还只出现在北方胡人的部落里，高腿而坐也被视为粗野无礼的举动。他只要坐下去，在人前就只能保持2种姿态，要么臀部落在脚踵上跪坐，算较为轻松的日常坐姿，或者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称长跪，又叫髻坐，是准备起身或者迎客，表示对他人尊敬的一种坐姿。无论哪种坐姿，小乔都没法保持长久，更不可能像春娘那样一坐一个时辰，一动不动的绣花做针线。从前在家里，只要跟前没外人，顶着要被春娘责备不雅，他还是经常改用伸直2脚的坐姿来放松双腿，所以直到现在也依旧没学会长久跪坐的本事。小乔在榻上正襟危坐许久，依然不见魏少归来。外面静悄悄的，什么声也听不到。他便伸直双腿，从边上捞过来一个靠箱，放松四肢，半躺半靠在了榻上。外面天寒地冻，屋里的火盆燃得正旺，暖洋洋的，空气里飘着一股淡淡的熏香气味。昨夜小乔没有睡好，今天又折腾了一个白天，渐渐的小乔犯困，朦朦胧胧快要睡过去时，耳畔忽然传来一阵动静，有人来了。接着他听到外头侍女唤：“男君归。”男君是家中仆妾对男主人的尊称，相对于女君。小乔瞌睡虫立刻跑了，揉了揉眼睛，一咕噜从榻上爬了起来。刚回归成跪坐的姿势，便听到门扇被推开的声音，抬起头，见屏风后一个高大身影晃了下，似乎没站稳，打了个趔趄。
小乔一惊，急忙直起身，准备下榻去看个究竟。那个人影已经稳住，转过了屏风，出现在他的面前。可不正是魏少？他仿佛喝了不少的酒，那张原本线条冷峻的面庞也微微地泛出来驼色了。进来后径直就往里走去，自己解下了束发的发冠，哗啦一声随手置在镜台前，看也没看一眼对面还直着上半身跪在榻上的小乔，转身朝那张大床走去。到了，一把撩开帐子，玉臂相互撞击，发出清越的玉鸣。接着两声砰砰靴子落地的声儿，屋里就安静了下来。小乔见他径直上了床，仿佛一转眼就睡了过去，原本有些绷的后背终于放松了下去。他吁出一口气，双眼盯着床上的魏少，慢慢地恢复成跪坐的姿势。魏少应该真的睡着了，或者是醉酒了。许久，小乔慢慢地再伸直双腿，手握成拳，轻轻捶了下酸胀的腿，恢复成刚才半靠半躺的姿势。就这样，两人一个卧床，一个在榻，彼此倒也相安无事。屋中的空气，除了原本的熏香，又混合了些来自于魏少身上散发出来的酒气。闻久了就不觉得了，只是头被熏得有些昏沉。夜已经很深了，小乔就这样坐靠在榻上，一会儿朦朦胧胧地打着瞌睡，一会儿又忽然惊觉过来，猛地睁开眼，看到魏少依旧保持着原样高床而卧，便又放松下来，再次打起瞌睡。这样反复了数次，最后一次小乔猛然醒过来，是被冻醒的。窗外依旧黑沉沉的，看烛台上喜烛燃盛的长度，应该差不多4更天。火盆里的炭火也将近白灰，只散出些温温的余温了。屋里一凉，外头的寒意便渗了进来。小乔浑身发冷，双手交抱，揉了下被冻出了一层细细鸡皮疙瘩的两边胳膊，估计离天亮又还要好一会儿。盯着床上的魏少，见他半晌没动一下，迟疑了片刻，终于下地，蹑手蹑脚地朝床靠去。时下贵族阶层卧室里的习俗，不管夫妇是否同亲，床上总会放2副被巾。魏少只躺在床沿靠外的一侧，也没盖被，2副被巾此刻都在床的内侧摆放着，叠得整整齐齐。小乔几乎没弄出半点声息，终于走到床尾，停在魏少脚前的位置。小乔悄悄地看了他一眼，他仰卧着，因为人高腿长，占了大半张的床。上半夜刚进来时，面上泛出的酡红酒色已经消退了下去，或许床角灯影照不到，光线略微昏暗的缘故，脸色倒显得异乎寻常的安宁。一双浓黑剑眉也愈发醒目，2只眼睛闭着，睡得依然很沉。小乔屏住呼吸，尽量慢地轻身向前，身体越过了他的腿。伸出一只手够过去，试图将距离自己近的那床被巾拿出来时，身下的魏少仿佛突然苏醒，毫无预兆地睁开眼睛。接着耳畔呛的一下，剑出鞘声。小乔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魏少已从枕下迅速抽出了一柄长剑，人也跟着从床上翻身而下。小乔耳畔一凉，剑尖就紧紧地贴在了他的咽喉之侧。这一切的发生不过就在电光火石之间，小乔顿时僵住。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剑锋贴着自己脖颈皮肤时透过来的那丝寒意，和空气里的寒意给人所带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他甚至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铁锈甜味。他知道这是血的气味。小乔慢慢地回过头，对上了魏少的眼睛。魏少的眼睛里还带着细微的红色血丝，透出了一缕淡淡的杀气。我有些冷，方才是想取杯而已，不想却惊动了你。他用听起来镇定的声音说道，但他心里确信自己确实没有碰到他分毫。魏少注视了他几秒，转头环顾被布置成熏红一片的屋子，仿佛才意识到什么似的，闭了闭眼睛，另一只手抬起来揉了下额头，周身那种崩出来的杀气终于消失了。他将剑慢慢地放了下去，魏少持剑的手缓缓放了下去，剑尖指地，但人却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目光也一直定在小乔的脸上。魏少目中的两点瞳仁仿佛凝冻住，纹丝不动。可能刚醒来，又或者是侧旁红烛照应的缘故，变成了带些淡淡透明幼稚的赤褐色，如同琥珀的颜色。被这样的一对眼珠子盯着看，小乔全身紧绷，不敢乱动，一双眼睛下意识的也睁得滚圆，被动的和他对望。一丝风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钻了进来，烛火轻轻晃了下，小乔面上投出的那道侧颜烛影也随之微微一晃。魏少仿佛突然回过了神，肩膀微微动了动，也没低头看，剑擦的一声便插回了剑鞘。放到床上后，他坐到了床沿上，低头弯腰穿好鞋履，随后抓过剑，起身大步便往外走去。小乔目送他的背影，舒出一口气。魏少走到屏风边，忽然又停下脚步，转过了头。小乔那口还没舒完的气，顿时又憋在了胸口。这里不和你停留，明日我便着人送你回渔阳。他淡淡的说道，转身终于走了。身影拐过屏风，门呀的一声开了，接着脚步声渐渐远去，最后彻底消失在了耳朵里。小乔终于舒完了那口气，最后摸扶着床沿慢慢地坐下去时，发觉自己的手竟是微微颤抖的，后背也出了一片冷汗，内衫紧紧地贴在了肌肤上，冷飕飕，叫人极不舒服。快到时停了下来，四面环顾。白天的信宫因为人不多，往往也有空寂之感，何况此刻才4更天，正是夜最深沉的时刻。四下俱寂，信邸里的仆从也都还沉浸在梦乡中。魏少的视线落在身后那座被黑夜勾勒出了清晰轮廓的坛台。片刻后，他登上这座筑于高高夯土台上的高楼，倚着栏杆，迎着带了几分透骨飒寒的夜风，远眺沉沉夜幕下的城墙和城墙外的原野。出神时听到身后一阵细微脚步，转头借着头顶星光，辨出是行军司马公孙阳。公孙阳朝魏少见了个礼，走近后笑道：主公洞房花烛，怎独自在此凭栏？公孙阳，字补恩，泰山章丘人士，年40。早年跟随魏少父亲魏京，但因公孙阳出身低微，加上魏京手下能人济济，他始终籍籍无名。在魏京身死后，幽州一度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在合纵连横的转圜上有上佳表现，数次令幽州转危为安，
逐渐被徐夫人重用。魏少治军后，他便随魏少东征西战，官拜行军司马，是魏少的心腹谋士。魏少对他颇是倚重。这次兖州乔家主动以婚姻示好，当时使者来时，魏少恰好不在，回来闻讯祖母徐夫人已经带自己应下婚事，本还是不愿的。魏少看使者走掉刚不久，原打算派人追上去截回，公孙阳以礼劝他，魏少最后终于接受了他的劝告，应了这门亲事。先生不用被高眠，咱也在此吹风。魏少反问了一句：昨夜本醉了，一觉醒来再无睡意，见星河灿烂，索性到此夜观星象，不想遇到了主公。公孙阳说完呵呵一笑，走到魏少身边。我曾闻兖州有谚语，弱水10分神，双桥占8分。原本不信倒是夸大，今夜婚礼所见，乔女倒确实当得如此赞颂。我观她举止神色，众目之下无丝毫怯露，落落淑女。主公得美，可喜可贺。魏少眼前便浮现出刚才那张明明受了极大惊吓，眼睛都睁得圆溜溜的小脸。他甚至能清楚地看到小乔的眼睫在微微颤抖，却还极力在自己面前做出镇定神色。魏少默然片刻，淡淡道：不过是听了先生劝，顺水推舟，权宜之举罢，何来所谓可喜可贺？明日叫他上路回渔阳便是了。公孙阳微微一怔，看了他一眼，见他神色浑不在意的样子。也好，黄河以南亦须图之，不可操之过急。如今联姻既成，女君去往渔阳侍奉长辈，待主公尽孝，主公安心图谋大业，也不失为美事一桩啊。魏少没有接话，只是一笑。于夜观星象，紫微环中，地形隐没，恐天下不久将大乱，万民遭涂炭之苦啊！公孙阳仰望星空，忽然感叹。魏少顺他所指的方向仰头望了一眼，见群星悬空，点点璀璨，倒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先生之神，我一向佩服。公孙阳摇头。主公谬赞，我不过以善成口舌之徒罢了。若论神人，当世倒真有一位，与我有半师之恩，姓王名敬，自号白氏老人，为墨家20代嫡门弟子，不但通纵横捭阖之术，且有通天之志，又善岐黄医术，学究精深，与之相比，如流萤之于星月，不堪一提。魏少扬了扬眉。如此神人，如今在哪儿？我年轻时四处寻访，想拜入墨门，皇天不负，终于得见老人。几乎资质庸劣，未被收入门下，但也有幸得老人指点3月，受用一生。10年之前，我有幸与老人再次偶遇于道旁，才知他心系世人，再次入世，云游四方，以岐黄济世救人。如今10年过去，也不知他在何处。若安在，当也苦兮。一阵寒风吹来，公孙阳忽然咳嗽起来。他早年随军时曾意外受伤，后来伤愈，但留下了病根，时常咳嗽，身体也坏了下去。天寒地冻，先生体弱，我送先生回房。不敢，哪敢劳烦主公。
我自己回去便可。魏少便也没勉强，只将披风解下，披在了公孙阳的肩上，目送他的背影下了楼去。公孙阳走后，魏少独自凭栏，下意识地再次望了一眼刚才公孙阳指给他看的那篇星座：行尸歧路，天下共逐之。在魏少的野心里，慢慢的已经勾勒出了一幅越来越清晰的未来图画。黄河画南北，南河洛中原腹地，北古燕赵魏地。10年前，魏少的父亲还在世时，北方有大小军阀不下10人。时至今日，已多被蚕食吞并，剩余的也不足为虑，不过依附强者而生。如今的广袤北地，就只剩滨州陈翔还能与自己一争高下了。他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吞灭滨州，夺得这块有陇西粮仓之称的地盘，统一北方后再图河南之地，以致最后西进，成就大事。而兖州地势就是日后他南下的一条便利途径。原因，今日以魏家之势保乔家在兖州的地位，其实也如同于乔家在替自己守着这条南下便道。他的祖母徐夫人目光深远，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做主替他接受了乔家的示好。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他虽然极其不愿，但最终还是听取了公孙阳的劝告，默认了这门婚事的唯一原因。他从10岁起就坐于马背，追随身为幽州刺史的父亲与越界来犯的匈奴作战，最远到达过长城之外的云中和朔方。父亲在他心目中有如神人。10年前乔家背信弃义，令他痛失慈父长兄。他从不相信乔家所谓的信使被劫杀于半道的解释。猪狗不如的人与陈俊李肃一样，终有一天他必灭之而后快。现在娶乔女，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除去这桩婚姻给自己带来的心理上的厌恶之外，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至于乔家的那个女儿，他转过视线，俯视片刻前自己刚走出来的射阳新房的那个方向。远远望去，那扇窗牖依旧透出一片红蒙蒙的烛光，在周围一片漆黑的映衬之下，很是显眼。只能怪他自己命运不济了。魏少这样想，脑海里不禁再次浮现出了婚礼时第一眼看着他被人引着朝自己一步步走来时的情景。生得倒勉强还能入眼，身上的肉上下总共加起来，想必也凑不够2两。哼！他下意识地扯了扯嘴角。魏少走后，小乔也不想睡觉了，裹着被在房里枯坐到了天亮。魏少没再露脸。春娘他们进来服侍小乔洗漱的时候，信邸里便有消息在传，说心腹不得君侯欢心，洞房次日便要被送离身边，去往渔阳了。渔阳是魏家基业所在之地，魏少的祖母徐夫人、寡母朱氏如今都在那里。原本做儿媳的去老家替丈夫侍奉长辈尽孝，也是应尽的人伦，但是才新婚第2天就要被匆匆送走，这未免也太丢脸了。春娘起先还在小乔面前强行做出无事的样子，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将侍女拆出去，握住了小乔的手，双眼垂泪。哎呀，女君，婢一早便听闻有仆人4更起夜时，远远的就看到了魏侯，他怎如此大早便出了房？莫非你忘记了婢之前的叮嘱，触怒了他，他才今日便送你去渔阳？春娘的意思
说白了是说现在信邸里的下人都在传，昨夜洞房里房事不调，魏侯对心腹不满意，所以今天就要打发他回老家了。小乔心里的那种委屈和郁闷也是没法讲，他总不好告诉春娘，新郎官魏少喝得醉醺醺的回来，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自己睡了。他熬到了下半夜被冻醒，不过想拿条被子取暖，就差点被魏少给当成刺客弄死了吧。这位平日到底是干过多少亏心事，才会连睡梦里都草木皆兵，警觉成了这个样子。我并未得罪于他，昨夜他也未沾我身，他只是不喜我罢了。伯父和魏家联姻本就各有所图，我既肯出嫁，心里也早有准备。去渔阳也无妨，迟早要去，何必纠结早晚？至于旁人说什么，由人说便是了，我不入心，你也莫难过。像这样的情况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以后必定还会有类似的发生。小乔不想让春娘空怀希望，再一次次的失望，索性借了这个机会和她说明了。春娘，你名为婢，我视你为半母，我嫁到魏家，身边就只有你一个是我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我盼着你也能坚定心志，往后遇事能够助我一臂之力。春娘发呆，定定地望着小乔。朝阳正从东窗里照射进来，投到了梳妆台侧，金黄色的阳光将小乔幼嫩的肌肤打上一层暖暖的色调，连耳垂上的一根根细微绒毛都能看清。小乔望着春娘在微笑，眸光盈盈，里面若有宝珠流转。这样的一个女君，既是春娘熟悉的，又带着陌生，却不知道为什么让春娘从心底里慢慢地滋生出了底气，浑身也像是有了力量，一种想要奋不顾身保护她的欲望油然而生。女君教训的事婢记下了，婢这就替你好好梳头打扮。春娘迅速擦去眼泪，爬起来站到小乔的身后。今天我一定要替女君再好好打扮一番，就算走也要走得漂漂亮亮的，绝不能给信邸里的这些人再留笑柄。信都北上到渔阳，路上需要大半个月的时间。钟敖先前被徐夫人派来这里备办婚礼，现在婚礼完成，女君北上，他自然也同行回去。护送女君北上的人也还是魏良。魏良对乔家深恶痛绝，当年小乔父亲乔平来魏家吊唁时，灵堂上就是魏良带头拔刀怒对。他对如今的小乔自然也没有好感。第一次看见小乔，见主公要娶这样一个女人，心里就对小乔下了祸水的定义。现在他又要护送小乔去渔阳，心里不愿，但这个任务是公孙军师派给他的，他推却不掉，并且心里也明白，这个乔家女虽然往后注定没人会待见，但主公既然娶，就说明用处还是有那么一点的，所以也只能再次勉强答应下这趟差事。魏良备好车马，点选了随从，着人将小乔随身行李抬出来安置好后，便等候在信邸门外。小乔也没让人久等，收拾好后，日头也才不过升上屋顶的高度。小乔带着春娘和几个侍女，从射阳社的新房里走了出来。前面那道门过去，就通往大门外了，有几级台阶。昨夜大寒，春娘唯恐街面还有残兵，便伸手扶住小乔。小乔略微提裙，低头下台阶时，觉到身边的春娘忽然停下了脚步，接着衣袖被他轻轻地扯了一下。
小乔抬眼，看见魏少就站在前头不远的道旁，身侧有一个身量略微消瘦、留3绺胡须的中年男子，面容清瘦，目光炯炯，脸色看起来带了些病态，像是魏少身边的文官。先前春娘已经打听过，得知魏少身边有个名叫公孙阳的谋臣，颇得他的倚重。这会儿见这中年男子与他同行，便猜应该是那个人了。看他们的样子，似乎也是刚从这里路过，结果就和自己相遇于此。小乔见魏少2只眼睛扫向自己，他面无表情，脚步略一停顿，便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到了近前，小乔面露微笑，朝他唤了声夫君。魏少身边的那个中年人朝小乔躬身作揖，说话时面上带笑，态度倒十分恭敬。哈哈，在下父姓公孙，名杨，是君侯的行军司马。小乔也面带笑意，向公孙阳微微颔首，致意后转向魏少，又道：如此，妾便动身了。往后不能再侍奉夫君，盼夫君自己多加保重。小乔说完，略扶了一扶，没多看魏少一眼，扭头转身便走了。魏少一怔，眉头微微皱了皱，目光定在了他的后背。春娘心中虽对魏少多有不满，但这么遇到了，表面上还是不敢怠慢。见小乔已经走了，忙向魏少躬身见礼，又看了眼那个复姓公孙的人，转身急忙追了上去。等小乔身影渐渐远去，公孙阳又劝一遍：主公，真不送女君出城？以我之见，主公还是送出城为好。周礼婚礼，婚姻为盟，如今虽时风日下，但主上婚姻合构，则更为民所喜，此为人伦之礼。昨日大婚，今日女君便北上，尚可推说战事紧张，只这几步出城相送之路，主公事务再如何繁荣，也不好省略。主公若不送，恐叫城中民众生疑呀。小乔出了大门，魏良和钟敖过来相迎。他上了前头那辆马车，魏良、钟敖等人也各自就位。正要出发，忽然看见魏少出来了，忙去相迎。魏马，我送他出城。小乔已经坐定在马车里了，忽然听到后头飘来了魏少的声音，出于好奇，忍不住还是拨起帘子瞥了一眼，看见魏少就站在大门台阶那里，等人去牵马过来，侧脸对着自己，仿佛在出神地想着什么。忽然，魏少似乎察觉到了来自身后的那道偷窥目光，转过了脸，目光投向小乔的马车。小乔立刻往后缩，啪地放下了帘子。车马出发，上了大街。这个新年的元旦在路上过去了。4、5天后，到了个名叫秋集的地方，穿过前头几里地外的一片盘山道，就是河间的境地了。天快傍晚，暗沉沉的，风吹过来像刀刮似的，仿佛要下雪的样子。考虑到盘山道难走，一行人于是停了下来，就近落脚到驿亭里过夜。小乔坐的马车里有火炉和褥垫，但即便这样，一天下来脚趾头也被冻得发麻。何况钟敖和侍女他们坐的是没有火炉的普通马车，自己这间车厢能再容几人。中午小歇时，小乔曾让春娘去叫钟敖和侍女，让他们一并坐自己的马车取暖。上下有别，主仆不可混淆。侍女有些怕钟敖，
见钟敖不上，只好也咬牙和他继续同坐一车。这会儿终于投宿了。这间驿亭虽破旧，好歹比外头要暖和许多。进去后，所有人都放松了下来。小乔出钱，请义成让人去买了些猪头肉和酒回来，让魏良和一路护送自己的军士吃酒暖身。义成得知他是魏少家眷，哪里敢要钱？小乔自然也不会让他倒贴，让春娘递过去。义成亲自出去买了回来，烧热上桌。军士对这位体贴人的女君十分感激，围坐下去便吃喝起来。魏良却站在驿亭门口，望着外面乌沉沉的天，神色里仿佛有些顾虑。第二天一大早，小乔就被春娘给叫醒了，说外头下雪了。魏将军早就起身，这会儿人在外头大堂等他上路，刚又打发人来催了。到了大堂，魏良已经等了有些时候了，正急躁着。终于见小乔姗姗而来，心里虽不满，只他毕竟是女君，也不敢过于造次，胡乱行了个礼，粗声粗气地说了声：盘山道难行，怕雪越下越大，早些上路也好早些过去。说完就大声呼喝随从预备出门。小乔知道他急着想把自己给弄到渔阳去。走到客栈外的门檐下，见一夜之间天地就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道旁沟渠里已经积起了伸过小腿的积雪，远处白茫茫的，一阵风卷了过来，整个人打了个哆嗦。马车已经停在门口了，小乔正要上去，对面路上急匆匆地来了4、5个人，看样子像是一早上路的商人，跑到了驿亭门口躲雪，一边跺着脚上的积雪，一边道：将军这是要往河间去啊？前头阻着山道，过不去了。魏良便问究竟，商人七嘴八舌的解释：是啊，我们一早出门，到了山前，见山上石头坍塌下来，堵塞了巨路，根本无法通行，堆得跟小山高似的。一个商人比手画脚：怕是要被堵在这里了，也不知何时才能通行。另一个同伴叹气。魏良一呆，仿佛有些不信，沉吟了下，请小乔先进去稍等，自己带了2个人上了马背，顶着风雪去看究竟。当他回来时，眉头是皱着的，说道路确实被落石给堵死了，今天应该是走不掉了。小乔一听，遮住脸打了个哈欠，转身进去了。侍女将铺盖打开，重新铺好，他便钻了进去补觉。没人再催他了，这一觉睡得神清气爽。醒来时，两边脸颊捂得红扑扑的，脚上擦了冻疮膏，睡之前又套了袜，这会儿也暖洋洋，很是舒服。起来吃了东西，弄好已经是午后了。驿亭前头的大堂里也比早上热闹了许多。这样的坏天气里还在外奔走的，除了少数像小乔这种有难言之隐的苦命人外，大多都是在外行商的商旅。大堂里全是因为道路受阻，折回这里暂时落脚取个暖的。驿丞也没赶他们走，允许商旅暂时留在前头的大堂里，只不许随意闯到后堂里去。魏良一心只想快些把小乔送去渔阳交差，没想到才出来几天，道路就受阻，心焦不已，唯恐今夜若再下个雨夹雪，石块恐怕都要结冰冻在一起，到时想再铲除就更不容易了。等到中午，见雪渐渐有停下的迹象，魏良立刻组织人手前去通路。客商也恨不得早些上路，见这位将军带头了，纷纷呼应。魏良点数了人，带好工具，留下2名亲兵，
命他们在这里照应君侯夫人，自己领着人便走了。后堂，屋里火炉的炭火烧得正旺，暖洋洋的。反正今天无论如何是走不了了。春娘拿出针纸筐，和几个侍女围炉做起了针线。小乔歪在一旁的榻上发呆。忽然有人叩门，原来是奕成送来了一盘刚在火上烤好的栗子，香甜扑鼻。客官，这是刚烤出来的栗子。好的，谢谢。来，给。谢谢客官。春娘给奕成递了些钱，接过栗子。小乔让侍女用帕子包一些，拿去送给在边上另一间房里的钟媪。过了一会儿，侍女回来，说钟媪不要，只叫自己代为传话，说谢过女君的好意。小乔见他不要，也不勉强，便让侍女们分食。侍女很高兴，围坐在火炉边，一边剥着栗子，一边小声地说着闲话。春娘也不做针线了，洗净手，坐到小乔边上，给她剥栗子吃。这个钟媪实在难以亲近，一个下人都这样了。哎呀，也不知道到了那边，那位徐夫人如何，女君的婆母又是如何。唉。他往小乔嘴里放了颗刚剥出来的黄澄澄的栗肉，自己叹了口气。小乔见春娘又开始替自己担心了，便也剥了一颗栗子，强行塞到了春娘嘴里，笑道：难道那边还会有人要把我生吞活剥了不成？春娘，你愁什么？吃栗子吧。着火了！正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喧嚣声，有人高声喊道。春娘一惊，急忙起身推门出去查看，见距离这里不过隔着几间房的一间角落里的屋子，竟然真的起火了。火舌和浓烟正从门窗里往外冒着，看起来像是从里头烧起来的。隔壁钟媪也闻声而出。那个奕成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一边命人扑火，一边向闻声而出的小乔赔罪，说那是个杂物间，也不知道怎的突然就起了火。看火势很猛，唯恐烧到这里，只能请君侯夫人先到前堂暂时避一下。着火了！救火呀！着火了！快来！那边，拿水来！拿水来！水来了！快！春娘飞奔回到屋里，帮小乔拿了披风出来。钟媪带着侍女回房收拾了些细软，随后也出来。一行人簇着小乔到了前堂。驿亭里的人都跟随魏良去通路了，扑火的人手不够。奕成匆匆又跑了回来，央求借那2个随从一道救火，被钟媪一口拒绝。各司其职，他2人有要务在身，便是守护女君。钟媪话音刚落，砰的一声，身后那扇大门忽然被人推开，几个看似商旅手上却持刀的人冲了进来，二话不说，朝小乔的方向就扑了过来。护住女君！钟媪反应极快，大叫了一声，自己便冲到了小乔身前，将他挡在身后。春娘也跟着反应了过来，扑到小乔身边。那2个随从平日训练有素，虽以少对多，也没有半点犹疑。见状立刻拔刀，并排迅速地挡在了最前头，与对方对峙着。何人竟敢冲撞幽州咽喉家眷？钟媪厉声斥问。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踏雪之声，几乎就在眨眼间，大门口竟闯驰入了一匹白马。
马上高高坐了一个男子，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楚脸，但从身形判断应该是个男子。他骑术惊绝，御马闯入后没半刻停留，卷裹着一阵风雪的寒气，朝着小乔便直驱而来。护卫挡不住汹汹马势，只能往两边避退。白马转眼到了小乔近前，撞开了前头的钟媪和春娘。随着侍女发出的一阵尖叫，小乔已被马背上的男子俯身抄上了马。骑士随后一个急停，白马掉头，驮着两人便冲出了大门。起先那些扮作商旅的人呼啸一声，转眼也退得干干净净。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几十秒的时间。钟媪和春娘被马冲撞开时，各自受了些挫伤，不顾疼痛从地上爬起来追到门口。那匹白马已经奔出去了半里余地，变成雪地里的一个白点，转眼就消失在了茫茫的雪原之中。风裹着雪，劈头盖脸地朝小乔面门扑打而来，他几乎不能睁开眼睛，在马背上犹如天旋地转，不辨南北。小乔出于一种自救本能，奋力挣扎时，耳畔一个声音传来：“慢慢，是我。”这声音有些耳熟。小乔停止了挣扎，身后那男人也将他恢复成了正常的坐于马背上的姿势。小乔睁开眼睛，转头看到斗笠下露出了一张俊朗的面孔。狼牙世子刘演，这已经非同小可。小乔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突然冒出来将自己劫走的人，竟然会是刘演。慢慢，别怕，马车就在前头等着了。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向你解释。刘演神色绷得很紧，不时地回头看一眼身后，安慰了几句小乔，用力夹紧马腹，重重抽了一遍。马匹放开蹄子朝前狂奔。小乔反应了过来：“刘世子，我不会和你走的，你放我回去。”刘演却充耳未闻，非但不停，反而更加用力地抽鞭催马。一口寒风倒灌进了小乔嘴里，吞没了他的声音。小乔被呛了一下，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刘世子，放我回去。前面路边已经停了一辆双四马车，白马拖着二人驰到近前，马车上飞快下来了两个接应的人。刘演飞身下马，将还在咳嗽的小乔强行抱进了马车，自己跟着上去。乡门一关，马车便拐了个方向往东疾驰而去。上了马车，刘演神色终于微微放松了些，见小乔还趴在那里咳嗽，面露怜惜，一手轻轻环绕他肩，另一手拍他后背，低声安抚道：“慢慢，吓到你了吧？别怕，我带你走，往后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小乔终于止住了咳嗽，直起身体，避开了他圈住自己的手。刘世子，你不能这样把我带走，我必须回去。刘演仿佛怔住了，定定地望了小乔片刻，忽然苦笑了下，目光苦涩。慢慢，莫非2年不见，你对我竟也生疏了？从前你不会这么称呼我的。过往记忆从小乔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刘演13岁来乔家，18岁回琅琊，4年和自己订婚。如今他21岁。他在乔家生活的这5年，虽名为落难，
但乔家依旧礼遇于他。乔平为他聘最好的骑射教习，搜罗兵书供他研习，以上宾之礼相待。小乔和他确实也两情相悦，婚约本是水到渠成，天作之美。倘若现在的自己还是从前的小乔，小乔会怎样面对昔日情郎刘演，他并不清楚。但他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乔了。刘演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才情或对自己的深情，而是那个曾折磨了他许久的前世最后一刻的梦魇。前世的小乔和刘演，作为一对末代帝后，最后用那样的方式一同赴死，宋之为坚贞也不为过。刘演的后宫他更可以理解，但13岁的刘妃死去前盯着他的那道目光，至今每每梦醒，依然还是令他感到不寒而栗。小乔或许也可以理解刘演处置后宫的方式，这在这个时代被视为理所当然，但他真的无法认同。他也同情前世的悲情后帝刘演，但他确实没法再像从前的小乔一样对他付出相同对等的感情了。现在他不能就这么被刘演给挟持走，他的心里只有这一个想法。世子，伯父毁了你我婚约，将我另嫁，是我们乔家对不住你。但今非昔比，我不是从前的那个小乔了，我已嫁为人妇。世子对我的情深厚谊，我唯有铭记在心。往后遥祝世子万事顺遂，请世子将我送回，或就近将我放下也可。魏将军应该很快就会找过来。刘演依旧定定地望着小乔，忽然再次伸出手，用力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你是被迫嫁给那个魏少的，这并不是你的本心。现在我来带你走，这样不是很好吗？小乔摇了摇头。世子，我还是那句话，我感激你对我的好，但现在我真的无法接受了。何况你这样带我走了，魏少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往后你又能带我去哪里呢？我既然如此决定了，就没打算再回琅琊。那个世子之位，与我也不是势在必得。跟出来的都是忠于我的死士。天高地远，我会带你去一个没人能找到的地方，我们永不分离。刘演说着，神情变得激动了起来。小乔慢慢地从他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对不起，恐怕我是要辜负你了，我不会和你这样走掉的，请你让我回去。刘演清俊面孔之上，脸颊原本因为激动而泛出的红晕慢慢地消退了下去。他就这样盯着小乔，一动不动，也不说话，仿佛入定了一样。马车依旧在道上飞速地疾驰着，车身因车轮不时压过路面的凹凸而剧烈的跳动，颠簸的厉害。刘演此刻的眼神忽然让小乔感到有些不安。世子，小乔试探着轻轻叫了他一句。刘演仿佛忽然回过了神，哦了声，脸上重新露出微笑。曼曼，你当时受了惊吓才胡言乱语，你别怕，一切都听我的，我也安排好了，我们往后会过得很好的。刘世子，为我放弃你现在的一切真的不值得，我也不会和你走的。过去的就过去吧，请你放下我。刘演盯着他，
面上的笑容再次慢慢的消失了。曼曼，你实在令我不解，更叫我失望了。他忽然一字一字的说道，语气空洞。你知道我的心，日月可见，三生不移。2年没见到你的面了，我在琅琊几乎无时不刻思念。去年好容易借着你伯父寿日去了趟东郡，原盼着能见你一面，没想到你避而不见。终于等到婚期将近，你乔家却突然送来一个解约的消息，你叫我如何自处？我刘演虽无能，也不能忍这样的夺妻之恨。早2个月前我就已经上了路，只是一直没机会。今日连上天也助我，令我将你重新夺回。我只是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了？你是有难言之隐，还是真的也变了心，背弃了我们从前的誓约？曼曼，你如今顾虑重重，我知道，但你跟我早就是了，不用多想，等过些时间你就会想通的。你难道忘了从前你是如何对我说的？最后他的语气重新又变得温柔了。小乔闭了闭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世子，我……他有些艰难的开口，话音未落，马车仿佛遇到了什么意外，忽然硬生生的减缓了速度。因为惯性，小乔整个人朝前扑摔了过去，刘演一把扶住了他。怎么回事？马车停了下来，刘演从窗中探头出去，厉声喝问。他忽然一呆，正前方数丈之外的雪地里，一列马弓手横在了路中间，拦住去路。弓弦已经张满，蓄势待发。刘演神色微微一变，命车夫掉头。身后的雪地里瞬间却也赶上了相同的7、8个马弓手。接着侧旁出来一匹马，马上坐了个身披甲衣、手持画戟的年轻小将，姿态狂放，以及指着马车放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乃滨州陈瑞，刘世子，你将魏少之妻留下，我敬你是汉室宗亲，绝不为难于你。陈将军，我琅琊素来与你滨州井水不犯河水，你今日这样强加阻拦，是何道理？这陈瑞也听闻过兖州巧女美貌，只是没想到竟美到了这等地步，一剑之下几乎魂飞魄散。见刘演拔剑怒指自己，这才回过了神，也不恼，以指推开剑身，往后扬了扬下巴。刘世子，我身后人数数倍于你，若不是看在你是汉室宗亲的份上，今日我焉能留你性命？陈瑞所带的马弓手围了上来，10几柄满弓箭簇齐齐对准了刘演。我劝你还是识时务为好，这美人本也不是你的，我带走也不算对不住你。你且下来，留马车给咽喉夫人。天寒地冻，我可舍不得让她冻着了。陈瑞劈手夺过了刘演手中长剑，几个马弓手爬上马车，将刘演强行从马车上拽了下来。陈瑞再看了一眼小乔，哈哈大笑，砰地关上箱门，翻身上马道：此地不可久留，走了。陈瑞，你敢动他，我刘演和你势不两立。刘演目眦欲裂，追了上去，却哪里还追得上，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众人马簇着那辆马车在雪地里疾驰而去。刘演狂奔朝前，一直追出去了数十步外，脚下一个扑跌，最后扑在了地上。良久，他慢慢地爬了起来，半跪于雪地里，望着马车消失的方向，浑身颤抖，双目通红，
神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见小乔一双玉腕已被勒出了一圈青紫淤痕，顿时心疼万分，凑上去便要捉住他手给他吹揉，嘴里不住的道：美人休见怪，我本也不是如此粗鲁之人，实在是怕你不分轻重胡乱喊叫出来，使我叔父疑心就不好了。你若不闹，我怎舍得对你用粗啊？小乔避开他伸过来的手，侧过身，一边慢慢揉着被捆得麻木了的手腕，一边冷眼打量着面前的陈瑞，一语不发。陈瑞在旁呆呆地看着小乔，两眼发直。昨夜在马车上颠了一夜，小乔此刻面带倦容，眼睛下有一圈淡淡的青色痕迹，鬓发也有些散乱了，但这丝毫没有损他颜色，反倒令他多了一种令人怜惜的娇弱之态。落到这陈瑞手里，说不怕是假的，但小乔多少也有些看了出来，这人色念攻心，也不怕在自己面前丑态百出，这会儿又拿剑威胁，应该只是在吓唬自己。渐渐的倒有些定下了心神。小乔怕他再对自己用强，索性怒道：我乔家在兖州牧民三代也算世家大族，我再不济岂能容你这样糟践？你若再无礼，我宁可去死，也不愿受你侮辱。美人发怒也是别样的风情。对着这样一张宜喜宜嗔的面庞，陈瑞手一软，剑便握不住了，叮的一声落到地上，自己也跟着跪了下去。我不破你了，你是要我娶你才肯从我，这何难？我七尾空悬，娶你正好。陈瑞正说着，忽然外头一阵脚步声进，接着传来啪啪的拍门声，叔父陈滂在脚。陈瑞面露傲色，从地上跳了起来，转身正要出去，忽然又停下，回头对着小乔低声道：别让我叔父知道你是魏少之妻，他若知道了，定会将你送去晋阳。陈瑞叮嘱完，这才去开了门，也不让陈滂看到里面的小乔，出去便带上了门，问道：叔父找我有事。陈滂脸色很是难看，指着门里径直道：你带回来的女子可是魏少之妻？陈瑞吓了一跳，正要否认，陈滂的手指头已经朝他面门戳了过来，厉声喝道：你想引祸至我10亿不成？什么女子不好动，竟动到了魏少的头上，他岂能容忍这般羞辱啊！如今魏良就在城下马战，他人呢？趁魏少未到，趁早送他出去。陈瑞没有料到魏良竟这么快就找到了自己，一愣，见陈滂要推门，到手的美人哪里肯送回去？何况又和魏少有怨在先。陈瑞伸手拦住了陈滂，冷笑道：我便就夺了魏少之妻，那又如何？他有本事就从我手里再夺回去。陈滂顿脚道：糊涂啊！我苦心经营10亿多年，才算维持住今日局面。你正好给他送了一个供我的借口，还不快快给我让开！陈瑞一怔，随即满不在乎道：魏少来就来，我岂会怕他？前次柏陵一战，我不过是防备不够，这才马失前蹄。我正想和他再决一雌雄，等着他就是了。陈滂气得手发抖。陈瑞见叔父嘴唇乌青，想了下，哄道：好容易捉到魏少之妻，岂能说归还就归还？往后传了出去，叫我滨州颜面何存？况且就算如今把他送出去，也是晚了。魏少照样还会来攻，
我已经去信给父亲了，预备拿他换魏少的2个城池。10亿有天堑倚靠，固若金汤。从前魏少父亲不是也来打过，照样没打下来。叔父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你真的去信到晋阳了？陈瑞指天发誓。陈庞迟疑了起来。倘若晋阳那边已经知道了这事，恐怕就不能做出将这魏少之妻归还出去了。陈庞如今骑虎难下，只能先等回音。犹豫再三，回头望了一眼门内方向，恨恨地先走了。陈庞回去后，命人去城头探。回报说那个魏良还在原地抱刀坐于马背。他心知这事儿是不能善了了。回忆当时与侄儿说话时的情景，陈庞终究是放心不下，自己火速写了一封信，加火漆印鉴后，叫了亲信进来，命星夜火速送去晋阳。亲信持信而出，陈庞在房中不安踱步，忽然听到门口一个声音道：“叔父，你这是不信侄儿了。”陈庞抬头，见陈瑞手里拿剑指着刚才出去的信使，逼他退了回来，脸色不禁一变，沉下了脸，怒道：“云姬，你这是何意？”陈瑞冷笑：“叔父，我在晋阳时就常听到有人在父亲面前进言，说你生性怯懦，为博一方美名，不惜向魏少卑躬屈膝以求媾和。你名气是有了，却剁了我晋阳威风。如今我既来了这里，岂能坐视不理？叔父你年纪也大了，好生将养才对。这10亿的事，放心交给侄儿就是了。”他话音刚落，身后奔进来10几个假衣武士，上来就将刀架在了陈庞脖子上。陈庞大怒，涕泪交加，痛骂陈瑞庶子无知：“你小时我就吃你一类，今日果然变本加厉！我苦守10数年的10亿，今日恐怕就要因你不在一个女子手里了。”陈瑞对这个叔父早就心怀不满，听他破口大骂，陈瑞大怒，于是命人堵住他的嘴，押去牢里，又传令下去，称自己遵照父命接管了10亿城防，往后这里一切都由自己调度，如有不从者，军法斩之。陈瑞现在就等魏少前来，只要败了魏少，不但能在晋阳那边一雪前耻，而且从此在美人面前也扬眉吐气，谅他再不敢轻看自己。陈瑞兄一间满是豪壮，亲自带着一列步弓手登上城墙，见城门之下10数丈外，魏良果然还在。陈瑞命步弓手齐齐射箭逼退魏良，自己探身到城墙外，放声道：“去告诉魏少，等三公子我和美人成亲之后，再好好的会会那厮，与他大战300回合。”魏良被剑阵逼得后退了10数丈，见陈瑞在城头狂笑而去，既不知道城内女军到底如何，也不知道刘星马是否已经将消息传到信都。他沉吟片刻，命军士留下继续刺探城内动静，自己上马折返了回去。魏良心急如焚，加上自责愧疚，一路急赶，没片刻停留。傍晚时分，赶到距离10亿100多里之外的庆云之时，远远看到对面道上旌旗展动，尘土遮天。魏良便出示魏少旗帜，直冲入阵。军士认得魏良，见他满面尘土，神情焦急，纷纷让道。魏良径直冲到了魏少面前，下马便翻滚落地，跪在地上叩首道：“请君侯赐死罪。君侯将护送女军之重任交托给末将，末将失职，
这时女君身陷险地，末将本无颜再来面对君侯。等末将攻下石邑，救回女君，末将再请自裁以谢罪。魏少翻身下马，将魏良扶起，问道：“他如何了？”魏良抬头看了一眼魏少，见他目光盯着自己，迟疑了下，终于小声道：“陈瑞那厮在城头放话，说先与女君成亲，再会君侯，与君侯战300回合。”四周空气忽然像是凝固住了，魏少一动不动。片刻后，魏少一边眼皮子忽然跳了2下，锵的一声拔刀，一刀便将道旁一棵碗口粗的老杨柳拦腰啄断。杨柳弯折了过去，呼啦啦的倒了下去。魏少面色阴沉，转过头一字字的道：“传令，星夜上路，攻石邑，杀无赦，活捉陈瑞者，重赏。”这一日，陈瑞安排了城防，将护军、校尉等重要职务委任给自己的亲信后，便旁事不管了，就在小桥跟前转悠。他命人不断捧着珠宝绸缎送到小桥面前，百般讨好于他。终于到了次日傍晚，一切准备停当，新房布置的有模有样，这陈瑞也正儿八经的等到了吉时，命人去房里强行将小乔带出来，要行婚礼之意。正在这时，急报传来，说探子在城外30里处发现有行军正往城池方向而来，像是魏少的人马，很快就要逼到城下了。不想魏少行军如此之快，陈瑞只得暂停婚仪，命探子再去谈。回来报说已经不及10里地了。陈瑞破口大骂魏少坏人好事，一把脱去礼服，命人取来锁子甲、护心镜，全副披挂上身，又举画戟，抖擞精神要领军出去迎敌时，忽然想了起来，迟疑了下，反身匆匆奔回到房中，一把推开了门，对着小乔说道：“美人儿，魏少自己找来送死了，不识好歹，竟敢坏你我好事。你且看着，我这就出城去将他杀于马下。等我取上归来，再和你行拜堂之礼。你等我。”说着取出绳索，3两下便将他手脚捆了起来，最后将他抱到床上放躺了下去，口里安慰道：“美人休怪我又动粗了，实在是对你不放心，怕我不在跟前，你万一想不开有个好歹，那是我悔之晚矣。你且忍忍，我去就回。”说完放下帐子，转身出去，吩咐仆妇在门口看守好，自己才急匆匆地赶到城门口，点选了兵将，翻身上马，立起旗帜，一马当先，引兵将出了城门，陈兵于野，威风凛凛，就等着魏少到来。魏少行军而来，路上早有探子频频传报，得知陈滂已被陈瑞所制。10邑城防将领变更，陈瑞也领兵列阵于城外了，扬言要与自己决一雌雄。魏少便直扑城池而去。到了数里之外，遥遥望见城池之时，两军相遇。魏少遥望对面，阵头处见陈瑞高坐马背之上，画戟横手，两边排开了4位健将，身后竖一面丈余高的毛坯大道，上绣斗大的陈字，迎风飘展，威风八面。陈瑞拍马而出，正朝自己放声挑衅，姿态狂妄无比。魏少恍若未闻，只从左右取过自己的双击贯虎铁弓，瞄准之后立满弦弩，朝着陈瑞放了一发3连珠。剑簇带着撕裂空气的隐隐锐笑，在空中头尾相衔，如绷得笔直的灵蛇，直取100步于外的陈瑞。陈瑞没有防备，大吃了一惊，见风驰电掣间，眨眼便到了近前，
甚至来不及挥几格剑了，也不顾难看，急忙俯身贴到了马背上，这才堪堪躲过了剑簇。头顶一阵咻咻风过，只听身后接连3声闷响。回头一看，3支剑簇竟连贯深深定入了旗杆，虽100步之外，力道依然贯穿万粗的杨木，剑尾嗡嗡乱颤，旗杆木屑飞扬。又一阵风卷过，咔啦啦的轻微一声，那旗杆硬生生的夭折成了2截，带着那面大旗落到了地上。两军静默片刻，忽然魏少一方发出了一阵整齐的虎威笑声，军士齐齐以盾遁地，若旗滚雷，声震地面。而陈瑞阵前，将士面面相觑，竟鸦雀无声。两军还没开仗，气势就先输了一大截。陈瑞后背被惊出一身冷汗，见大旗折断，气势先输，不禁恼羞成怒，坐直身体催马出列，大声向魏少挑战。魏少慢慢收了弓弩，面色冷凝，并未加以理睬。魏良已经催马出列，朝着陈瑞迎去道：陈瑞小儿，先赢过我，再论别的。早有陈瑞边上的副将张贡拍马迎了上去，却哪里是魏良对手，才几个回合便被斩于马下。又有另一副将刘向出来，依旧不敌，重伤跑马而归。陈瑞所领的这些副将都是陈滂的人。短短2天，陈滂权力被夺，陈瑞又自高自大，听不进去半句旁言，动辄以军法威胁。众将本就心思不定，此刻对阵，先是魏少一发强弩震慑两军，大旗落地，先失士气。现在张贡、刘向又一个死，一个重伤，其余人哪里还有心思应战，纷纷面露犹疑，再不肯有人出列。若论单打独斗，魏良生平极少败仗，这次马失前蹄，在自己手上丢了新婚女君，视为奇耻大辱，恨不得立刻杀进城池夺回女君。此刻见对方无人应战了，魏良怒吼一声，竟然单枪匹马朝着陈瑞而来。众人惊骇于他的气势，纷纷后退。陈瑞无奈，自己挺了出去。两人马上一个照面，魏良一把大刀砍杀而下，力如千钧。陈瑞竟然手臂发沉，勉强才隔开脱身。害异于魏良神力，这才有些后悔自己轻敌，心知缠斗下去应该讨不了好。陈瑞脑筋转得极快，应对片刻之后，一个虚晃，拍马转身，带头朝城池奔去，号令退守城内，死守严防。众人见他掉头，拍马往城池去了，阵脚顿时大乱，军士也不顾阵法，争相跟着往城内涌去。一场鏖战终于结束，此时已是深夜。陈滂受伤被生擒，10亿守军伤亡大半，其余归降。魏少麾下众将士虽也疲累不堪，更有不少受伤挂彩，但攻克下10亿，军心振奋，到处都是欢呼之声。副将李崇处理战后事项，清点并安置死伤，公孙阳安排人手扑火。魏少这边往太守府大步而去，行了一半路时，公孙阳与一个军士长匆匆相向而来。那军士长见到魏少，飞奔到他的面前，单膝跪报，说已派人追击逃走的陈瑞，但并未找到女君。根据太守府下人供述，女君当时就被关在那间布置好的新房里，而起火源头就是新房所在。当时奉陈瑞之命看守他的仆妇见室内火光起，开门查看，
但烟火旺盛，以至于迷了眼，匆忙叫人来扑火。奈何火势过大，很快就引燃了整座屋宇。这个军士长已经派人去附近到处寻找过，但仍不见女军踪影，料想极有可能已经葬身火海。军士长报完，望着魏少，神色有些不安。魏少停在原地，微微仰头，遥望不远处那片依旧烧得冲天的熊熊大火。他的面上、身上都还沾着大片的血污，铠甲映照着对面的火光，神情里便也带出了些狰狞的杀戮之色。魏少起先微微出神的样子，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传我的令，杀陈滂，家中丁口尽灭，女子投为营妓，降族活埋，一个也不留。片刻后，魏少一字一字的道，语气却颇为平淡，并不带任何的气氛。公孙阳吃了一惊，看他一眼，见魏少双眼泛血红赤色，目光杀气浓重，急忙要上前劝阻。还没开口，魏少已道：先生不必多话，我意已决。公孙阳踌躇时，身后又一军士长飞奔而来，此人却面带喜色，远远就大声喊道：君侯，找到女军了！找到女军了！女军藏身在上风处的空马厩里。公孙阳大喜，急忙快步迎上去问个究竟。那军士长报说，女军平安无事，只是双手手腕被火疗伤，看似伤得不轻，现在已被带至安全之所了。公孙阳转头复述一遍，望着魏少神色，劝道：主公，陈滂不可杀，留下有别用。11剩余守军也降了主公，坑杀视为不降，望主公三思。他劝完，见魏少虽未点头，却也没发声，暗松了一口气，想了下，又劝道：女军无事便好，只是这一番波折，想必受了不少惊吓。主公何不去探视女军？城里剩余事务，交给我便是。烦劳先生派个军医给他治伤，再着人看守好，莫再有事。我另有事，先去了。魏少丢下一句话，转身走了。公孙阳望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吩咐了下去：太守府余火未灭，暂时不能入住，所有伤者都安置在东城的六曹衙门。魏少回城已是4更多了。陈滂早先储备有10几架的水龙，军士以水龙压火，火势至此终于被扑灭。太守府虽大半被烧，粮仓也稍有波及，但只损了几百担储粮而已，余下安然无恙，火情也没有波及到近旁民房。公孙阳正在火场附近指挥收拾残局，忽然看到魏少来了，忙迎上去向他汇报。公孙阳也1天1夜没有合眼了，但精神依然很好，甚至称得上兴奋。简会完毕，笑道：恭喜主公，今日顺利攻克10邑，占有门户，娶姬娘指日可待。魏少微微笑了笑：先生费心了一夜，天也将明，于是吩咐下去便可。先生先去歇息。公孙阳应了，想了下又道：太守府这把火来的倒是及时，可谓助了攻城一臂之力。只是火起的有些蹊跷，方才我自作主张，随军医一道探视了女军，果然是女军为脱身所放。他将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赞道：看不出来，女军貌似娇弱，竟能忍痛对自己下这样的手，过后又借火脱身，也可谓临危不乱，心有章法。我见他2个手腕实在被火燎得不轻，布满了大小燎泡，形状堪怜，
连我见了都于心不忍啊。军医替他诊治时，竟也没抱怨半分，反倒宽慰于我说自己无事，实在是令我刮目呀。小乔此刻被安置在了一间内室里，床榻俱全，也很干净。公孙阳离开前，命太守府的2个仆妇在外随侍，又留了一队士兵通宵把守着通道和前后出入口。小乔知道自己终于安全了。手腕上传来的阵阵依旧像被火烧着的疼痛，却又折磨得他根本没法睡去，只恨不得把腕上那块皮肉给剥去了才好。方才公孙阳和军医还在时，他一直强忍着不想有所表露，现在跟前没人，周围也安静了下来。小乔疼得忍不住竟掉下了眼泪。现在跟前没人，周围也安静了下来。小乔疼得忍不住竟掉下了眼泪。他默默地掉了一会儿金豆子，也不知道是军医给上的药起了作用，还是哭过之后心里觉得舒服了些，手腕上的疼痛渐渐似也轻了些。小乔面带残泪，最后靠在床头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魏少和公孙阳分开之后，往小乔住处走去。2个仆忽然见走廊尽头走来一个男子，虽年轻，步伐却隐带威势。又见廊下守卫向他行军礼，呼他君侯，便知是房内那个女君的丈夫咽喉魏少来了，慌忙迎上去，分跪在了两边。魏少停下，看了眼窗里透出的烛火，问房里动静。先前那位公孙使君和军医走了后，我们2人就在这里听差，片刻也没离开过。房内女君一直没有呼用，应是睡下了。魏少走到门前，稍稍停了一停。被陈瑞掳走不假，但过程中仍有异动，不如趁这机会找他问上一问便清楚了。魏少这样想，心里坦然了，于是抬手推门而入，绕过迎面那扇屏风，看到小乔合衣躺靠在床榻的一头，被巾盖到腹上，脸朝里一动不动，应该确实如那仆妇所言睡了过去。魏少径直走到了床边，正要叫醒他，却瞥见他朝外的那侧面颊似乎带着些残余的泪痕，目光定了一定，便往下转向了他的手。小乔的2只手此刻手心朝上的轻搭在背巾之外，肌肤腻润可见，唯独中间那段手腕处却缠着白色的一圈细软麻布，隐有药膏的暗色渗浮了出来，看起来很是突兀。魏少看了片刻，视线再次挪回到了他的脸上，烛光从侧旁照来，穿过了幔帐，半明半暗地投洒到了他的脸上，令他长长的眼睫在下眼睑上投映出了一圈安静的扇形暗影。他的脸微微朝里，魏少便只能看到他半张柔美的侧颜线条。昏烛罗帐影，美人独卧眠，宛若一只隔着雾的海棠。单纯对于男人的视觉来说，自然是一种能够带来愉悦的享受。魏少是个正常的男人，反正小乔睡着了，便又多看了一眼。他这才留意到小乔的唇角天生生的微微上翘，此刻或许因了手腕痛楚，睡梦里他的眉心分明是微微蹙着的，却因这抿着的微微上翘的唇角，睡容也凭空的增了几分娇憨之态。魏少注视了片刻，忽然有些不想叫醒他了，收回目光，转身走时，床上的小乔却仿佛感觉到什么似的，眼皮子微微动了动，慢慢睁开眼睛，模模糊糊看到床前有个人影微晃，大吃一惊，低低呼了一声，人一下惊坐了起来。
谁？是我。这会儿他也已经看清楚了来人，慢慢的吁了一口气。小乔猜测魏少应该是有事才来的，而且十有八九是和自己被掳的经历有关，便没再说什么，坐在那里微微仰脸望着他，等着他开口。过来是想跟你说一声，好生养伤，渔阳暂时不用去了，等过些时候我也要回，到时顺道再带你一起回。小乔有些意外，但也没说别的，只看着他轻轻的嗯了声。魏少瞥了他一眼，转身出去了。小乔听到门外传来魏少吩咐仆妇好生伺候自己的说话声，接着脚步声渐渐消失了。小乔慢慢的重新躺了下去，心里隐隐觉得仿佛有些什么不对。关于自己被劫持的经过，魏少没问，是否表示他并不知道刘演才是那个最初劫走自己的人？如果魏少一直不提，那自己是否也能装作没那么一回事儿，就这么混过去了？4日开始，魏少在城中发布公文，安抚百姓，接管衙门，一连几天忙碌，没再露面。小乔也没有出门半步路，就一直在房里吃喝睡觉养伤。4、5天后，那2个服侍他的仆妇来请他出门上马车，小乔才知道是要回信都了。魏少将10亿交托给公孙阳，魏良和那些受伤将士继续留下养伤，留大半人马驻防，自己领余下部曲，顺便带小乔回去。小乔跟着魏少一行人马顺利回到了信都。春娘他们早于小乔已经先回了。当晚，小乔沐浴。小乔靠在浴桶的边上，热水浸泡到了他胸口上方，水线随着春娘的划水动作微微起着波动。他整个人泡在里头，暖洋洋的，舒服的快要睡了过去。女君，有句话，你不知当讲不当讲。小乔闭着眼时，忽然听到春娘在耳畔低声说道，便嗯了一声。你总觉得那日在驿亭里骑马劫走了女君的人有些眼熟。春娘的声音贴着小乔耳朵传了过来。小乔一顿，睁开了眼睛，坐直转头望着春娘，见春娘也看着自己，神情里有些不确定，但更多的应该还是担心。小乔看了出来。女君，春娘望着他，轻轻叹了口气。那个人确是陛想的那位公子吗？刘演在乔家住了多年，后来虽离开，也几年过去了，但一个人的形貌特征，就算随着成年有所改变，大体总是维持不变的。春娘能认出来也属正常。小乔望着春娘充满忧虑的一双眼睛，迟疑了下，抚到她耳畔低语：春娘放心，他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春娘愣了，神色变得更加忧虑。魏侯他知道这事吗？春娘几乎用耳语般的声音在小乔耳畔问。小乔摇了摇头。他攻下10亿的那晚曾来见过我，我以为他是要问我当日被掳的经过，他当时若问，我也说与他，但他没问，我便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春娘出神了片刻，但愿事情就这么过去吧。他叹了口气，外头忽然传来砰的一声，房门似乎被人一把给推开，隐含了些粗暴的怒意。君侯，君侯，女君还在御房沐浴。
侍女的声音随之传来，能听出惊慌。小乔睁开了眼睛，春娘也愣了一下，随即安抚般的拍了拍她的肩，自己急忙起身，正要去迎。一阵脚步声近，屏风后人影一晃，那道低垂着的帐幔就被人一把给扯开，魏少径直闯入了御房。立于四角的青铜同仁柜烛台上的烛火微微晃了下，弥漫着香软雾气的这个空间里，随着魏少的突然闯入，空气仿佛也迅速的冷却了下去。魏少站在那里，神色非常冷漠，目光却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怒意。魏少扫了眼对面还坐在浴桶里的小乔，出去。春娘知道魏少在和自己说话，压住心里的不安，微微颤声道：君侯是来寻女君的，女君尚在沐浴，请君侯容婢先服侍她着衣。滚！魏少蓦地提高了音量。春娘肩膀微微抖了一下，却依然倔强的半躬身挡在小乔面前，不肯出去。春娘，你去吧，无事的。小乔慢慢的道。春娘回头看了一眼小乔，终于低头默默地从魏少身旁走了出去。浴房里剩下了二人，烛台上的烛火静静燃着，放出暖黄的光。魏少就这么阴沉地盯着浴桶里的小乔，气氛压抑而诡异。小乔不动声色地往下缩了些，让水面没过了自己的两边肩膀。只是身体刚动了一下，那个男人就过来了，几步跨到了浴桶之前，双手砰的一声，砸也似的分撑在了浴桶边缘。水面受他力道波及，忽的起了颤纹。魏少俯下身体，逼视着小乔的眼睛，用一种似乎极力才隐忍下了怒意的声调，咬牙切齿，一字一字的道：为了将你解除，10亿城头之下，我的将士折损了多少，你可知道？魏阳纵横无敌，也差点殒了性命。你安敢水性至此，瞒我与琅琊刘烨暗通款曲？小乔肩膀微微一抖，心脏立刻狂跳了起来。果然，他还是知道了这事儿，仰脸望着他道：能容我出来，先穿上衣裳，我再解释给你听吗？魏少盯了小乔眼睛片刻，接着视线沿着他那张泛着蒙蒙水雾的粉红面颊往下，极其轻慢地扫向小乔还来不及缩到水面下的肩膀和胸口。小乔顺他视线低头看了一眼，飞快地再次缩到水下，只露出一段脖梗。魏少见状，唇角微微地扭了扭，露出一个带了明显恶意的讥讽般的表情，不再看他了，直起身体，转身拂袖就去了。给他穿。魏少的肩膀微微动了动。夫君，你应能容我叫你夫君吧？我知你怒气所在，怕你听我解释。小乔抢在他说话前开了口，朝他走去几步，最后停在距他几步之外的一盏烛台之侧。魏少起先仿佛微微一怔，眉头随即皱了皱，但最后终究还是没说什么，脸色依旧铁青。我想你应已经知道了，那日在秋季驿亭里，最初掳走我的人确实不是陈瑞，而是琅琊世子刘烨。魏少眼睛微微眯了眯，冷冷道：他一路尾随，郎有情妾有意，你二人倒情比金坚。你方才进来质问我，我便猜想你误会了。我与刘世子从前确实有过婚约，但已数年未见面了，更不曾私下有过交通。年初我伯父过寿，他不远千里来到我家中，当时我二人也未碰面，此事千真万确，你可去查证。这回他忽然现身劫走我，我也是始料未及，绝非事先与他有所约定。我之所言，
句句属实。若有只言片语的违心，天公惩我。小乔语调不急也不缓，说完便望着对面的魏少，魏少也盯着他。两人四目相对了片刻，魏少的目光依然有些阴鸷，小乔却十分坦然，没有丝毫躲闪。渐渐的，魏少原本硬得几乎发僵的面庞线条终于有所缓和。小乔心里刚松弛了些，却听魏少又冷冷道：我却听闻，那位琅琊世子少年起就因避难，长居于东郡乔家。你二人既朝夕相处，两情相悦，又早有了婚约，何必做成了今日的难看局面？我魏少何患无妻？至于娶一个心有旁骛的女子入我魏家之门，乔家竟敢如此羞辱于我，视我为何？片刻后，小乔眼睫毛微微颤了下，悄悄地抬起眼睛，飞快地看了魏少一眼，正好撞到了魏少的目光。他正皱眉看着自己。其实，就在片刻之前，小乔瞥了眼门口的方向，声音也微微地提高了些。我正与春娘提及这事，我诚有心让你知道，又怕你不信。若我自己说了，却惹你起疑，我便百口莫辩了。不想这么巧，正好夫君你就气势汹汹的进来质问我了。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目光里流露出一丝委屈。半晌，魏少神色再缓，只是目光依旧沉沉。你说的当真？小乔又慢慢地抬起眼睛和他对望。我知你心里误我，娶我更非出自你的本意。大约你也从没有想过真以妻子来待我，但我却不同，出了母家踏入夫家之门，便没想过有什么回头之路。成为你的妻，我自当克己奉礼，只是有些事实在非我一弱女子能以己力一手扭转的。此次路上意外，诚非我愿，我却又能如何呢？刘世子之举虽也不该，却应出于不忘旧事，对我也依旧以礼相待。待我辗转落入陈瑞那厮手中，便如豺狼在侧，为免遭玷辱，我能做的也不过是战战兢兢，勉强自保，拖延一时算一时罢了。他停了一下，语调转为低沉哀婉。当时我之绝望恐惧，又有谁能施以半分同情？所幸最后你来得及时，我总算免遭厄运，但叫你如此折损了将士，倒确实是我的错了。小乔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甚至没了声音。他不再说话，眼睫看着也是微微垂落，实则却在悄悄地偷看着对面这人的反应和神色。他猜测这魏少也不知怎的，应是知道了自己起先是被流言所结的事，这才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发难。小乔起先和魏少说的种种，原也不过只是在和他虚与委蛇，目的不过是想打消他的疑虑，免得自己以后日子更加难过罢了。只是诉到最后，想起自己当时身陷绝境时的那种恐惧无助，自救时皮肉被烛火燎烧的痛楚，眼前又浮现出当日出嫁离家，父兄对自己的百般不舍，鼻头一酸，忽然就忍不住了，眼眶微微泛红。罢了，我也知道你本就是勉强才娶了我的，你若实在不信，如今又怪我连累了你的将士，你索性将我休回兖州便是，我绝不会赖在你这里不走，徒惹你的厌烦。
乔家竟敢如此羞辱于我，视我为何？夫君，你又误会了。我不否认，我与刘世子相识确实由来已久。人非草木，处得久了，焉能无动于衷？只我与刘世子已是过去了。方才我也告诉过你，这2年我年岁渐长，反而与他日益疏远。至于乔魏两家，如今孰强孰弱，你我都很清楚，在我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可说的。我乔家是想借你之力，这才以婚姻求好，何来又何敢有所谓的羞辱？我既听从了家长之言，决意嫁你了，又岂能一心二意？我诚是以清白之身，专一之心入的你魏家之门，心若日月，朝朝可见。倒是生了张能说会道的嘴，全是我的不是了。魏少脸色依然绷着。既然问心无愧，我从石邑将你救回来，至今也多日，你为何一直隐瞒不告诉我实情？你攻下石邑的那晚，曾来看我，当时我心里就想，只要你问及我路上被掳之事，我便立刻告诉你实情。只你当时没有提及半句，开口便叫我好生养伤，暂时不必急于北上。说完你就匆匆走了，我何来的机会开口呢？当时情景，你应留有印象。哼，回来信都呢？至今你为何也半句不提？夫君，我随你回到信都的这些天里，终日就在这射阳居内，半步也不曾出去。你却忙忙碌碌，回来后我与你一直未曾碰面过，就是此刻我才第一回得以见到你的面。我也知道你不待见我，纵然我有心，又何来的机会和胆气去找你主动提这种事呢？魏少神色微微一滞，小乔也沉默了，垂下了眼睛。乔女的辩解，这原也在魏少的预料之中。没想到的是，自己偏就听进了他的辩解。随小乔言语，心头原本冒出来的那股怒火，不知不觉慢慢的消退了下去。见小乔此刻模样私密，和平日人前的情态大不相同，魏少心中忽然生出了一种淡淡的怪异之感，立刻将印在脑海里的那一幕给驱了出去。魏少抬起视线，又见小乔面颊沾泪，梨花带雨，且多少也听出了他最后那句话里似有负气。魏少想自己一时没克制住，刚才闯进来时应该确实吓到了他，心里不禁微感后悔，皱眉瓮声道：哪里来的这么多胡思乱想？我说过休你回去了吗？小乔侧过脸，抬手飞快抹去脸上泪珠，没有说话。房里沉默了下来。魏少见他不再转脸朝自己了，眼睛只盯着斜旁桌上的那盏烛台，仿佛那是一朵花似的，有的是看头。忽然感到有些没趣儿，迟疑了下，说道：你先把头发擦擦，早些睡了吧。说完转身快步便走了。他这一走，小乔一直绷着的肩膀慢慢的松垮了下来，长长舒出一口气，有些乏力的靠在了侧旁的桌边。这晚的风波过去，一切和原来并没什么两样，只在2天后，钟骜给小乔送来了金帛各若干，除此还有2盘平日不大见得到的羌桃和安石，国进贡才有的水晶石料。钟骜说是君侯吩咐送来的，小乔略感意外，猜测应该是魏少就那晚事的一点弥补的意思，便应景笑了笑说请转告君侯自己很是感激。春娘忙让侍女接过这些礼品，再三的表示感谢。女君，
老夫人年迈，身旁需必伺候，必明日先行启程回去，不能再服侍女君。女君在此再安心留居些时日，待与君侯一道北归，到时便可拜谒老夫人了。钟傲临走前忽然这么说了一句，说话的态度也和从前差不多，还是一样的端持冷淡，但却是这些时日以来小乔听到的他对自己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了。并且他留意到钟傲的话里并没有提及在渔阳魏家的另一个女人，魏少的母亲朱氏朱夫人。他说了几句路上祝安之词，钟傲朝他略拜了拜，转身离去。魏少倒也没限制小乔外出，但小乔一次也没出去过。他的生活依旧很单调，唯一的乐趣大约就是每天黄昏的时候登上坛台，俯瞰夕阳下的城池或城墙外的远方了。有时小乔站在坛台的顶层，偶然会看到疑似魏少的一行人马进出城池的身影。魏少似乎真的很忙，忙得就像一条狗。小乔在心里想到。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从指缝里流过，天气渐渐变得暖。魏少正站在通往东屋的甬道岔路口，应该是在等他。魏少平日除了战袍，便服仿佛只着青色。在信都时，好几次小乔偶遇到他，见他总是一身青色深衣，幸好那张脸还能看，所以倒也不显老气。此刻他也是一身青色深衣，但和小乔身上的相比，样式十分宽松，腰间束了一条镶白玉的宽腰带，衬得他窄腰宽背，背影笔直。正有风从他身侧袭过，卷起了一侧衣袂袍角，少了平时着战袍时的刚烈，看上去倒有几分潇洒风流的意思了。其实小乔从听到丙女传话走到这里，最多也没超过半刻钟。庭院的路不算短，走走也是要费些时间的。魏少却仿佛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双手背在身后，听到脚步声近，扭头见小乔来了，转身便往东屋方向走去。魏少步子迈得快，加上腿长，很快就落下了小乔一段路。小乔起先还加快步伐，见实在追不上了，冲他背影喊道：夫君，你行慢些可好？魏少仿佛一愣，停了下来，扭头瞥了他一眼。小乔提起裙裾，急走了几步，追到他身侧，微微笑道：我为拜见长辈，穿得正式了，裙裾略窄，走不快路。夫君你个头比我高，腿脚也长，若再走快，我便只能跑着追了。小乔如今站在魏少边上，个头只及魏少肩膀，在后世这样的高大与娇小，倒还能赚个所谓的最萌身高差。这里真落到小乔的头上，可就没那么美了。魏少又瞄他一眼，他说完便抿上了嘴，两边唇角自然的微微上翘，双目晶莹，笑着望他。魏少其实并不是很想理会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对着小乔却有些拉不下脸，最后勉强应了声，脸上神色更僵冷了，略微扬了扬下巴，示意小乔跟上自己，转身再次朝前走去。这回魏少的步伐果然缓了下来，小乔很轻松地和他同行，步入了东屋。朱夫人沉着脸，脸目面朝儿子，分毫没看向小乔。小乔跟随边上的男人行完叩见之礼，还不能起身，双手奉上那副准备好的针线活，高举过顶，等着人来收取。他低着头，双手举了良久，一直没有动静，直到两边胳膊开始发酸，有些举不动了，还在咬牙坚持时，侧旁突然伸过来一只手，拿了过去，放到了朱夫人榻前。母亲，若无事，
我二人先行告退了。魏少的声音响了起来。小乔放下了胳膊，从柜垫上慢慢地站了起来。他去好了，你且留下，我还有话说。朱夫人冷冷的道。小乔朝榻上的人行了个躬身礼，默默地转身出去了。月儿，你也先出去，姨母要和你表兄说几句话。郑楚玉看了眼魏少，柔声应是，朝他二人行躬身礼，跟着退了出去。仲林，你明日不会真是要带他去拜祭家庙吧？屋里剩下母子二人，朱夫人立刻问道。魏少面无表情，嘴里吐出2个字：怎会？朱夫人仿佛松了口气，哼了声：哼，这样就好。我还道你被这巧女美色所惑，忘了当年你父兄之仇呢。方才我不过是想让他再多些难看，你却好，待我收了那东西，谁要啊？见了就触目。魏少微微皱了皱眉。差不多就行了，儿子等下还有事，总不能一直耽搁在他这里。母亲不喜，扔了捡了，随母亲的意。朱夫人见儿子仿佛有些不快了，便作罢改口道：你这一去又是半年，玉儿对你很是想念。今夜儿子诉巧女放纵。魏少打断了朱夫人的话。母亲，儿子最后再跟你说一次，儿子对表妹没有半点心思。母亲还是趁早寻户合适的人家，将表妹嫁出去为好，免得再空蹉跎了桃李年华，日后悔之晚矣。朱夫人恼怒地看着儿子，半晌：好啊，我含辛茹苦将你养大，你便如此反哺于我。我又不是逼你做别的，我不过是让你纳玉儿入房罢了。你父亲一脉如今只你单传，你年已20又2，实在不小，至今没有子嗣，终于娶妻，偏又娶了个乔家之女。我是拗不过你祖母，她做主，我也只能认下。只是这样人家的女儿，怎能为我魏家开枝散叶？迟早是要休掉的。玉儿到底哪里不合你心意了？你要如此气我？朱夫人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蓦地瞪大了眼睛。莫非你至今还对从前那个苏女念念不忘，迟迟不娶不说，连叫你那个妾都推三阻四？魏少眼底掠过了一道阴影，神色却变得愈发冷漠了，淡淡的道：母亲，你多想了。儿子在外1年到头，终日忙碌于军务，何来空闲去想这些风花雪月？楚玉的事，往后不必再提。儿子另有事，先行告退了。母亲早些安歇为宜。魏少朝朱夫人略躬身，转头便走了。君侯歇在这里。春娘匆忙进来，面上带着微微欢喜的神情，低声对小乔道：这实在是有些意外。小乔错愕之时，魏少面带倦色，抬脚已经跨了进来，径直往御房里去。把我衣物拿进来。他走了2步，忽然瞥到被收拾出来整整齐齐地折叠起来放在案上的衣物和日常用具，停下了脚步，慢慢转过头看向小乔。小乔顿时一脸黑线，急忙走过去挡在前头，用尽量若无其事的语气解释道：仆妇说这里久未居人，我怕生霉长虫，白天各处驱了下虫，当时将你衣物等暂时取出放置在旁，方才忘了放回去。魏少一直盯着他不禁微微气短，声音也越来越低。解释完了，见魏少撇了撇嘴角，又露出那个他有点熟悉的表情。
放回去吧，往后我都住这里。魏少说完，扭头往浴房走去。魏少身上披了件白色单衣，襟口略长，右衽松垮掩至腰间，也没系带，飘飘洒洒的就从浴房里出来。西屋这边，从前就服侍他沐浴之事的几个仆妇手脚麻利的收拾完，躬身退出去。春娘望了小乔一眼，跟着也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房里现在就剩下魏少和小乔2个人。魏少那些东西刚才都已归置回了原位，其中有个尺长的扁平红木匣，已按锁扣住，原本搁在置物架上的最上面一层，这会儿也照原样摆了回去。魏少原本上了榻，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又翻身下榻，径直走到那个靠墙的置物架前，拿下匣子，背对着小乔，仿佛拨弄了一下按锁，忽然回头问：这匣子你可打开过？小乔立刻摇头：未曾。这房里所有你的银用器具，我半点也不曾碰。下人起先收拾时，也只照我吩咐，将东西暂时搁在了一起，怎敢擅自开启？魏少将盖子盖上，放回原位，转身道：往后我的东西不要随意动。不消你说我也知道的。今日确实是我一时疏忽了，往后不会再动。魏少不置可否的样子，走回到床边躺了下去。小乔还站在床前，见魏少上了床，闭上眼睛，仿佛预备睡觉了，心里不禁有点犯上了床，闭上眼睛，仿佛预备睡觉了，心里不禁有点犯难。魏少一回到魏家，居然就一反常态的和自己同居一室了，这实在令他意外。他自然不会认为是魏少突然大发慈悲，要顾及自己的颜面了，更不可能是对自己动什么心思。虽然原因有些叫他费解，但他猜测应该是和傍晚时与他母亲朱夫人的会面有关。这些可以日后慢慢研究，问题是此刻他该睡哪儿啊？他揣测，这男人应该是不愿意自己和他同床的。而就小乔自己来说，2人同床，即便什么也不干，心里其实多少也是带了点别扭的。还站着干什么？魏少忽然说道。小乔一怔，看了他一眼。魏少双目依旧合着，他这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小乔爬上了床，轻手轻脚的慢慢躺了下去，尽量不去碰到魏少。魏少没再说话，眼睛一直闭着，仿佛睡了过去。片刻之后，小乔原本有些紧绷的身体慢慢的也开始放松。就在这时，魏少倏地睁开了眼睛，一个翻身下床，一把抓起搁在岸上的一柄长剑，朝着门的方向就快步走去。小乔略微吃惊，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一边胳膊撑着肩膀半坐了起来，还没回过神儿，见魏少一把拽开了门，剑已出鞘，剑尖正对着门外那个伏在门缝边全力偷听着的仆妇。王傲抬眼见一个人影笼罩下来，魏少现身在了门内，衣襟半开，2道目光却阴沉无比地盯着自己。他打了个哆嗦，双腿一软，扑通便跪了下去，不住地磕头求饶。南君饶命，南君饶命！婢也是无奈，夫人下令，婢不敢不从。魏少眯了眯眼，往侧旁让了一让。睁大狗眼，看个清楚没？王傲哪里还敢看，只不住地磕头哀求。南君饶命，南君饶命！叫你看你就看。王傲战战兢兢，终于勉强抬起头，飞快地往里瞥了一眼。房里灯影昏昏，罗屏暖翠，
隔着垂蔓树丛，隐隐可见床上半坐着的一个朦胧身影。小乔长发垂腰，身影倩倩，形状极其香腻诱人。王傲不敢再看了，闭上了眼睛。可看清了。耳边响起魏少阴森森的声音。魏少蓦地挥剑，在王傲惊天动地的惨叫声中，一侧门框被劈断。王傲本以为剑是劈向自己的，一屁股坐到地上。看清了，最后发现自己没事儿，慢慢睁开眼睛，人已经抖得成了个筛子。滚！魏少收了剑，嘴里蹦出一个字。王傲如逢大赦，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跑了。魏少砰地关上了已经闭合不严的门，走了回来。小乔屏住呼吸望着他，见他面上阴霾沉沉。到了床前，把剑扔在案面，撩开帐子便重新躺了回去。魏少很快就闭上了眼睛。片刻后，面上怒气仿佛渐渐消去了，神色终于恢复了平静。烛火透过帐子，给魏少侧脸的轮廓线条蒙上了一层近乎柔和的光。忽然，魏少再次睁开了眼睛，对上了小乔的视线。看够了。魏少声音很平，带了点冷淡，眉宇间却带了丝掩不住的倦色。小乔急忙闭上眼睛。烛台上的烛火终于燃尽，光线暗了下去，月光从窗前进入，帐幔里也变得朦朦胧胧。魏少呼吸均匀，睡着了。小乔再次睁开了眼睛，目光越过枕畔的男子，望着帐外窗前的那片白色月光。今夜月光很好。小乔进去向他行礼问安，他微微撇过头，一语不发。江傲冷冷道：身为魏家之妇，有些规矩还是要知道的。昨日夫人没来得及教训，此刻由婢代为教训，女君听好了。小乔躬声道：敬请训示，无敢不遵。身为魏家妇，需熟直妇礼，恪守妇道，孝奉舅姑，敦睦家族，德容严公，恭顺无为，莫干以私，不欲外事。你可记住了？小乔重复一遍，应了声是。甚好。夫人早起还没用过早膳，女君可下庖厨，为夫人亲手做一碗羹汤。小乔微微抬眼看向朱夫人，她半睁半闭着眼，哪里是什么没吃过早饭要自己给她做，是故意打发自己干活，然后再折腾吧。小乔敢断定，她要真的下厨去做了，等下端过来，朱夫人百般挑剔要她重做，如此无限循环还是轻的。要是吃坏了肚子，闹个什么上吐下泻，甚至中毒卧床不起的，那自己可就真的倒霉了。江傲见小乔不动，脸上露出冷笑：怎么，女君不愿？小乔已经有了推辞，现成的借来用就行。不敢，为婆母下厨做羹是我的本分，岂会推脱？只是确实略有不便。祖母60大寿将至，我知道后，当日便在佛前发下心愿，要为祖母手抄无量寿经一卷，祈福祝寿。经文繁浩，祖母寿担又紧，每日虽勤加抄写，进度依旧有限，早晚赶工，一刻也不敢懈怠。若祖母寿日至，而我佛前所发心愿未能及时做到，恐怕有违初衷，视为不圆满。另还有一桩。小乔顿了下，又道：实在是我为表一片诚心，当时又发愿，
经书未成，我便如素，身也不沾荤腥。刨除荤腥之地，我此刻出入恐怕不洁，恳请婆母体谅。等我加紧抄完了经书，再来婆母跟前行侍奉之事。小乔说完便低下了头。他笃定，他搬出了徐夫人这尊大佛，朱夫人就没法再强迫自己了。洛阳如今兴佛，据春娘打听的消息，徐老夫人也拜佛，她为老夫人抄经书做寿日贺礼，为她祈福，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果然，朱夫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屋里静默了下来。片刻后，小乔终于听到那个僵媪勉强的道：“既如此，你且去吧。”小乔朝朱夫人再口，起身倒退，回到自己的屋，换了身宽松的家常衣裳，趴在榻上，想起刚才魏少母亲的脸色，有点想笑，又有点烦愁。经书他倒不愁，他的上辈子算是长于诗书之家，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耳濡目染，自己小时起也学书法，坚持了10几年，能仿一手极漂亮的赵孟俯小楷。因为先天体弱多病，20多岁时终于不治而去，也不知怎么醒来就成了现在的小乔。之前在东郡出于打发时间的目的，陆陆续续在脖肩上抄过一卷如今极受信众追崇的无量寿经。时下书籍珍贵，出嫁时顺手收拾就带了出来，用作老夫人贺寿的话，过2天拿去装裱一下就行了。他犯愁的是今早朱夫人的刁难，虽然被他借老夫人的寿诞给挡掉了，这借口也还能再用上些天。等徐夫人寿诞过去了，到时候魏少母亲要是继续和自己过不去，又该如何应对？想到往后接下来的日子要是一直就这样活在和魏少妈的你来我往里，小乔顿时觉得了无生趣，眼前一片黑暗。小乔慢慢挑着，最后相中了一名为蛛丝金兰的纹样。掌柜的却摇头道：“唉，不巧了，这蛛丝金兰已被客人订了，独此一份。女君若急用，可否挑别的？”他相中，让给他便是，我换也未尝不可。门口忽然传来一个洪亮声音。小乔抬头，见一个看起来27、8岁的男子从一匹彪马背上翻身而下，将马缰抛给随从，大步跨进了殿堂。这男子十分精壮，形貌也颇具英伟之气，虽一身常服，仪态却很自衰，旁若无人，看得出来应该是个有身份的人。他到了近前，双目炯炯地望着小乔，隐隐露出惊艳之色。小乔本也习惯了来自男人的注目，但这个男人看着他的目光却隐含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意味。小乔直觉感到不快，便转过了身。掌柜却认得这男子，脸上露出奉承笑容，忙迎上去躬身道：“魏使君，您要的寿服啊，明天就能备好，到时给您送到府上，怎敢劳使使君亲自过来啊？”这姓魏的男子道：“我今日方从代郡回，想起来顺道路过，催问一声罢了。”嘴里说着话，眼睛却断断续续地望着小乔的背影。掌柜笑道：“老夫人贺寿所用，怎敢拖延？使君放心便是了。”姓魏的男子笑了笑，没说话了，示意掌柜招呼小乔。掌柜微微一愣，随即明白过来，忙对小乔笑道：“方才女君看中的便是这位魏使君订走的，只是使君说了，若女君喜爱，可让给女君。”这男子恰好姓魏，又提到给什么老夫人贺寿用的。小乔下意识转头看了他一眼，又撞到他依旧望着自己的目光，忍不住蹙了蹙眉：“不必，
我另换吧。他淡淡道，指了另一副纹样，约定好日子，留下了定金。小乔没再看那男子一眼，转身便走了。这男子目送小乔背影，又远远望着他登上了停在街口的那辆马车。微微出神时，那个掌柜跟了上来，在旁说道：啊，说来也巧，此女君要表的帛签也是奉给贵府老夫人的寿礼，只是没听她提自己是哪户人家出来的。男子面露亚色，迟疑了下，从随手手里接过马缰，翻身上了马背。小乔进来时，里面人已经不多了，只零星侍立了几个仆妇。周敖在侧，并没见到朱夫人和郑叔。魏少也在，陪于老夫人的下手一侧。徐夫人坐于高榻上，独目扫视过来时，令人有些不敢对望。小乔进去后，就见徐夫人的那只独目落在自己身上，神情难辨喜怒。小乔立刻就垂下眼睛，走到那张地上已经铺了数个跪榻的高榻前，双膝跪了下去，向对面的魏少祖母几手叩安，最后献上了一双丝绵软底绣鞋。屋里静悄悄的，听不到半点声息。周敖走了过来，收去鞋，随后一个侍女端了只红漆盘出来，里头放了一面4羚羊脂玉璧和一串回纹嵌金玉珠。老夫人的心意，女君收下，起身吧。周敖说道。小乔谢礼，随后起了身，低头规规矩矩地立于魏少身侧之后。片刻后，他感觉到榻上的徐夫人似乎还在看着自己，忍不住微微抬起眼睛和他对视了一眼。徐夫人看着乔女时，觉察到她忽然抬起眼睛和自己飞快地对望了一下。徐夫人那只独目立刻捕捉到了他的眼神，并不胆怯，只是些微的不确定，除此就是明亮坦然。徐夫人又看了一眼小乔，见他已经再次垂下了眼睛，站在孙子魏少的身后，二人宛若一对璧人。徐夫人开口说了自小乔进来后的第一句话：钟离，孙媳妇儿我见过了，很是喜欢。行了一天的路，我也倦乏了，想歇息，你带她回去吧。魏少从榻上起身，恭敬的道：孙儿告退了，祖母早些安歇，明早孙儿再来看望。徐夫人含笑点头。魏少下榻往外走去，小乔朝徐夫人躬身道别，转过身要随魏少离开时，外面走廊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外祖母回来，我却没能出城相迎，来的也迟，实在是不该。外祖母，万勿怪我不孝。随着这个小乔仿佛在哪里听到过的声音，一个男子现身在门口，接着大步跨进了门槛。小乔抬眼望去，微微一怔，竟然这么巧，是白天那个在表红铺里遇到过的魏姓男子。只是这会儿，这男人倒仿佛没看到自己似的，双目落到前头的魏少身上，仿佛一亮，随即面露笑意，快步朝魏少走来。魏少脸上也露出笑容，向那个男子大步迎去，两人看起来关系很熟。小乔停在了原地，看着这两个男人在那里相互问候，笑声不断，俨然好兄弟的样子。世元，总算见你回来了。祖母还道你要生根再带俊，就不回来了呢。榻上的徐夫人看到这男子来了，似乎也很高兴，笑道：这男子名叫魏延。听徐夫人开口，便与魏少松开，走到榻前笑道：外祖母60大寿，世元两腿便是打断了，爬也要爬回来的。徐夫人便笑了，随即转向魏少笑道：二弟，我在带郡的时候听说了你大婚的消息，莫非这位就是？
魏延停了停，看着小乔。魏少回到小乔边上，笑道：“正是。”说完，对小乔说道：“他是表兄，之前一直在代郡领兵，略长我几岁。我一向视若亲兄，你叫大伯就是。”的话向他见礼，叫了一声大伯。魏延略还一礼，依旧和魏少说话。出来走了段路，那对好兄弟在前头并肩同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笑声阵阵。小乔在后不远不近的跟着，一直走到通往西屋的岔道口，停了下来。魏延开口道：“二弟，你我许久不见，今日总算碰头，岂能无酒？且来共饮一杯，如何？”魏少略一迟疑，随即笑道：“正合我意。”魏延哈哈大笑：“你怕是不舍放下这如花似玉的新娶弟妹吧？啊，难得今日高兴，我也不管你这许多了，且去饮个痛快些。”说完，又看向小乔：“弟妹，我与仲林许久未见，且将仲林拽去喝几杯了。你放心，绝不至于不归宿，晚些便将他送回归还于你。”小乔心里微微尴尬，他瞥了魏少一眼。魏少站在那里，眼睛也没看自己，表情似乎也有点僵。大伯玩笑了，你们尽管去便是。小乔应了一声：“弟妹不怪就好。仲林，且走了。”魏少笑了笑，随魏延往前庭方向走了几步，忽然回头瞥了一眼小乔。小乔已经转身往西屋去了。很迟了，魏少还没有回来，他们又喝了几杯。魏延问起10亿城防之事，提醒魏少防备陈翔反扑。魏少道：“如今有公孙先生暂时替我守着，问题应该不大。唯一头痛，便是陈滂不降我。陈滂在10邑牧民多年，颇得人心。他若不降，恐怕10邑民众也心向滨州。陈滂能降最好，若实在不降，杀以尽民才是对策。这样留着，时日久了反成祸患。敬酒不吃，就上罚酒，恩威共济才是用兵之道。我亦如此作想，只是公孙先生劝我再耐心些，暂且先放着吧。过些时日，我不定再去看看。你知你少年时为何有小霸王的名号吗？姓烈，既有主张，又我行我素。若早几年，10个陈滂恐怕也掉脑袋了。我要是猜的没错，也是你自己还不想杀陈滂，这才留他性命。若你有了杀心，公孙阳再劝恐怕也是无用。我见你脾性，如今比从前倒是缓了不少。魏少微笑：“莫提从前事了，我们兄弟许久未见，喝酒才是正经。”说着为魏延倒了一杯。魏延微笑端起酒樽，凑到鼻端闻了一下酒香，眼前忽然浮现出白天在表红铺中初遇小乔时的情景。虽然不过是惊鸿一瞥，但当时魏延确实是被惊艳到了，这种感觉实在前所未有。表兄，我接祖母回来，路上祖母数次说起你，说你如今只身一人，身边也没个能照料起居的人，又不肯搬回家中住，祖母有些放不下。你不愿回来，应该是出于我母亲的缘故吧？魏延微微出神时，听到魏少忽然这样说道，回过神笑道：“关舅母什么事？是我自己放浪惯了，
不想在外祖母眼皮子底下受拘束而已。他忽然想了起来，又道：“这回外祖母要是又给我提什么亲事，你知道了告诉我，我也好早些回代郡啊。”魏少笑道：“外祖母也是关切。”魏延沈笑：“若安排如弟这样的一桩婚事给我，我便也认了。”魏少本在倒酒，闻言持壶的手停在了半空，抬眼望了下魏延。魏延自知失言，掩饰笑道：“弟妹貌美，世所少见，证明你福气不小，既得美，又得兖州。祖母的这桩婚事安排啊，再好不过了。”魏少一笑，倒满一杯端了起来，朝着魏延虚镜慢慢的饮了下去。魏少回来已经亥时末了，他进来时脚步略浮，跨过那扇被他劈坏了刚修好没几天的门框门槛时，仿佛涌上一阵酒意。魏少停了一停，抬手在门上扶了一下。小乔急忙披衣下床相迎，这会儿见魏少停在了门口，一身的酒气扑鼻，知道他醉了，小乔便叫仆妇扶他进来。门外2、3个仆妇急忙过来，左右想搀住魏少。魏少抬起眼睛盯了站在跟前却未过于靠近的小乔一眼，见他也正望着自己，一脸关切的表情。大约是今晚喝的酒确实比平常的烈，魏少胸口一闷，忍不住又泛出一阵酒意。他一把甩开靠近想扶自己胳膊的仆妇，自己抬脚跨进了门槛，往里走了进来。小乔刚和魏少同居没2天，就观察到魏少似乎颇注重整洁，平时身着玄色衣裳为多，就有股一丝不苟的劲儿。西屋里的仆妇伺候他久了，更知道南郡有每日沐浴换衣的习惯。那个王媪不在西屋了，另上来的一个林姓仆妇方才见他回来，就命人抬水进来，很快就准备妥当。林媪也知南郡入狱不喜有人在旁，备好木汤便领人出去等在外面，稍后再回来收拾。浴汤备好，夫君可是要去沐浴？小乔问了他一声。魏少充耳未闻，背对着小乔解剑，啪的一声压在剑案之上，转身往浴房而去。小乔也知魏少沐浴不用人伺候，更不用自己伺候。见魏少一路解着衣襟往里去，身影消失在了浴房门口，自己也不好再爬过去睡觉，便坐等。小乔等了些时候，起先还能听到里头传出哗哗水声，然后就安静了下去，再也没有响动。小乔迟疑了下，觉得有些不对，最后终于还是站了起来，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地靠近浴房，从角落里将帐幔撩开一道细缝，往里迅速地瞥了一眼。魏少靠坐在浴桶里，双臂左右撑开放在桶壁上，头微微地往后仰着，闭着眼睛，原来是睡了过去。小乔对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感，但现在也并不是很希望他就这么熟睡着滑下去。夫君，他似乎睡得很熟，并没有反应。小乔又提高音量，他还是没有反应。小乔走了进来，拿起边上一根洗澡用的木罩，伸过去戳了一下他的胳膊，再叫了一声夫君。魏少这回终于有了反应，眼皮微微动了动，随即慢慢地睁开眼睛。魏少一睁开眼睛，小乔就挪开视线，改而盯着他旁边搭在浴桶边缘的一块浴巾上，说了一声：“你方才睡了过去。”魏少闭了闭眼睛，抬手揉了揉额头，仿佛有些头疼的样子，随即动了动肩膀，慢慢地坐直了身体，
眼睛看着小乔。小乔转身往外走去，身后传来一下哗啦的大水之声，似乎是魏少起了身。小乔的脚步更快。我衣裳，递下。我衣裳，递下。身后传来魏少的声音，带了丝阴哑。小乔只好停下来，从放置干净衣裳的架上拿了一件他的衣裳回来递了过去。魏少已经出来，下头用那块布巾随意围了下。他接过衣裳套上，随意结了带，大巾便脱落在地。他赤着脚迈步往外走去。也不知道魏少晚上到底喝了多少，反正是醉得不轻。浴房里光线昏暗，又有水汽。他转身时竟没留意到近旁的一个盆架，小乔眼睁睁的就看着他笔直的撞了上去。因为个高，砰的响亮一声，他的额头撞到了那一根横木。架子木质坚硬，这一撞应该还挺实在的。魏少身影一顿，小乔听他低低的嘶了一声，见他抬手捂住了额头。虽然看不到表情，但也能想象得到。小乔实在忍不住了，嗤的一声，声音虽然很低很低，其实也就在他自己的喉咙底冒了个头，立刻就被他压了回去。但魏少这会儿的耳朵仿佛又很灵敏了，倏地回过头。他皱着2道眉毛盯了他一眼，小乔的表情立刻变得一本正经了。魏少捂住额头的手慢慢的放了下来。谁把这架子搁这儿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痛快。原本就是在这里的。小乔轻声道。要是挡路，我让他们收了去。他又补了一句。魏少再次盯他一眼。不必了。他冷冷地说了一句，绕过架子，这回终于顺利出了浴房。小乔咬住唇跟了出去。魏少已经躺在了床上，闭着眼睛。他便过去吹熄了床头的灯，摸着黑，自己小心地爬上了床，丁点儿也没碰到魏少。小乔刚躺下去，没一会儿就听魏少说道：“我口渴。”这意思，自然就是要小乔给他端水了。小乔于是爬了起来，也看准了没碰到他，爬下床，点了灯，去桌上倒了茶水，给他端到了床前。魏少坐起来接过喝了。小乔将空盏放回桌上，再次熄灯，如法小心地回到了床上。他刚躺下去，还没调整好睡姿，耳畔听到魏少竟然又说话了。还口渴。小乔顿时疑惑了，疑心是自己刚才终于还是不慎得罪了他。他这会儿借着酒疯，故意在差遣自己。这要是在原来的后世，小乔当场就要一脚将他踹下床去，让他自己去喝个够。但在这里，妻子服侍丈夫却是天经地义。小乔爬了下去，点亮油灯，再给他倒了一盏水，送到床前。魏少睁开眼睛，慢吞吞地坐了起来，接过水喝了。夫君可还要再续一盏？小乔问他。魏少将杯递回来，看他一眼，眉头微微挑了挑，也没回答，径直就躺了回去。小乔在床边又站了片刻，见魏少这回似乎终于睡了过去，这才放回茶盏，再次吹了灯，慢慢地爬上了床。小乔在吹灯前看好了魏少的腿脚位置，上去时小心地避过。没想到刚爬上去，魏少的一条腿忽然勾了一下，他没有防备，人就失了平衡，一下扑了过去，正好倒下去，压住了魏少的2条腿。
小乔感觉到肋骨部位硌得慌，似乎是顶着魏少的膝盖了。小乔有点疼，又不敢出声。慢慢想起来的时候，感到魏少的腿动了一下。他吓了一跳，忙用双手支撑在床，想爬起来。不想黑灯瞎火里也看不清，一只手又误按住他的衣角。还没来得及缩回手，就感觉到魏少忽地坐了起来，眼前黑影一晃，他朝着自己就压了过来。方才很好笑，是吗？他的鼻息很热，伴随着一阵扑鼻的酒味，声音却凉飕飕的在小乔耳畔响了起来。小乔一下被他炙热鼻息吹着的耳朵根和脖颈上的皮肤唰地竖起了汗毛。小乔急忙往后仰，尽量避开他的压制。夫君怎的了？我不明所指。他应声，但其实略微心虚，声音也就没那么多底气，有点飘。他的眼睛已经渐渐适应了昏暗，虽然看得依然不是很清楚，但能清晰地感觉到他在盯着自己。片刻，魏少感到腿上一松，小乔把手收了回去。那块被他手心按过的地方好像也没那么热了，迅速地冷却下去。魏少依然坐着不动，额头刚才撞到的那块到这会儿还是隐隐作痛，明天说不定就起乌青了。刚才他分明听到小乔在笑。再往前，自己刚回来进门时，因为酒喝的确实有点醉，脚步不稳，停在门口暂时醒神时，他看着一脸的关切，嘴里让仆妇们来搀扶，自己却杵在跟前就是不过来。以为他魏少看不出来，他脸上的关切分明是做出来的。真要这么关切，过来扶一把，手会被我拗断了如果。男人难免总这样，娶了个妻子，哪怕自己再不待见，下意识的也是要求妻子对自己死心塌地。魏少就是这样一个大陆俗货。魏少要是没理解错，乔家是为了向自己示好，才主动嫁了个女儿过来的。难道在出嫁前，就是这么教导他来侍奉我的？魏少瞄了一眼床榻里侧的那个身影。小乔这会儿缩在最里头，像只猫似的一动不动，从头到脚透出股老老实实的劲儿。魏少这才觉得心里稍微舒服了点儿，再次摸了摸自己额头，一个仰身倒回了床上。仰下去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刚才小乔被自己绊倒扑跌过来时的那一刹那感觉。好像还挺冷乎的。第二天早上，魏少醒了。昨晚实在喝得太多，宿醉了一夜，现在醒来还是微微的有点头疼。他睁开眼睛，立刻看到一张脸，目光一定。短暂的茫然过后，意识很快清醒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睡了一觉醒来，和这女人就睡成了面对面，靠得还挺近，就剩一肘的距离了。其实更严格的说，是他自己往里翻身，结果朝小乔靠了过来。小乔睡得依旧还很沉，魏少的视线在他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几乎是出于男人的本能，自然就往下瞟向了小乔已经有点松开的衣襟。虽然才同住了没几个晚上，但魏少早就留意到小乔睡觉时衣襟总是掩得严严实实，好像生怕自己会对他做出些什么似的。魏少为他这种幼稚愚蠢的举动感到有点可笑，但这会儿衣襟既然是他自己松开的，与魏少无关，那顺道看上一眼应该也是无妨的。魏少因为这个念头，心里好像忽然生出了一种报复式的小小快感，瞄了一眼又瞄了一眼，他忽然有点想去解手的感觉。这时小乔的眼睫毛微微动了动，
魏少吓了一跳，迅速的收了目光，翻了个身朝外滚了过去，仿佛自己还在睡的样子。小乔睁开眼睛，看到魏少背对着自己还睡着，他揉了揉眼，目光落在帐外的窗上，脑门一下子就清醒了。起晚了，睡过头了。天已经大亮了，这会儿再去徐夫人那里问早安，铁定是迟了。小乔真的挺想在魏少祖母跟前给他留个好印象的，就算原本没这个想头，但昨天见面过后，这个念头仿佛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了。可是谁知却这么倒霉，徐夫人昨天刚回来，而自己在第二天的早上就睡成了一只猪。睡晚了也就算了，可是春娘怎么就没有来敲门提醒呢？难不成这西屋里的人全都睡死过去了？小乔欲哭无泪，弹簧似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魏少睁开了眼睛，回过头，皱眉看着小乔手忙脚乱的从自己腿上一脚就翻跨了过去。怎么了你这是？一大早的，后头有狼在追你不成？迟了，起晚了，去祖母那里问安要迟了。小乔顾不上他了，下了地，哭丧着脸回头道了一句。魏少这才慢吞吞地翻身坐了起来，理了理自己的衣襟，唇边露出一丝讥笑。至于吗？去晚了些，祖母会吃了你不成？你当然没事了。小乔心里嘀咕了一句，有些怨他。要不是昨晚他回得太迟，临睡前又折腾了一番，自己早上也不至于睡过了头。小乔没再理会他，掩上衣襟，匆匆去开了门。春娘和服侍盥洗的仆妇们果然在外头廊上已经站了一地。春娘看到小乔，立刻低声道：“女君莫急，是老夫人那边方才传了话来，说知道南君昨夜吃酒回来晚了，你二人不必早起过去问安，必才没叫门的。”小乔这才稍稍松了口气，让人进来服侍梳洗。魏少仿佛故意和他作对似的，动作慢得离谱。他一个女人都已经收拾好了，而魏少还在那里穿外衣，系条腰带也要好久。看得一旁的小乔两眼冒火，恨不得上去拍他一巴掌。好容易收拾妥了，魏少又吃了几口端过来的早点，这才看了眼小乔，慢条斯理的道：“走了。”小乔忍着气跟着他走了出去。白天虽然没干什么体力活，魏家女兵迎来送往的门面事现在也轮不到小乔，他就一直陪侍在徐夫人身旁，但就这样也累得够呛。刚才等着等着，熬不住就打起了瞌睡，这会儿终于可以睡觉了。小乔闭上眼睛，意识渐渐再次朦胧之时，忽然听到魏少的声音在耳畔响了起来：“我听说你连一碗汤羹也不肯给我母亲做，那些抄经的解释不过是借口吧？”小乔打了个激灵，一下就清醒过来，睁开了眼睛。昏暗里，魏少翻身下床，过去重新点了灯，屋里亮了起来。小乔见他上了床，半靠在床头躺下，转脸看着自己，辨不出喜怒。都这么晚了，他为什么不睡觉？精神还这么好。小乔慢慢地坐了起来，望着魏少的眼睛。是，抄经确实是借口，但不做羹汤却并非我的本意。他轻声道。魏少盯着他。什么意思？心腹侍奉婆母，婆母开口了，就算再怠惰，不过一碗羹汤而已，怎会不肯去做？实在是，当时我有些怕。怕什么？
魏少眉头微微一皱，小乔垂下眼睛。婆母厌我至深，第一回拜见时你也看到的，倘若不是你就在我边上，最后护了我一下，我都不知要如何才好。那天早上你一早就走了，我只能一个人过去。见婆母神色严厉，我心里更加惴惴不安。江媪忽然要我下厨去做羹汤，哎呀，全是我的不好。当初在家中时，因为怠惰，半点也未曾下过厨房，熟米不分，全不知该如何下手。边上又没有人指点，若真去做了，做出来的东西……他咬了咬唇，悄悄地抬起眼睛。当时也是我糊涂了，其实真要说出来，说我不会做，婆母也未必会把我怎样，我却害怕婆母因此更加厌恶于我，就想出了那样一个借口。他说完停下来，可怜巴巴地看着魏少。在小乔讲述之时，魏少的眉头便皱了起来。等他说完，皱得更是厉害，已经快要夹死蚊子了。魏少看了他半晌，最后抬手闭着眼睛捏了捏眉心。行了，知道了，往后不许再这样，听见了没？他的声音很冷淡。小乔用力的点头。知道了，明天起我就勤加练习厨艺，往后一定好好侍奉婆母。魏少依旧皱眉看着他。片刻后，小乔听到他吐出长长一口气的声音。睡吧。小乔如逢大赦，松了口气，急忙下床，急鞋到了灯台前，正要吹灯，忽然听到身后魏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母亲想让我纳了楚玉，你是知道的吧？方才我答应了。小乔一怔，慢慢回过头，见魏少姿态松松，半躺半靠在那里，两道视线投向了自己。这是要正式纳郑书为妾了，是吗？这太好了。小乔露出笑容，转过了身。我刚来没2天的时候，其实就知道了你和郑书的事。当时见他一直在东吴那边住，心里还奇怪了几天。如今是定下来了吧？日子也选好了吗？明日我就去布置屋子。哦，对了，跨院东厢那屋我觉得很是不错，地方宽敞，阳气足，浴房耳房全都齐备。明日你可以去看一下，若好我就布置屋子。总归这里有什么，那边也绝不会少。跨院东厢是间挺不错的空房子，最不错的是和他住的这屋隔得有点路，中间要过一道内门。小乔说完，面带笑容地望着魏少，见他就那样看着自己，面无表情，没半点反应，笑容便渐渐地淡了下去。他最后迟疑了下，试探地问道：怎么了？你是觉得哪里安排不满意？魏少盯着小乔，看着他高兴的样子，忽然觉得有点异性索然。他对和郑楚玉睡觉没半点兴趣，倘若郑楚玉真的能代替自己在母亲跟前尽孝，哄他高兴，那把他纳了，于他而言也不过是件小事罢了。正是怀着这样的犹豫，他回到了西屋。一进门，见小乔明显又是自己睡了过去的，表面上看着对自己恭恭敬敬，实际上分毫没把他这个夫君放在心上。魏少活了20几年了，从来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人。对上这个新娶进门的乔家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想无视他，他偏偏总在跟前晃，看他又横看竖看不顺眼。他浑身上下除了那张脸还凑合，几乎就没一个地方能让魏少感到满意。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股子闷气儿，上床后想起朱氏刚才告他的状，顺口就发难了。
也是想给她提个醒，自己的母亲，她的婆婆是断不能容许她这样轻视的。结果小乔给了她一个很充分的理由，说自己不会做饭，简直是匪夷所思。魏少听完，看他那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明明疑心小乔是装给自己看的，可还是没了脾气，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出口，只是觉得无可奈何，心里更加郁闷。夫君。小乔见他神色古怪，轻轻的又叫了他一声。魏少回过了神，瞥他一眼。庖厨不通，积聚为作，全无妇德可言。就这不度一项，你倒贤惠得很。他的语气很平淡，仿佛是在和小乔闲聊，但话里的意思却呼之欲出。小乔听他和自己翻旧账了，低头小声道：我自知妇德不够，但不度这一项既是本分，也是出自本心。魏少嗤地笑了一声：听你这口气，我娶了你这么一个有妇德的妻，是我的福分了。我能嫁入魏家为妇，才是我的福分。他说道。房里便沉默了下去。魏少一下没话了，他忽然也觉得自己今晚和小乔说的话仿佛有些过多了，这超出了他的本意。好了，不早了，睡了吧。他再次看了小乔一眼，终于说道。小乔嗯了声，吹了灯，这才爬了回去，终于稳稳当当的睡了下去。第二天早上，小乔还在睡着，朦朦胧胧感到边上有动静，眼睛睁开一条缝，看到魏少似乎是起身了，但是外面的天看着还是黑咕隆咚的，屋里也点着烛火，估计才4更多。小乔压下心里的极不情愿，勉强睁开粘在一起的眼皮子，打着哈欠要随他起身。这时听到魏少在自己耳畔说道：还早，我有事外出，你这会睡吧。小乔一松，闭着眼睛直接就倒回在了枕头上。魏少看了他一眼，掀开被下了榻，站在外头自己一件一件穿着衣裳，最后穿好了要走了，下意识的扭头又看了眼床上的小乔。小乔已经把头缩到了被脚下，只露出一头乌压压的云鬓。魏少迟疑了下，转过了身，俯身凑到床上，抬手屈指，不疾不徐地扣了扣床沿。小乔被他再次吵醒了，终于拉下了被头，慢慢睁开眼睛，看到魏少一条腿压在床沿上，上半身凑了过来，正看着自己。夫君何事啊？小乔揉了揉眼睛，还有点不在状况。昨夜想了下，那楚玉终究还是不妥。我今日没空过去，你是我的妻，今日你带我去跟我母亲说一声吧。魏少说完，嘴角扯了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转身走了。小乔愣了片刻，回过神来，瞌睡虫顿时就被赶跑了。啊，什么意思？一会儿纳一会儿不纳，不纳也无妨。问题是，这难道不是要我再去东屋遭婆婆的罪吗？哎呀！魏少收拾妥离开的时候，心情看似不错，脚步也颇是轻松。小乔却整个人都不好了。魏少这是故意的，他明知道他母亲不喜欢我，还让我替他去回绝纳妾。春娘吓了一跳，一把捂住了小乔的嘴。小心肝儿啊！哎呀，魏侯的名讳能这样胡乱叫吗？当心被人听到了。这会儿大名确实不能乱叫，除非长辈，否则也就对头或者仇家才会直呼对方姓名，
以表轻蔑辱骂。小乔闭上了嘴，春娘面上却又露出了喜色。魏侯不纳证书是极大的好事啊，女君怎不高兴？至于回绝夫人，他想了下，凑到小乔耳边低语了一句。小乔眼睛一亮，脑子也终于清醒了过来。哎呀，都怪那个魏少，哼！从第一天见面开始，不是黑脸就是欺负，要么就是在审讯犯人。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每一刻钟，几乎都是绷着神经小心应对，唯恐下一秒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得罪了他魏大少爷。哎呀呀，我这脑子怎么犯晕了呢？连北屋徐夫人这尊大佛都给忘了。小乔心情立刻就变得好了起来，急忙换好衣裳过去。吃完了饭，漱口收去餐具，徐夫人才问他魏少去向。听徐夫人这么问，小乔面露愧色，低头说：夫君一早天未亮便出了门，怪我失礼，竟不能得知夫君去向。他分明是在自责，但一个不得知和不能得知，虽只多了一个字，旁人听起来联想就大不相同了。不能得知是他并非不问，而是做丈夫的不配合，没让他知道。徐夫人自然知晓自己孙子慢待心腹，在信都时还公然不与他同居，一听立刻皱眉责备孙子。仲林慢待于你，祖母都看在眼里。之前他来，我也说过他的，你放心啊。日后他若再敢欺负你，让你受委屈，你只管寻祖母便是。小乔急忙摇头：我并无半分的委屈，夫君对我也不算怠慢。出嫁前，家人再三叮嘱，姻亲是为两性之好而成，更盼以诚心化解嫌隙。夫君面冷心热，我持守初心，假以时日，总是能好起来的。徐夫人独目微闪，视线落到小乔脸上，端详了他片刻，面上便渐渐露出一丝微笑。露出一丝微笑。是个明理的孩子，你能如此作想，祖母便放心了。边上钟媪插了一句：老夫人，方才正想说与你知道，一早5更未到，南君便来过北屋，老夫人尚未起身，故不知晓。南君出城巡查防守，今日晚些回来。徐夫人点头，又与小乔家常了几句。小乔要告退前迟疑了下，忽然朝徐夫人叩拜，恳求道：祖母，我有一事因断绝不下，想向祖母请教。徐夫人让小乔说来便是。我入门不久便知晓了，婆母有意让夫君纳证书为妾，我也是十分赞成的。一来证书一向与婆母亲厚，成了夫君的房里人，往后我也多了一个助力；二来这也是关乎魏家开枝散叶的好事。只是今早夫君临行前却吩咐我，叫我去婆母那里替她回绝了此事。我有些为难，想劝她顺应婆母之意，纳了证书为好，可她也不听我的呀。我无计，不知该如何向婆母开口，方不至于令婆母伤心失望。哎呀，恳请祖母赐教。徐夫人眉头微微蹙了一蹙，自言自语般的道：怎还在纠缠证书？徐夫人看了眼还拜在自己面前不起身的小乔，对身畔的钟媪道：罢了，他就不用去了。你过去传我的话，让他1个月内寻好人家，若他寻不到，我来替他嫁外甥女。钟媪应下，徐夫人声音这才转柔，让小乔起来。小乔起身再向徐夫人道谢，徐夫人安慰了他几句，小乔告退出来。魏少直到晚上天黑才回来，
往西屋去的路上，他终于想起了早上出门前自己丢下的那句话。这会儿还印象深刻，他那句话一说出来，躺在枕上原本眯着眼睛的小乔突然就睁开眼睛，变了脸色。魏少心里忽然隐隐的有些期待了起来。他快步回了房，刚跨进门槛，抬头便见对面小乔从内室里出来迎自己了。这些天春信渐浓，院中的陶蕊开始吐信，小乔也应时换上了新薄的春衣，或许是身上衣服贴身了的缘故，也或许是错觉。魏少扫了一眼，觉得小乔的身量仿佛比去年初见时要略拔高了些，连带胸前那2团儿，好像比去年底在信都时也要鼓了那么一点点。夫君回来了。小乔脚步轻快，带着盈盈笑意向他问安。魏少收回目光，淡淡嗯了声。换着衣服总觉得气氛不对劲。再看小乔，见他站在门口，再吩咐下人预备晚膳。魏少正想问他有没有按照自己吩咐的那样去东屋传话，外头一个仆妇来到门口，说东屋夫人那里派人请南君过去。魏少看了眼小乔，见他转头望着自己，略一沉吟，让稍晚开饭，转身便出去了。魏少来到东屋，一进去就见朱氏沉着脸。魏少上去向他问安，朱氏也不理。母亲为何不快？魏少问。朱氏看他一眼，哼了声。哼，我生的好儿子，不过是让你纳了表妹，也好让我身边有个陪伴。你就是如此孝顺我的啊！竟让北屋的人过来扫我的脸，连儿子都这样待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魏少这才明白了过来，原来乔女自己根本没来，而是抱上了祖母大腿，把这件事情甩给了祖母。怪不得刚才见他一直笑盈盈的，看着心情大好，竟是压根就没在自己母亲面前提过这件事情。母亲不要误会，并非儿子有意忤逆。魏少说道。这还不算忤逆，那到底要何时才算呢？莫非你是要逼我去死不成？魏少急忙向朱氏跪了下来，端正叩头道：儿子再不孝，也万万不敢如此，实在是楚玉表妹之事，儿子已经另外有了2全计较。朱氏原本正在低头拭泪，忽听魏少这么说，一怔，抬眼看他。母亲请听我说。魏少再次叩头。母亲昨日自己也说了，想叫儿子纳楚玉，本意是要长久留他在身边陪伴，想必楚玉自己也是如此作想。如此不难，不必定要儿子纳他，儿子可为楚玉访一英俊之士入赘，如此楚玉既解决了终身，也能常伴母亲左右。母亲意下如何？朱氏一愣，藏在屏风后的郑楚玉吓了一跳，万万没想到魏少竟然拿出了这么一个对策。他唯恐朱氏推搪不了答应下来，忍不住焦急了起来，身体微微动了动，不小心牵动了身上配的玉裆，环佩发出轻微的一下碰撞响声。魏少瞥了屏风后一眼，不动声色，只对着张口结舌的朱氏微笑道：母亲也知道，儿子对楚玉向来只当阿妹看待，并无半点谢宁。若这样胡乱纳她为妾，于他也是委屈，更耽误了终身，是故如此安排。仲林，这恐怕不妥。朱氏也听到了屏风后的响动，知道是郑楚玉所发，被提醒了，急忙阻拦。愿意入赘的又能有什么好儿郎呢？我不能将楚玉胡乱配人。母亲此话诧异，如今天下攻伐交战，父母双亡者比比皆是，我军中就有众多失户儿郎，无不是昂藏健儿，以表妹之品貌，何愁寻不到愿意入赘的女婿？日后我再加以提拔，如何就是委屈了表妹？
仲林，我意已决，母亲若舍不得将表妹出嫁，则招赘婿入我魏家。母亲自己考量一番，想好了，再与儿子说。儿子那边还另有事，先行告退了。魏少神色变得端肃，朝傻了眼的朱氏叩拜，起身离开。魏少一走，屏风后的郑楚玉就跑了出来，立刻哭倒在朱氏膝下，气道：看来我与姨母缘分今生是要到头了。罢了罢了，楚玉恳请姨母叫我嫁了人吧，往后楚玉也会记得姨母，时常回来看望。朱氏又是气又是心疼，一把搂住郑楚玉，恨恨的道：你不在我身边，叫我整日对着那根苗木老妪也就罢了，如今还多了一个巧女，我日子怎过得下去啊？莫急，姨母在想法子，总会让仲林推脱不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法子可想？郑楚玉抬起脸，哽咽着道：法子倒是有，就是要委屈你。朱氏附到郑楚玉耳畔，低声说了几句话。郑楚玉脸庞立刻羞红，摇头不肯。朱氏搂住他，叹道：唉，楚玉啊，姨母也知道这法子与你有些为难，只是事到如今，也就这一条路了。仲林方才的话你都听到，北屋那边也发了话，若不这样，恐怕姨母也留不下你了。郑楚玉咬唇，低头半晌，终于嗯了一声，声音细若蚊蝇：楚玉一切都听姨母的安排。小乔等在门廊里，终于见魏少回了，急忙亲自下了台阶去迎他，口中说道：夫君腹中饥饿了吧？晚膳已经备好了，就等你回来一道用膳。说完，偷偷看了眼魏少的脸色。魏少停下脚步，看着小乔。他被他母亲叫了去，自然已经知道小乔阳奉阴违，把锅甩给了徐夫人的事。小乔终究还是有点心虚的，刚才老老实实等着他吃饭时，也想好了一番应对。见魏少这样看着自己，眸色墨黑，面若沉水，便不作声了，只等着魏少开口再次质问自己。用膳吧。没想到魏少忽然这么简单的说了一句，说完抬脚就往膳房去了。从他身边走过时，小乔面门感觉到了魏少掠出的一道微风。小乔很是意外，在原地愣了一愣，见魏少走得很快，已经步上了台阶，急忙追上了他的背影。这些天来，魏少晚饭不大回来吃，连上这次，两人也就一起吃了3、4回的饭。确切的说，是小乔伺候他吃了3、4回的饭。桌案正在榻上，魏少端坐于案中。小乔是女人，地位没他高，跪坐在下手边服侍他用饭，等他吃完自己才能吃。不过前几回魏少吃的都很快，也几乎不会差遣他做什么，这活不累。小乔以标准的坐姿将臀压在脚踵上。不得不说，魏少生的筋骨齐正，天生的衣服架子，就连伸筷夹菜的动作看着都是如此流畅，像从一卷散发着书俊气韵的古书中走出来的男子。只不过他是活生生的真人。小乔看了2眼，便收回目光，忽然听到魏少说道：一同用饭吧。小乔一呆，看向他，见他和颜悦色地看着自己，忙推辞：无妨，我叫你一道，你便一道就是了。魏少已命人添上一副碗筷。小乔觉得他的这个突然邀约很是可疑，尤其是从东屋那边回来之后，他难得这么和善，自己也不好推脱。小乔料想吃饭应也吃不出什么问题，朝他微微躬身道谢后，往前西行2步，坐到了桌案边上。
食不言，小乔默默地吃完了一平盏的饭，这是他平日的饭量。他抬起眼睛，见魏少爷已经吃完了，双手分撑在他自己的双腿上，面带笑容，似乎刚才一直在看自己吃饭。小乔咽下嘴里的最后一口食物，轻轻将筷子搁在筷架上，正要叫人送上清水服侍魏少漱口，魏少却忽然道：“替女君再添一碗饭。”小乔忙摇头：“多谢夫君，我已经吃饱了。”我见你就吃了这么几口，怎能饱腹？确实够了，平日就只吃这么些。小乔解释：“那是你平日吃的太少。”魏少上下打量了眼他的身材，露出一丝嫌弃之色。到我家中也有些时候了，竟比先前还要瘦了些。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魏家饭都不管你忙。再吃一碗。小乔觉得他在睁眼说瞎话，自己这个年龄平常营养足够，身体上的发育他自己都能感觉得到。去年的肚兜最近紧了，鼓得不舒服，已经换了新的，但是仆妇已经端来了饭。对着魏少关切的目光，小乔无奈，低头努力吃完了第2碗饭。第2碗下去，肚子已经饱到了胸下，小乔忍着要打饱嗝的感觉，放下了筷子。再给女君添一碗。魏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小乔用力摇头：“真的吃不下了。”祖母前回择我慢待了你，又瘦了，不努力加餐饭怎可？魏少大袖一甩，自己亲自起身去添了一碗饭，压得紧紧实实，端到了小乔面前。小乔看他面带笑容：“哼，真的吃不下了。”小乔苦着脸说道。魏少的脸色立刻就沉了下去：“给我吃掉。”声音也带了丝水水的凉意。不止这一顿，明日开始，每餐你都得给我吃下去3碗。祖母疼爱你，你再不吐肉出来，下回到了祖母跟前，我恐怕不好交代。小乔和他对望了片刻，咬了咬唇：“夫君，我错了。”魏少低头，随手般的理了理自己的衣袖：“哪里错了？”声音是漫不经心的：“早上夫君要我代替夫君去婆婆那里传话，我却去了北屋。”小乔望着他的脸色，小声的道。魏少哦了声，目光似笑非笑：“哼，那你说该怎么办？”“下回我再也不敢了。”小乔嘀咕，打了个饱嗝，急忙以袖掩面。“还有下回？”他挑了挑眉：“不是。”小乔急忙放下衣袖，摆手。忽然这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小乔回头见一个仆妇急匆匆的进来，躬身道：“君侯，将军李典求见，说有急事。”魏少微微一怔，神色转为沉肃，起身瞥向小乔，快步而出。小乔目送他离去的背影，终于长舒了一口气。魏少率着2000精锐骑兵，以急速昼夜追击，已经逐出上谷数百里外，抵达了与匈奴王庭默认的临时边界桑干河的一带。就在刚才，匈奴带着劫掠来的牛马女人等战利品欲过界返回王庭时，不料魏少骑兵追赶而至，匈奴仓促应对，双方在桑干河畔大战。魏少侵入马阵，占匈奴头目千骑长且莫车，且莫车被他砍于马下，生擒。余下匈奴骑兵或逃或俘，狼狈溃散。上谷居民被夺去的牛马归回，除了少数女人死伤，剩余大多无恙，只是难免已经遭到玷辱。此刻衣衫不整的聚在一起，或坐或蹲，相互抱头大哭。魏少铁甲染血，
按刀从身边那群劫后余生、哭哭啼啼的女人身边大步走过，来到了匈奴且莫车的面前。且莫车十分强悍，虽然已经被俘，身上也满是血污，却仍硬挺着不肯下跪，头高高翘起，冲着魏少哈哈大笑。怎样？送给你祖母的大寿之礼，可还满意？魏少神色阴沉，上前抬手，刀鞘便重重击在且莫车的脸上。且莫车立刻头破血流，嘴里断了半排的牙齿。魏少小儿，今日你若敢杀我一人，他日我匈奴必10倍以报之。且莫车面露痛苦之色，嘴里不断流血，含含糊糊的骂着，形容可怖。随同魏少一道追击而来的将军李典大怒，一脚踹向且莫车的膝窝。且莫车双膝落地要爬起来，被人摁住了，口中依旧魏少小儿犬吠鼠类的骂个不停。魏少慢慢地抽出了腰间长刀，刀刃闪动着冰冷的血芒。一个手起刀落，且莫车的人头便从颈项上滚落，血柱高高喷溅，洒了一地。周围鸦雀无声，连远处那些女人也停了哭泣。剩余匈奴俘虏，不论军位高低，全部就地正法。魏少将刀归鞘，下了命令，神色平静。胡野烈感激万分，挣扎着朝他跪拜。少主人，上古之事是左贤王做的，我去。魏衍并未听完，斥了一声，转身便大步离去。魏少离开后的第5天晚上，终于归来了。徐夫人十分欢喜，亲自出去迎接了魏衍、魏少一行。见他们风尘仆仆，安慰后，令兄弟各自早去歇息。魏少回到西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乔在西屋门外迎他。魏少身上的铁甲还未脱去，站在那里，胡父替他脱卸着甲衣。他2只眼睛看着小乔。小乔迟疑了下，最后终于还是走到了他面前，抬手亲自帮他卸甲。胡父们见状便退了下去。小乔和他的距离靠得很近了，解着甲衣的时候，闻到了他身上的一种干燥了的混合着尘土和血的气味，有些冲鼻。小乔感觉到头顶仿佛有2道目光，抬起眼睛，见着魏少微微低头，正看着自己。小乔的2排眼睫毛扑颤了一下，他咬了咬唇，垂下了眼睛，屏住呼吸，最后终于帮魏少解开了沉重的甲衣，然后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一步。魏少自己将甲衣卸在地上，身上剩了一件已经染了陈血的中衣。他看了一眼已经离了自己的小乔，转身进了浴房。出来时换了身整洁的衣裳，大袖飘飘，湿润的黑发用玉簪挽在头顶，姿容雅俊，很是好看，和先前刚回来时一身血气的样子完全不同。夫君可要去用饭？小乔问他。魏少摸了摸肚子，点头，转身往膳房去。小乔跟了上去服侍。到门口时，看到东屋那边的姜媪来了，面上带着恭敬的神情，躬身说：“心疼南君，亲自下厨做的，盼南君一步。”魏少迟疑了下，转头看了一眼小乔。小乔忙道：“啊，既然婆母也备了饭食，夫君过去便可，我这里无妨。”魏少没说什么，迈步往东屋而去。朱氏在旁陪坐，提起酒壶为他斟了一杯酒，道：“此杯为庆祝我儿杀敌凯旋。”朱氏端酒给儿子的时候，
看着他的目光微微有些不自然。但魏少并没留意到自己母亲的异常，向母亲道谢，双手接过，一口饮了下去，随后拿起筷子。朱氏见他喝下了酒，微微松了口气。多喝些，不必怕醉。若醉了，我这东吴这边也有房可宿。魏少只笑不语。朱氏在旁继续陪奏片刻，又给儿子陆续斟了2杯。看着他都喝了下去，终于借故起身先离开了。多日之前，朱氏曾偷偷去了趟虞山巫祝庙里，从大巫那里求来了一包王母仙药。大巫说此药性极媚，只要1条就足够起效了，若和酒水服下，则起效更烈。朱氏也怕伤到儿子的身，不敢用太多，却担心不起效，最后加在了酒里，摇匀斟酒让儿子喝。他亲眼看见魏少喝了3杯下去，这才放下了心，照原本商议好的那样，借故先离开了。魏少喝了朱氏给自己倒的几盏酒，便停了下来，再捡着吃了几口菜，想向朱氏告辞离去。他坐等了片刻，没见到朱氏回来。渐渐的，腹中却仿佛起了一团火烧，隐隐的感觉有些燥热。很快，这感觉便蔓延往下。魏少自然知道这表示了什么，但他完全没有想到是自己母亲对他下了药，只是对自己突然间莫名有了这种反应而感到费解，身体也颇是难受，急于想疏解的感觉。魏少忍了片刻，见朱氏还没出来，起身对近旁服侍的一个圆脸侍女道了一声，叫她带自己转辞。魏少起身要走时，江媪忽然过来了，惊慌地说夫人方才回屋后本想再出来的，头却不知为何突然疼了起来，请君侯过去看看。这么多年，魏少从没听过朱氏有头疼之症，他一惊，压下身体里那种虫钻蚁噬般的难受感觉，匆匆就随江媪过去。见江媪去的不是朱氏屋子的方向，心里虽略微有些不解，但也未起疑，只以为朱氏是在别屋里发的头疼。到了一间偏里的内室门前，江媪推开，魏少也未多想，推开便迈进了门槛。他刚进去，身后的门便被江媪关上。魏少关切朱氏病情，也未留意。他看了下四周，见屋很深，内外两重，跟前却并不见他的母亲，连个服侍的侍女也没有。魏少以为朱氏人在内间，疾步走了进去，掀开分隔的帐幔道：“母亲，你可……”他忽然停了下来，朱氏并不在那里，对面便是一张床了，暗香弥弥，冲人肺腑。隔着层薄薄的消罗青帐，一堆锦衾香枕里，他看到床上背对他侧卧了一个女郎。女郎青丝已解，堆积在了枕上，身上不过一件薄薄绯色罗衣，罗衣也褪至肩膀，露出了一截白皙的脖颈和圆润的香肩。魏少定住，床上女郎慢慢坐起了身，见对面魏少僵立不动，默默之间下榻朝他走来。表兄，女子轻轻唤了声他，魏少心里完全明白了过来。他扫了一眼女子身体，眼睛里掠过浓重的阴影，这阴影甚至盖去了瞳中原本那片火热的欲望。魏少掉头而去。郑楚玉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境之下，魏少竟然转身就走了。郑楚玉错愕过后，急忙抓起罗衣，胡乱遮掩住身体，赤脚下地，飞快地追了出来，从后抱住魏少大腿，滑跪了下去，气道：“表兄，姨母定要如此，我也是无奈，只是楚玉一时甘心为你疏解难过。
魏少停了下来，低头看了眼郑楚玉。他跪于自己脚后，两只浑圆肩膀打着颤，仰脸望着自己，双目里泪光闪烁，姿态楚楚。魏少强压下仿佛已经游窜到了全身血管里的那种膨胀之感，把脚便撇下了郑楚玉，大步往门口走去。到了门后，拉了两下，见不开，才知门不知何时竟从外被反锁住了。魏少顿时勃然大怒，抬起一脚便踹了过去。极是牢固的3只红木门竟被他整扇的踹飞了出去，轰然一声扑到了门槛之外的地上。表哥！身后传来郑楚玉的气唤之声，魏少充耳不闻，神情紧绷地跨出了门槛。身后传来郑楚玉的气唤之声，魏少充耳不闻，神情紧绷地跨出了门槛，踩过那扇门板，大步往外走去。江傲将魏少哄进了门后，悄悄反锁，随即与闻讯而来的朱氏隐在近旁等着事毕，满心欢喜，以为这次必定事成。没想到魏少才进去没片刻，那扇门竟就被他一脚踹飞了出去。又见魏少一脸怒容的大步往外走去，江傲和朱氏面面相觑，急忙从藏身的门后出来。南君这是要去哪里？也是江傲好死不死，竟然还伸手去拦魏少。手刚碰到魏少的胳膊，魏少抬脚又是一脚踹了过去，正中江傲大腿。盛怒之下，魏少的力道又岂是江傲能够承受住的？江傲惨叫一声，整个人就被踹得飞了出去，犹如断线风筝跌落到了墙角。他大腿剧痛，腿骨已然折断。江傲当场昏死了过去。朱夫人将魏少养大，至今这么多年，魏少在自己面前从来都是温恭孝顺，即便偶尔不快，也不会直面顶撞，从没见过儿子凶神恶煞这般模样。他吓得手脚冰凉，看了眼已经倒在墙角一动不动的江傲，自己竟也不敢上前了，只是白着脸颤声道：仲林，你怎如此对待？魏少猛地转头，朱夫人见他脸色铁青，双目赤红，心里一惊，立刻闭了口。母亲，你做的好事，竟与那贱婢合同，如此谋你亲儿。魏少咬牙一字字地说道，转身疾步而去。朱夫人大惊失色，心口突突乱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魏少生平自负，性又高傲，不防被奸，竟这样被自己的母亲要重，心中郁闷可想而知。他唯恐遇到下人被看见，不敢在路上多停，一面警力调息，努力压下体内焚身邪火，一面飞快往西屋去。他远远看到内间屋的窗里透出灯火，径直就冲了过去，一把推开了门。房里只有小乔正在银灯下书写，扭头看见魏少身影在屏风后晃了一下。魏少这么快就回来了，小乔倒是有些意外，将笔搁下，起身便迎过去。小乔才刚下榻，见魏少已经迎面而来，面庞通红，双目也染满了赤色，如同冲胀鲜血，神色极其僵硬。小乔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夫君回来了。话没说完，人就被魏少一把推开。小乔往后退了几步，这才站住了脚，抬起眼睛，见魏少已经冲入了浴房，接着便是哗啦水声，似乎是魏少在里面当头冲水而下。小乔又惊又疑，不由自主地跟了过去，站在浴房门外。迟疑这时，忽然听到魏少的声音从里头传了出来：
叫人送碎冰过来，越多越好。他的声音听起来也走调了，仿佛在极力压抑什么似的，和他平常极不相同。小乔不解，实在是按捺不住好奇心了，勾了小指，将幕帘撩开一道缝，凑过去看了一眼，见魏少竟然已经脱光了衣裳，赤身背对门口，站在那只方才为预备他回来沐浴而注满了水的浴桶里，烛火摇曳，照得魏少后背光粼粼一片，犹如抹了层油，越发显得筋骨利落。小乔不由得睁大了眼睛，看什么？还不快去！小乔吓了一跳，慌忙后退，也来不及多想什么，急忙转身出去叫了人过来，吩咐立刻去往冰库取多多的碎冰过来。小乔心慌意乱，正等得如同热锅蚂蚁，终于盼来碎冰，指挥着放到浴房门口。仆妇们退出，小乔跟出去关门时，便听到身后脚步声起了。小乔知道是魏少出来取冰了，想起魏少必一丝不挂，一时顿住脚步，更不敢再回头去看。片刻后，小乔听到浴房里传来2下哗啦硬物落水的声音，知道冰块应被倒进了水里，接着里面安静了下来。刚才等着冰块的时候，小乔就在臆想魏少要这东西的目的。起初小乔以为魏少要洗冷水澡锻炼身体，转念觉得不像，而且太过没头没脑了。好端端东屋那边吃了顿饭回来，怎么就想起来要洗冷水澡锻炼身体？小乔费解着的时候，忽然记起魏少刚才进来时虽脚步仓促，但自己依稀还是瞄到他下头仿佛支出来的异样，只是当时人被他推开了，有些手忙脚乱，也就没多往别处去想。此刻细想，又联想到魏少的反常举止，小乔忽然有所顿悟，整个人顿时就尴尬了。小乔想明白了这事儿，本想出去避一避的，等魏少自己消了再回来。这不只是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小乔猜测魏少应该也不愿自己留在边上看他狼狈的样子。只是魏少进去的时间也不短了，除了刚开始那几下倒冰块的声，一直没有别的动静。小乔又有点不放心，屏住呼吸，竖着耳朵仔细再听，什么声儿都没有。怎么回事？他不会是死了？小乔一阵慌张，迟疑了片刻，终究还是靠了过去，隔着帘小心问道：你怎么样了？里面还是没有动静。小乔变得愈发不安起来，一横心，终于伸手撩开帘子往里看去。魏少整个人泡在了水里，只露出头颈，水面浮着的那层厚厚的冰块已经慢慢消融变小，他的头微微后仰着，眉头紧皱，闭着眼睛，表情依旧十分纠结痛苦的样子。听到小乔的动静，魏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见魏少原来还活着，小乔便松了口气，也不敢多看他的样子，垂下眼皮，只将视线盯着自己脚前魏少之前扯下来丢地上的一堆衣服上，用听起来尽量正常的声音说道：那么我还是先出去吧，我就在房门外，你若好了或有别事，叫一声便可。说完匆匆掉头就走，才走了2步，就听到魏少的声音在后面传了过来：我口渴，帮我倒水。他的声音听起来破碎而阴哑，小乔一怔，跟着哦了声，急急忙忙奔出去倒了水回来。水来了。他把水递过去，望着魏少轻声道。魏少的眼睫毛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如同2片薄薄的蝶翅，竟然让小乔感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类似于折磨中的虚弱美感，
心中不禁生出一丝负罪之感。小乔怕被魏少觉察，那就完了，急忙低头不去看他。魏少慢慢抬起眼皮看了小乔一眼，稍稍坐直身体，从水里抬起一只湿淋淋的胳膊，接过了小乔手中茶盏。小乔的手不小心被他触碰了下，虽然只是非常短暂的一个碰擦，但小乔依然清晰地感觉到了来自于魏少皮肤的滚烫温度。加了冰的水似乎也没能够帮魏少降下多少的体温。魏少仰头喝水，小乔接回茶盏，迟疑了下，小声道：“你要是实在不舒服，要不我去北屋说一声，告诉祖母。”不要让祖母知道。魏少立刻打断了他。小乔一怔，跟着点了点头。晓得了。还有什么要我帮你做的吗？若没有，我便出去了。魏少目光落到小乔的身上，停住片刻，喉结再次滚动了一下。再倒杯水，多谢。说完闭上了眼睛，头往后靠在桶壁上。你稍等。他有些暗怪自己刚才糊涂，没把整个茶壶端进来给魏少喝。他急忙转身迈步，快到浴房门口，抬手要掀开幔帐，忽然听到身后发出哗啦一下水被泼洒到了地面的声音，其间又混合着冰块落地砸出的轻微跳跃声。是魏少忽然间睁开了眼睛，从水里出来，只见他赤脚踩在地上，大步地朝小乔追了上去。小乔一愣，还没来得及回头，后背一热，人就已经被身后那个朝他贴过来的坚硬的高大男人身体给包围住了。魏少竟然从后面抱住了他，肩膀穿过他的腋下，将他箍在了怀里，迫使他紧紧地贴靠着他的皮肤。小乔身上裹以轻薄的丝绸春衫，一将他抱入怀中，魏少就感觉到了一种与冰水截然不同的玉凉之感。魏少那本已备受折磨几乎到了麻木地步的身体终于感到舒适了些。魏少那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智还在提醒他不能这样，但是那被灼烧的几乎已经到了爆裂边缘的身体确实完全的不再受他自己的控制了。他实在是忍不住低头下去，张嘴含住了小乔清凉的一侧耳垂。小乔突然遭到魏少这样毫无防备的对待，感到耳垂都要被他咬下来似的，一疼大惊失色，啊的尖叫了一声，茶盏也失手脱落掉在地上，砰的砸成了两半。小乔急忙挣扎想拖出魏少的臂膀，魏少却再也无法忍耐了，一手便轻而易举地横抄起了小乔，不顾小乔的挣扎捶打，径直给送到了床上，自己便也跟着扑了上去。魏少不顾小乔的挣扎和抵抗，三两下扯了小乔衣裳，咬牙正要占有时，肩膀忽然一阵剧痛，竟是小乔张嘴狠狠地咬住了他，咬出了血。接着小乔便哭了出来，眼泪大颗大颗的从两边眼角滚落下来，哭声含含糊糊，哭得很伤心。出来，眼泪大颗大颗的从两边眼角滚落下来，哭声含含糊糊，哭得很伤心，也带了一丝痛楚的味道。魏少蓦然停住了，大口的喘息着。他停了下来，紧紧闭着眼睛，不去看小乔。就这样，在小乔身上又扶了片刻。魏少咬牙，忽然一个翻身滚了下来，仰面躺在床的外侧，一动不动。小乔终于得以解脱，便如死去活来，如逢大赦，慌慌张张的一把抓起自己的衣裳，连滚带爬的从魏少身上爬了过去。下地后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就跑。你去哪里？
才刚下床，小乔身后魏少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带了些颓丧的味道。魏少扯了一旁的背，随意压住下腹，慢慢地坐了起来。小乔躲在屏风后，戒备地盯着他。方才在我母亲那里，我误食了媚药。他望着小乔，慢慢说道，神情沮丧，甚至到了颓靡的地步。小乔愣住了。起先你也看到的，我以为我自己能处理，但是……他停了下来，眼睛落到小乔身上。小乔回过了神，慌忙抓紧胸前衣襟，后退了一步，嘴里胡乱道：“你是要叫谁过来？你快说，我马上替你叫。一个不够，就叫2个。”他说完，见魏少双目依旧盯着自己，目光闪动，更加慌了神。或者你等着，你再忍忍，我穿好衣裳就去告诉祖母，去给你请大夫。他转身就要走，魏少再次下床，大步赶了上来，伸手抱他，不顾小乔的挣扎，带着又回到了床上，一把扯落帐子。床上的光线立刻暗了下来，变得朦朦胧胧。小乔想起方才的疼痛，忍不住再次挣扎，却被魏少一把摁到了枕上。小乔睁大眼睛，惊恐地看着魏少朝自己伸过来的手，眼泪立刻又冒了出来，啪嗒啪嗒地往下掉。魏少握住了小乔的一只手。别怕，我只是很难受，你帮我吧。他躺了下来，转过脸望着小乔的眼睛，低声说道。小乔一呆，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你自己不会吗？他的眼角还挂着泪，抽泣道：麻了，你若帮了我，我就不对你做别的，我说到做到。他慢慢的道。小乔停住了哭泣，看向他，两人的额已经几乎靠在了一起。两人的额已经几乎靠在了一起。小乔感觉到魏少的额头滚烫，仿佛发了烧，身体里像有火似的。那张平日英俊的脸庞此刻像是喝了酒，红得病态。他的神情是挚重而无比懊恼的，望着小乔的目光又好似带了几分祈求。魏少不再说话了，看着小乔那还含泪的一双美眸，伸手过来握住他的手，最后将他那只手慢慢地带了过来。小乔终于还是屈服了，他的脸庞涨得立刻通红，紧紧地闭上了眼睛，眼睫毛不停地颤抖着。魏少也闭上了眼睛，发出了舒适的长长的一声叹息。小乔一觉睡到了第二天的下午，醒过来时床上就他一个人。他那只可怜的手不但失了清白，而且胳膊酸的都快要抬不起来了。春娘入内室撩开帐幔，老夫人那边来了人，请女君过去。小乔匆匆梳洗完毕，立刻去了北屋。一进去，迎面就感受到了一种与平时不大相同的气氛。徐夫人坐在榻上，钟媪在侧，边上立着昨晚送宾的那个张媪，地上跪了个东屋那边的仆妇，似乎是朱夫人房外厅用的。房里气氛有些凝重，小乔不敢怠慢，跪在了徐夫人坐榻前，向她问安，又为自己来迟告罪。徐夫人微微一笑，道：无妨，祖母叫你来，是想问你几句话。钟媪便叫王媪和东屋仆妇出去，自己也出去，掩上了门。屋里只剩徐夫人和小乔。
徐夫人朝小乔招手，让他坐到自己身侧，说道：“来。”早上我方起身，仲林便来看了下我，瞧着好好的，说了几句话才走。谁知过后，我便听说昨晚东屋里出了点事，说他曾被你婆母叫去，本是吃饭，不知为何后来却起了争执，连房门都被他踹断，姜媪也昏死过去，似乎还牵涉到了证书。我还听说你房里昨夜要了许多的冰块，这时节要如此多的冰块何用？徐夫人顿了一下，昨夜到底出了何事？你可知晓？小乔抬起眼睛，见徐夫人那只独目望着自己，略思忖，应道：“回祖母，昨晚东屋那边出了何事，孙媳确实不清楚。夫君回来，在我面前也半字没提。至于取冰块，是我知晓的。当时他推门而入，径直便进了御房，随后叫我取冰。我稍一迟疑，他便急催，急用之状，我也不敢怠慢，叫人取了冰来，才知他是要将冰块浸入水中泡澡。”徐夫人眉头微蹙。小乔低下了头。怎么不说了？后来呢？小乔小声的道：“后来我担心他受冻，进去看他，他整个人都泡在冰水里，说口渴得很，我便端水给他。再后来……”他低下了头，神情露出羞疚，不再说话了。徐夫人望着小乔，眉头皱得更紧。小乔虽只简单这么说了几句，徐夫人岂又猜不出来？昨夜孙子和心腹接下来不但颠鸾倒凤，而且很是异常。从心腹的描述来看，孙子分明是中了媚药后的反应。徐夫人心底立刻涌出一丝怒气。仲林后来身体可有损伤？你如实告诉祖母，无需顾忌，更无需羞臊。小乔一凛，顾不得自己的羞窘了，说道：“应该是无碍的。起头他很是难受，后来终于睡了过去。”徐夫人沉吟片刻，慢慢吁出一口气，看向小乔。见小乔垂眸，两颊微红，轻轻地拍了拍小乔手背，柔声道：“祖母知晓了，我这里无事了，你回去再歇着吧。”小乔朝徐夫人叩拜道谢，退了出去。等他走了，徐夫人便将钟媪唤了进来，将自己的猜测说了一遍。钟媪大惊，见徐夫人面沉若水，迟疑了下，道：“老夫人息怒，必须将夫人叫来，问个究竟。”我也许久没去那边了，这回不用他来，我自己去看看他吧。见他也不坐，也不说话，站在面前只是盯着自己。朱氏颤声道：“仲林我儿，昨晚之事确实是我不是，都怪我这个做母亲的一时糊涂，竟对你做出那样的事。昨夜你去后，我还道你往后不再认我这个母亲了，我的心里……”他眼眶泛红，泪便流了下来，又哽咽：“你祖母那里想必也是知道了吧？她原本就瞧不起我，往后更甚。也罢，只怪我自己糊涂，我今日便去她那里请罪，她要怎么责罚，我认了便是。”背上两道眉头紧紧皱着，半晌仿佛才压制下了情绪，缓缓的道：“昨夜之事，我并未告诉祖母，
也不打算让祖母知晓，免得她凭空又添无谓烦扰。朱夫人一听，松了口气。只是你这里须得照我2件事。朱夫人忙点头。儿子只管讲。第一，把郑叔送走，往后不许他登我魏家的门。第二，母亲往后再也不许与巫祝交通往来。他的眼里掠过一道阴影。若是叫我知道，下回你再合同巫祝做这种类似于下药的阴私丑事，我立马让人铲平巫庙。朱夫人吓了一跳。此时见儿子提这个，毕竟不光彩。朱夫人涨红了脸道：不和巫祝往来，我是记住了，这回也是十分的后悔，儿子放心便是。只是第1条。他迟疑了下，抬眼看了眼魏少，见他神色阴沉地盯着自己，一凛，心知这档口无论如何是留不下外甥女了。知晓了，只是你也知道，楚玉家中已无依靠，这突然送他出去，他又能去哪里？儿子，你容我几日安排。我知你不喜楚玉，经这一回，我也得了个教训，往后再不会要你纳他了。他这些年一直陪伴我，如今我要送他走，好歹要送得体面，给他备些东西，也算是成全他这么些年代替你在我跟前尽的孝，算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求你了。朱夫人说到伤心处，眼泪又流了下来。魏少眉头再次皱了起来，片刻后终于道：3天。3天后他若还在，母亲休怪我不孝。朱夫人无奈，只得应下，哽咽道：钟离，我这回错了，对不住你。眼泪干了又擦，擦了又干。魏少望着朱夫人，仿佛想说什么，终究还是没说，最后只道：只求母亲记住此次教训，往后行事莫再如此糊涂，便是做儿子的福分了。魏将早上答应的事情说了一遍。郑楚玉已经哭得2眼红肿，道：姨母，我只后悔自己不该糊涂，自甘下贱，做出了这样的事。便是表哥没说，这个家里我也是不能待的了。我见表哥对姨母也有所怨恨了，这可非我的本意。我方才就想好了，我走。朱夫人见他这么为自己考虑，更是不舍，百般安慰道：你放心，这回的事北屋那里不知道，仲林也答应不说的。我送你出去不过是暂时，等过些时候，姨母看情况再将你接回来。郑楚玉慢慢收了眼泪。姨母，我走后，姨母千万莫和表哥用强。表哥是个孝子，心里对姨母是好的。姨母遇事需像之前那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料表哥必定心软下来。只要表哥护着姨母，老夫人那边也需照应表哥的颜面，如此，姨母往后日子才不至于太难。楚玉，只有你为姨母着想。那个巧女若是能有你半点的贴心，我也不至于在儿子面前落得如此没脸。姨母，好一对情深难舍的姨甥，连我这老身见了，也是心有所凄然呐。身后忽然有个4平8稳的声音传了过来：
朱氏猛地回头，见徐夫人不知道何时竟然来了，此时手里拄着一根拐杖站在门口。朱氏吓了一大跳，慌忙松开郑楚玉，朝徐夫人跪了下去迎拜，颤声道：母亲如何亲自来了？若有事，使人唤一声便可。徐夫人理也不理，目光改射向跪在了朱夫人身后的郑楚玉。郑楚玉脸色发白，不敢抬头。徐夫人看了郑楚玉片刻，慢慢的道：把郑叔即刻送出家门，往后莫再让我见到他了。他说完，立刻有2个贱妇进来，拉着郑楚玉往外去。郑楚玉哭了出来，朱夫人顿时心乱如麻，忙道：婆母。才开口，见徐夫人目光倏然扫向自己，顿时说不出话了。我知道你一生相伴多年，颇有感情，你放心，不会亏待了他。他父母虽亡，仍有国书，送他回去，嫁妆也一并送去，让郑家人找个好人家嫁了。如此安排，你有不满意？朱氏嗫嚅道：一切听凭婆母安排。外面郑楚玉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房里的仆妇也都出去了，最后只剩朱氏还跪在地上，低着头。许久，他慢慢的要抬头时，忽然听到徐夫人猛地顿了一下拐杖，力道之大，竟然将他脚前的那块青砖顿出了一道裂纹。又听他厉声道：我准你抬头了吗？朱氏一个哆嗦，抬起眼睛，见徐夫人满脸怒容，俯视自己的那只眼睛里射过来的光芒犹如刀般凌厉。朱氏嫁入魏家20-30年，心里虽然一直怨怪徐夫人对自己冷淡，但像此刻这样的厉色却是从未有过。她心扑扑的跳，勉强定住心神，壮着胆子道：不知媳妇做错了什么，竟然惹得婆母如此生气，求婆母明示，也好让媳妇改过。徐夫人啐了他一口：昨晚你给我孙儿下了哪里来的下九流恶药？为了把你那个好外甥女塞进我孙儿房里，你安敢做出如此歹毒之事？你道那是催情，倘若有居心叵测之人将交给你的变成毒药，你是蠢妇，莫非也要投给你儿子不成？郑叔是你的外甥女，我的孙儿便不是你自己肚里爬出来的亲儿子了。朱氏面色顿时苍白，额头密密的沁出了汗，不敢再辩解半分，以额触地，气道：媳妇一时糊涂，犯了大错，侥幸为诸恶果，求婆婆施惩，往后再不敢了。徐夫人显见怒极了，厉声呵斥完刚才那一段话，喘息个不停，片刻后才伏了下来，冷冷道：你平日和巫祝交通频频，我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如今你竟敢对自己的亲儿子下这样的手，可见心思已是邪歪到不知何处了。你是我孙儿的生母，我也不好对你如何，免得落了我孙儿的面。也罢，既然你自己央我施惩，你便去祖宗祠房自己面壁去吧。何时想清楚明白了，你再回来。徐夫人说完，再不看朱氏一眼，转身便走。到了门外，身子微微晃了一晃，后者的钟媪急忙接扶住他。徐夫人闭目定了定神，见钟媪望着自己，神色里有些忧虑，朝他摇了摇头，道了声：我无法。
钟敖便搀他一路出来，往北屋回去。老夫人，早上南君来时，在老夫人面前半点未提及昨夜之事，可见南君不想让老夫人知道夫人所为。老夫人这样惩戒夫人，南君姓烈，若知老夫人照顾女君，倘若迁怒。他停了下来。徐夫人独目望着前方，淡淡的道：这就看乔女自己了。倘若连这点事都过不去，日后如何能与仲林皮肉伉俪之白头？钟敖沉默了片刻，点头称是。魏少步上了台阶，来到门槛前停了一停，抬手慢慢的推开了虚掩着的那扇门，然后迈步走了进去。男女是阴阳人伦也，况乎夫妻。他想到，小乔写完了正在写的那个字，将笔搁回在笔架上，然后站起来转过了身。魏少已经进来了，身影在屏风旁晃了一下，接着就出现在了小乔面前。小乔一看，立刻就松了口气。魏少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不对，应该说比平常还要冷漠。平时魏少进来至少会看他一眼，今晚他一个大活人站在他跟前，魏少连眼角风都没扫他一眼，径直就往御房方向快步走去，脚步快的连他像平常那样迎上去说句譬如夫君回来了之类的场面话的机会都没有。小乔望着魏少背影，今天困扰了他一天的关于和魏少在床上亲密接触后该如何面对魏少的烦恼立刻被解决了。看起来在魏少那儿，这根本就不叫事儿。魏少换了衣裳从御房里出来，终于抬起眼睛看了一眼小乔。这是今晚魏少看小乔的第一眼。魏少发现小乔和平时一模一样，就那么望着自己。见自己出来了，脸上露出一看就是堆出来的微笑，迎上来问自己：夫君可要进行宵夜？魏少原本以为经过昨晚的亲近后，小乔会朝自己贴过来，或者在他面前露出娇羞模样。才一个白天过去，小乔就好像全忘光了，或者说昨晚的经历于小乔而言根本不用放在心上。魏少心里忽然就不痛快了，一种彻底被人忽略掉的不痛快，这于魏少而言很是少见。魏少面无表情地从小乔边上走了过去，来到床边，翻身上床，道：不必了，睡吧。哦。小乔哦了声，到门口吩咐仆妇们各自散了去歇息，最后关了门，回到了内室。魏少仰面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于后脑勺，闭目片刻，觉察到小乔并没跟着自己熄灯上床，慢慢睁开眼睛，见小乔站在床尾自己的脚边，眼睛正望着自己。魏少微微皱了皱眉，道：怎么了？还不睡？夫君，有件事我困扰了一个白天，我想着应当让你知晓的，又怕你知道了会恼我。何事？君方才回来，可去过西屋婆母那里？未曾。小乔声音轻了下来。婆母些日被祖母罚在祖宗祠里面壁，也不晓得何时才能回。魏少仿佛一怔，慢慢地坐了起来，双眼望着小乔。怎么回事？小乔咬了咬唇。因为昨夜之事。魏少看着他的目光立刻变得凌厉了，一顿。是你去告诉祖母的？是祖母传我过去问话。魏少没出声，皱了皱眉。小乔便把白天的经过说了一遍。当时祖母问我，可知东屋昨夜那边出了何事，说听闻你大发雷霆，把门都给踹断了，
又问这边取冰块的事儿，祖母问我不敢不答。东吴那边的事我不知晓，自然不会乱答，只说了这边取冰块之事。魏少瞪着他，唇角仿佛有点抽筋。你说我中了媚药？小乔急忙摇头。没，我只说你用冰块泡澡，口渴让我给你倒水喝，还有一点后头的事，祖母听了就没再问，然后我就回来了。一阵沉默，小乔抬眼瞥了他一下，他的神色很僵，像是被人扇了一个耳光。看到魏少这样子，不知为什么，小乔非但丝毫没觉得怕，反而有种想笑的感觉。鉴于前次自己不慎笑了一下的后果，这次小乔自然不敢再乱笑的。勉强忍住了，又用很诚恳的口吻道：夫君，昨夜你在东屋那边弄出的动静确实是大了，即便不问我，祖母自己也迟早会知晓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真的不愿让祖母知道，我也与你同样想法，只是今日之事实在非我所料，祖母特意问我了，我也实在无可奈何。夫君若实在怪我多嘴，责罚就是，我甘愿受之，绝无二话。行了。费少打断了他，神色慢慢有点缓和下来，呼出了一口气。说了就说了呗，我有说怪你了吗？他看了小乔一眼，淡淡的道：多谢夫君。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魏少再次看他，见他还那样的站在床前地上，眼睛垂着。睡了吧。自己重新躺了下去。小乔嗯了一声，走过去吹了灯，房间里昏暗了下去。月光被窗纸筛过，在床前的地上投下了一团如水的浅白影子。魏少微微扭过脸，注视着小乔站在床前，低头解了衣带，脱去外头衣上的朦胧背影。小乔将脱下的外衣放在制衣架上，搁在魏少衣物之旁，然后爬上了床，躺了下去。春娘再三教导小乔，南君在床上可以背对他而眠，而他却不能背对南君。小乔不大想面朝魏少，所以一般刚上床时通常都是仰面的，两手规规矩矩地交放在腹上，闭着眼睛。脑海里想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时，感觉到躺在自己身侧的魏少翻了个身，他朝向了自己，并且仿佛靠过来了一些。小乔神经顿时有点紧绷了起来。白天祖母叫你过去问话，我听你意思，你提到了我泡澡之后的事，你是怎么跟他说的？他的声音在昏暗里忽然传来，是一种小乔有点难以明辨的古怪语气。小乔没想到他忽然又问自己这个，顿时窘了。真没乱说什么，这种事我怎么可能说出去啊？全是祖母她自己猜到的。小乔含含糊糊的道，借机翻了个身，背对着他。身后静默了一阵，也不知道魏少信了没。忽然小乔听到不知道哪个床角发出轻微的咯吱一声，魏少朝自己靠了过来，跟着他耳边一热，魏少俯下了脸，嘴唇贴靠到自己的耳边。你到底是怎么跟祖母说我泡澡后的事？他盯着小乔，慢吞吞地问。他竟又追问了一遍，语气还有点奇怪。魏少的前胸几乎已经压到了小乔的后背和肩膀，小乔那只耳朵被魏少热热的鼻息一吹，汗毛就竖了起来，又麻又痒。小乔急忙往背脚下缩了缩脑袋，躲开他的嘴。我发誓真的没有，没有，怎么会说那个呢？你放心。
魏少沉默了下去，慢慢的躺了回去，悄悄松了口气。徐州薛泰为何突然兴兵来犯兖州？乔平也是百思不解。他并不十分愿意又向魏少开口求救。上次因为人城州群来伐，自己只能送出去了心爱女儿。这回薛泰来征，一来一去，最后又要去向魏少求兵。倘若魏少对自己的女儿爱护，拼着也不过是自己这些个乔家家主没有脸面而已。但倘若魏少对女儿无爱，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求助，恐怕只会令他更加看不起女儿，女儿在魏家的地位也更是轻贱。只是兄长懦弱，自己又无大能，孤掌难鸣。乔此未成年，10万大军压境而来，兖州又确实危在旦夕。是日，魏少结束边城巡查，终于从马邑回到了渔阳。这一趟他出去已经半个月了，他也没去衙署，径直回了府。入西屋，进门却不见小乔，春娘也不在。魏少问仆妇，才知道女君应邀去了城东的西王金母大殿，为那里的一幅王母壁画题字去了。魏少有些失望，心里也略感不快，但面上却没有表露半分。徐夫人提及了朱氏，说刚前2日允朱氏从祖祠回来了，说道：仲林，你母亲是我魏家主母，这便罢了，就是为了你的脸面，我本也不该如此行事，只是他此番所为实在太过，盼他牢记教训，往后莫再犯下糊涂。事情虽然过去已经有些天，但徐夫人此刻提起来，语气里还是听得出来带了些恼意。魏少又附和。徐夫人闪目望了他一下，想了下，面上露出淡淡微笑。你当知道了吧，你媳妇儿前2天祖母给借出去了，天也不早了，要是还没回，你去接她回来也是无妨，不必陪我老婆子在这里磨牙了。魏少神色持重，三儿看情况吧，若无事，我便照祖母的吩咐过去。徐夫人点头，催他动身。魏少拜了祖母，这才起身出来。魏少走出北屋，脚步渐渐的加快，到了通往东屋的那条岔道口，他停下来，转脸过去望了一眼，迟疑了下，终究还是继续向前，最后径直出了大门，便吩咐人备马要去城东。门口一侧停了一辆魏家的马车，边上是车夫和几个护随。魏少骑马靠近，远远就见到距离大门不远的空地上，此刻聚了至少20-30的人，全是附近那所郡国学里学生子弟的装束，年纪从15、16到20多不等。这些人此刻不在国学里读书，却都跑到这里，冲着大门方向翘首等待。还有人因为站不到好位置，干脆爬上了路边的一棵树上，仿佛大门里有什么大戏可看似的。魏少靠近了些，学生们的注意力都在大门内里，并没有觉察到身后路上他的到来，依旧在那里议论纷纷。哎呀，何时出来啊？都等了许久了。应是快了。张兄痴迷书画，那高渤海应邀来做壁画，未完笔前不与人观。张兄实在是心痒难耐，昨日到此，原是想找机会混入观摩高渤海画作，恰好撞见君侯夫人出来。据张兄言，何为倾国倾城，如斯事也。边上一众学生被说得神往不已。君侯夫人非但有倾城之貌，也写得一手好字啊，连高渤海都邀他联袂题字，可见一斑呐。听闻高渤海极为欣赏夫人的字，道字体新奇，耳目一新。
若兰叶舞风雅秀又不失从容，又见风神流荡，此等评价实在令人向往。哎呀，若能早些见到夫人的字，以保眼福便好了。学生们七嘴八舌议论，你一言我一语。魏少停下了马，眉头皱紧，神色也阴沉了下来。出来了，出来了！金生，金生！大门内里有片绿色身影晃了下，仿佛有女子要出来。爬在树头上的那个学生最早看到，嚷了起来。众人情绪立刻激动起来，相互推挤，争着要靠前往前看。结果看见门里不过出来一个体型略丰的中年妇人，众人无不失望，齐齐叹了一声。魏少早看到了，那妇人是春娘。她出来，从马车里取了一件适合这暮春的湖蓝软绸薄披风，转身便又入内。学生们空欢喜一场，失望过后还不死心，继续议论着君侯夫人美貌。这时，那个爬得最高的学生无意扭头，看到了身后路边停在马背上的魏少。恰好从前魏少入城时，他在路边见过，印象深刻。那学生一眼认了出来，失声呼了声：“君侯到了！”他手脚一软，树枝也攀不住了，扑通一声摔到了地上，屁股差点没裂成两半。其余众人闻声回头，看到身后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坐在彪马背上的男子。那男子两道目光射过来，顿时鸦雀无声，再没人敢说话了。尔等郡国学学生，不思应对学学，竟在此聚众滋事，真当学官空置。魏少冷冷的道。学生们怎敢发声，一个个都垂手屏息而立，头更是不敢抬起，唯恐被魏少记住自己的面目。魏少皱眉扫视了这群人一眼，半晌从齿缝里挤出了个滚字。学生们如逢大赦，争相朝他行礼，掉头便溜之大吉了。魏少瞧了一眼做鸟兽散的学生背影，吐出了胸口一口闷气，这才来到了大殿门前。几个护送小乔来此的家人见他来了，急忙跑来迎接。魏少下马入内，往后殿的那堵壁画墙行去。小乔仰头望着壁画，高恒在说话，仿佛在讨论什么。边上不远处是春娘和两个侍女。魏少走近了些，渐渐听清楚了小乔和高恒的对话，原来是在谈论时下书法。魏少听高恒道：“说到磨牙，我首推云门颂，笔势放纵，拨势有力，篆籀笔法参隶术，纵收得体，犹如天马行空，飘飘欲仙。我曾特意去往汉中云门留居3月，为的就是每日能登山观摩溪壁之上的书法。轻语晨昏，气节变幻，刻字又似各有气韵。我与夫人畅谈书法，听夫人言谈之间，于书法有心得，又不乏新奇浪漫。我如得知己，心中很是快慰。夫人何日得空，若想亲自前去观瞻，我愿见为向导。”这位高恒不但面若冠玉，而且从小富有才华之名。13岁得渤海太守称许，亲自推荐。魏少远远就看到他双目望着小乔，眼睛眨也不眨，眸光熠熠。走得近了，又听到高恒邀约自荐。魏少刚才在大门外才刚刚呼了出去的那口胸间闷气，顿时胀了回来，立刻加快脚步。春娘站侍在小乔身边，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急忙转身朝魏少躬身，呼他：“君侯。”小乔闻声回头，见去了半个多月的魏少竟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出现在这里了，一怔，起身朝他迎了上去。“夫君何时回的？怎么会来这里？”魏少停了下来，看着高恒，起身向魏少行了一礼。
魏少神色如常，与他和颜悦色的稍寒暄2句，便转向小乔。天也不早了，祖母在家牵挂，若这里事情好，便家去了。说完，朝高恒点了点头，自己转身就往外而去。小乔便与高恒道了声别，春娘与侍女收拾了随身之物，陪着小乔出来，登上了马车。等到并不是很晚，大约戌时多一点，魏少回了。小乔像平常那样迎了上去。他其实也有点看出来，魏少在接自己回来的路上似乎就不快了。他既然肯亲自来接我了，怎么路上又一副欠了他钱不还的臭脸啊？难道是他不高兴看到别的男人和我说了太多的话？不会的。但小乔很快就推翻了这个猜测。魏少当时和高恒寒暄时非常正常，半点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快的。夫君巡城大半个月，一回来就去接我，其实大可不必，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小乔什么事都没有，照常在魏少边上帮他脱去外衣。魏少让他伺候着，面无表情的道：祖母吩咐我去接你的。这就是了，原来不是他自己愿意，而是被徐夫人给逼出来的，怪不得脸色那么臭呢。有劳夫君，多谢夫君。夫君路上辛苦了，想必是累了，早些歇息吧。道：下半夜了。魏少在前半夜只勉强合了一下眼，也不知道身旁的人在梦里梦见了什么，好像踢了他一脚，把他给弄醒了。魏少醒过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他已经不止一次的睁眼看着边上的人。魏少又闭目了片刻，想再睡却是无用。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再一次睁开眼，转脸朝向小乔。见这个踢醒了他的人倒好，还在舒舒坦坦的睡着，还睡得很香的样子。他们2人睡觉向来都是各自一条被，每次睡时，小乔的被子总压得很是紧实，好像魏少会对小乔做什么一样。若真要做，还能阻挡？哼！魏少在心里冷哼了一下，帐中此刻光线昏暗，但依然能看得到小乔现在的身体蜷曲成了一团，裹缩在被子里一动不动。看得久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小乔这种安静无害的样子给影响了。慢慢的，魏少好像又觉得自己原本郁躁的心情似乎有些缓和了下来，甚至再研究一会儿，他忽然发现熟睡中的小乔好似和白天的样子完全不同。实话说，白天小乔的样子看着甚是惹他心眼，但此刻熟睡之后，小乔看起来好像一只柔顺的对人毫无戒防的猫咪。摸上去感觉应该是不错。魏少好像受了什么诱惑，鬼使神差一般，情不自禁，竟试探的慢慢的朝这只猫咪伸过去了手。这可是你自己送上来的。魏少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带了点恶意似的念头，他实在控制不住，伸出了手。说来也是奇怪，小乔到了这里后，就一次也没有再像从前在乔家时那样，晚上睡觉做关于前世的可怕噩梦了，所以他睡得可香。他想睁开眼睛，可是起头实在是睡得太死了，就像只猪一样，眼皮被粘在了一起，一时就是睁不开。他正难受着，突然感到身上一沉，仿佛有座山似的东西压了下来。小乔呼吸一顿，睡意终于彻底消失。他猛地睁开眼睛，模模糊糊，仿佛看到有张人脸就在自己的脸的上方，距离不过数寸。自己的脸庞上也热乎乎的，就是那人的呼吸。小乔大吃了一惊，张嘴惊叫出声，可是声音才刚刚起了个头，嘴巴就被那人给堵住了。
他可不想在这个档口让小乔的惊声尖叫吵醒睡在隔壁耳房里的春娘或者别的哪个仆妇侍女。魏少一堵住小乔的嘴，就觉得小乔的唇又香又软又暖，居然忍不住亲了上去。小乔这会儿也已经彻底醒了过来，也意识到这人就是魏少了。小乔起初实在有点反应不过来，脑子彻底蒙圈。魏少好像受了什么诱惑，鬼使神差一般，情不自禁，竟试探的、慢慢的朝这只猫咪伸过去了手。就在他的手指快要碰到小乔的脸时，却突然顿住了。魏少想起了那天晚上他从自己母亲那里回来后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丢尽脸，奇耻大辱。片刻前的那种舒缓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魏少慢慢地收回了手，盯着身畔被朦胧夜色勾勒出来的一团身影。方才消了的憋闷之气再次从心里冒了出来，而且变得愈发强烈了。他控制不住，脑海里浮现出那夜的情景。虽然她是乔家的女儿，自己是根本不想碰她的，但她却也是祖母做主给她娶进了大门的女人。要是让祖母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和她有过夫妻之实，一定会责备她的。是的，祖母必定会狠狠责备。也是巧了，就在魏少胡思乱想之际，身边这女子的睡梦里也不知道梦到什么，又踢了他一下。魏少忍着，接着听到小乔的嘴里像含了个汤圆似的咕哝了一声。他翻了个身，得寸进尺，竟然朝着魏少滚过来。魏少一动不动，冷眼看着小乔，最后滚进了自己的怀中。就在小乔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之时，上天仿佛听到了他的心声。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在这四下俱寂的夜里，听起来分外清晰入耳。一个声音在门外说道：“魏将军，自然是魏良了。”魏少身影立刻凝固了。小乔那么重的踹了他一脚，准头还那么好的踹着了他的脸。虽说是无意，但毕竟还是有些心虚。闻言松了口气，急忙催他：“魏将军半夜赶路而至，夫君快去看看，莫耽误正事。”他的声音都有点发颤，整个人紧紧地绷着。魏少停了片刻，忽然一把撩开帐子，从床上跳了下去，很快穿好衣裳，直接撇下小乔就开门走了。小乔竖着耳朵，听到他与那个来传话的人低声说了两句什么话，脚步声很快就消失了。他长长的吐出一口气，自己摸了一下额头，已经汗湿透了。魏良向魏少单膝下跪行军礼，从怀里取出公孙阳的信，双手递过道：“实在是军情紧急，这才深更漏夜来叫起君侯，还请君侯恕罪。”魏少没说什么，接过他手中的信，展开一目十行地扫了一遍，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他让魏良起身，魏良起来说道：“据探报，并州陈翔已集结兵马15万，预备往10邑而来，又将一个女儿许给徐州薛太五子，除庄帘外，另送粮食万户，金千两，指使薛太攻打兖州，二人以立盟约。君侯娶兖州巧女，兖州若告急，必定会向君侯求兵。君侯发兵助力兖州，则10邑为己，恐怕难敌陈翔15万人马。若君侯力战10邑，不救兖州，则兖州难保。君侯与乔家阴盟也形同虚设，更遭人非议。这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此为陈翔的首尾不相顾之计，君侯如何应对？”魏良说完，望着魏少，等着他开口。魏少再次扫了一眼信，放到桌案之上，慢慢地踱到床畔，推窗，朝着夜色凝神了片刻，转头道：“招人至衙署，一道议事。”昨夜未休息好，
孙儿昨夜遇到一件事，难以决断。等到天明，便来祖母这里，想听祖母训示。说完，他呈上公孙阳的信，复述昨夜与众人议事的经过。徐夫人看完信，抬头看向魏少：“你意如何？兖州救或不救？”兖州之急，非我魏家之急，轻重缓急，孙儿以为应当以北方为重。既如此，你何以还来寻我？魏少迟疑了片刻，忽然抬眼对上了徐夫人的独目。孙儿不敢隐瞒，要救兖州，也不是没有对策，只是孙儿心里犹疑拿不定。以乔家当年之不义，是否值得我大费周章去救？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之中流露出了一丝隐忍的恶恨之色。徐夫人独目光微闪，两家既有姻亲，便视为同盟。你强他弱，如今他遇危难求助于你，你若不救，便是弃亲，如同弃信义。如此，与当年乔家之举有何分别？魏少不语。信义可大可小，可实可虚，可成事，亦可败事。襄公因信义之举霸业者己，高祖亦因信义之名成就大业。徐夫人望着魏少，徐徐道：“可见信义不过是个死东西，全在人的取舍之间，救或不救，也全在你心。祖母当初既然放手了，如今便不会再插手。相信你能自己做出决断。”祖母之言，孙儿记住了。孙儿还有事，先告退。徐夫人微笑，望着他点头。魏少从北屋出来，东方才刚泛出鱼肚白的颜色。北方4月暮春的清晨凉风朝他迎面吹来，微微掠动他的衣角。他慢慢行至西屋，到了庭院。早起正在洒扫院落的几个仆妇看到他回来，急忙迎过来向他行礼，道：“女君已经起身，正在房里书写。”魏少停在廊阶之下，双手负后，面朝那扇还能隐隐看到烛火光晕的窗户，独自出神了片刻，最后并没入内，转身在仆妇略微不解的目光注视下走掉了。兖州快马信使于辰时飞抵渔阳，除了立刻转呈魏少的信，也给小乔带来了一封家书。家书是伯父乔越亲笔写的，信里乔越将兖州所遇之难说了，让小乔务必要在魏少面前转还，请得他的救兵，否则兖州将难。小乔大吃了一惊，心脏砰砰地跳了起来。兖州是他的娘家，乔家除了伯父伯母，还有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徐州薛泰向来就有暴恶之名，10万重兵压向兖州，以兖州今日之势，即便军民团结奋战，恐怕最后也是凶多吉少。小乔一时心乱如麻，捏着信在房里来回走个不停。他终于知道了，魏少今早过而不入门，应该就是和兖州出的这事有关，他必定会比自己更早收到消息的。但是兖州的事应该也不会是唯一情况，否则魏良不会大半夜的从10邑赶回来将他叫走。小乔停下脚步，沉吟了片刻，最后再次换了衣裳，去了北屋。小乔进去，跪在了地上，道：“孙媳妇，方才收到一封家书，才得知兖州正告急，伯父向夫君求救兵。孙媳妇也知，如今我也是魏家之人，兖州之事本不该我多问。只是我出生成长皆在故土，家中有亲人难弃，实在割舍不下。今早不见夫君，
我便斗胆来祖母这里，恳请祖母看在两家姻亲之面，酌情。话说到这儿，实在是说不下去了，生生的停住，只朝徐夫人深深叩拜，额头触地不起。徐夫人端坐在榻，注目着地上朝自己叩拜不起的小乔，半晌说道：今日仲林来过我这里，说了几句兖州之事，你大约还不晓得，并非仲林不愿救，而是另有缘由。徐夫人将沉香与薛太约定同时发兵攻10邑于兖州的事简单说了一下。小乔怔住了，一颗心不住地往下沉。魏少原本就恨乔家人，即便没有10亿之计，恐怕他也不乐意救乔家，何况还有这样的隐情，他不救更是理所当然了。小乔定了定神，终于抬起头问道：祖母，孙媳妇斗胆，想请祖母告知，今早夫君来见祖母，提及兖州兵事之时，到底是如何说的？徐夫人独目注视小乔，说道：仲林尚未决定，祖母也不知晓。小乔朝徐夫人再次叩首，起身退了出去。钟骜送了小乔2步，回来见徐夫人依旧坐在那里，似乎是在出神想着什么，忍不住问了一句：老夫人觉得君侯可会出手施救？救与不救，在他自己的心里，他应是知道的。只是那道坎儿有些难过罢了。小乔走到那扇门前，稍稍停了一停，呼出了一口气，定神后推门而入。魏少端坐于榻上的案几之后，案几左手边堆叠着重重检册，有些已经拆阅，有些依旧捆扎完好。右手边平放了一把他的长剑。此时魏少手中正握着一卷长简，他听到小乔进来的脚步声，微微抬起了眼。小乔径直走到他面前，朝他微躬身后，没问便上了榻，跪坐到他案几的对面，与魏少正好隔岸相对。魏少仿佛微微一怔，看了他一眼。小乔道：夫君，今早我从祖母那里出来，得知了10邑和兖州的兵情，我也知道我伯父开口向你求助救兵了。除此，伯父也写了一封家书与我，叫我到夫君面前代为转还。我知道我在夫君面前并无这样的人情和脸面，只是莫说伯父已经开口，即便没有伯父书信，我也急待见到夫君一面。方才我在家久等不见夫君回来，怕夫君要出征了，所以冒昧闯到了衙署，若有不当之处，还请夫君见谅。魏少淡淡道：你找我要说什么？小乔直视着他的双眸。找夫君自然是求夫君助力兖州，解去薛太兵灾。魏少笑了笑，放下了手中检册，慢慢坐直身体道：哼，妇人岂可干事？而且你又凭什么让我去助力兖州，解去兵灾？他的语气里，那种小乔熟悉的带了微微讥嘲的语气，又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小乔垂目道：我知道我人微言轻，何况乔魏两家又有夙愿。当年公公与大伯之伤，与我乔家脱不了干系。伯父执意将我嫁来，想求媾和，此举犹如掩面而补缺，自欺罢了。魏少眯了眯眼。既然如此，你还有何多话？小乔慢慢抬起了眼睛。我也知道，夫君去岁之所以娶我，应是遵了长者之命。我更不敢奢求夫君放下心中父兄之仇。只是乔魏两家既然已经结成了姻亲，在世人眼中便形同订立盟约。
如今乔家有急，夫君若袖手不理，未免有负盟约。况且魏家强而乔家弱，兖州若失，于夫君颜面也是有损。魏少没作声，一种不置可否的神情。小乔停了一停，换了口气。东海广且深，犹悲容百川。五岳虽高大，不逆构与尘。我知夫君有高比九天之志，也有擎天踏海之能。提及幽州魏家，天下无人不知。第一，便是魏家有抵御外辱之名，此独一无二。魏家43代一脉相承，到如今夫君的手上，更是不堕先祖的威名。此次兖州有难，夫君若能凯而救之，不止兖州军民感恩戴德，便是天下之人也会传扬夫君海量胸襟。魏少笑了。我若不救，变成了胸襟狭窄之辈，我又岂会在意这些虚名？胜王败寇，这道理你不知道吗？小乔摇头，语气诚恳。我并无此意。夫君若真不救，我猜测应也不全是因为执着于祖父之辈的救援。早上我从祖母那里听来，并州10万人马正欲往10邑而来，夫君正面迎敌，想必是抽不出多余兵力顾及兖州。魏少看了他一眼。我不过一闺阁女流，本无多余见识，但此次事关兖州生死，我斗胆向夫君提议建策，用以解去兖州之兵。倘若夫君觉得可行，也不用分去夫君多少兵力，不知夫君允许我说否？魏少似乎一怔，眉头随即轻轻挑了一挑。说来听听。他的语气带了点漫不经心。我从前还在东郡闺阁中时，听闻淮水一带除了徐州薛泰，另加以淮南扬州刺史杨信为大。薛泰和杨信为争夺地民，素来交恶。陈翔既然能以婚姻凉薄与薛泰结盟，唆使他攻打兖州，能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突然找杨信去伐徐州？徐州一旦危急，薛泰必定要退兵自救。只要能让杨信出兵，无论多少良才，即便倾家之巨，过后我去信给兖州，我伯父父亲必定也会如数奉上，无需夫君多费1钱。哦，我当初出嫁时，家人为我备了妆奁，虽9牛1毛，也愿全数奉出。魏少神色微微一动，但没有出声打断。此围魏救赵之策，我既想到了，夫君自然也能想得到。我也知道，说的容易，做起来却难。要杨信于此时攻伐徐州，就是要他与陈翔为敌。陈翔势大，杨信虽贪财，也未必就肯会为凉薄而得罪了陈翔。说动杨信才是最难之处。我看天下也就只有夫君才有这样的人情和威信，能遣得动杨信此人了。夫君以为可行否？夫君以为可行否？最后他轻声问。书房里静寂下来。小乔虽然已极力镇定自己，但望着魏少的眸光里，还是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紧张之色。捏得紧紧的两手手心也微微地出了一层湿汗。兖州和乔家的生死存亡，或许也就在这一念了。魏少也望着小乔，神情看起来和之前并无二样，实际他的心里却非常惊讶，甚至说震动也不为过了。上兵为谋，就像小乔刚才说的那样，昨夜魏良走后，魏少独自在这衙署里等天亮时，他其实就已经有了这个驱鹰逐狐的计策。他想到的那只鹰和小乔说的不谋而合，便是扬州刺史杨信。只是就像他今早去见徐夫人时曾说的那样，
他的心里横亘着一道坎儿，所以他犹豫在救与不救的中间，一时难以决断。无论何时，只要想起乔家人当年的背信弃义，恨意便会在他心里蔓延开来。少年时父兄同亡的那幅凄烈场景太过刻骨，小乔问完那句可行否，便等魏少回答。等了良久，魏少却始终没有任何答复。他就坐在自己对面，却一语不发。或许他还在犹豫。魏少可以犹豫，但小乔却不能再犹豫了，他也没有这样的资本。他是一定会尽100%的努力去说服魏少的。夫君娶我，也是为了兖州。兖州如今就如同你盘里的肉，若能保，我实在想不出来，你为什么要把它让出去，以后再从旁人之口夺回。魏少和他四目相对，依旧没什么表情。兖州此次若侥幸能赖夫君而保全，满满很是感激。小乔语调柔软，忽然朝他俯身了过去，唇瓣轻轻触碰了一下魏少一直紧紧闭着的嘴唇上，两张脸瞬间就靠得很近。小乔精致漂亮鼻头带着些玉质的温润凉意，轻触着魏少的面颊，两人呼吸几乎混合在了一起，状若交颈呢喃。魏少的喉结微微动了一下。夫君应正事忙，我不敢再扰，先行告退。小乔离开了他，坐了回去，朝他微微躬身，随即起身下榻，转身朝外而去。你那么点陪嫁的私房钱，还是自己留着做2件衣裳吧。小乔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听到魏少在自己身后说道，语调淡然，又仿佛带了那么一丝调侃的意味。小乔停了脚步，转过头。魏少从榻上起了身，扶平衣袖，便快步经过小乔身边，迈出门槛，往前堂而去。前堂，渔阳的20-30文官武将早已经等得焦急，终于看到魏少从堂后转身，立即静止，分列2班听候差遣。魏少发号施令，拜李典为大将军，统领15万兵马，分5路发往10邑。第1路由李崇居左，第2路由张简居右，其余3路也各拜了上将，无一不是能征惯战的魏家中将。由这5员上将各统领部下，刻日整兵启程。魏少又命主簿魏全为太尉，兼粮草上路，自己则另领一支精英轻兵另行上路。众将官领命各取兵符，纷纷离去。剩下魏良在一边，眼见人都散了，自己竟没有被点到名，以为魏少因为去年底自己在路上不慎丢了女军而不信任自己了，很是焦急，上去追问道：莫非君侯不信我？魏少笑道：将军有大任，我才留你到最后。魏良不解，魏少扶耳过去，低声说了一番话。魏良十分惊讶：我已决定10邑要战，兖州也要保。陈翔将女儿嫁给薛太之子，人与许诺送去的万户粮1000斤已经上路。公孙先生信中有言，陈翔为保万无一失，舍大道走小路，派1000兵马护送。我给你2000人马，你去替我把人粮全部接来。我即日便差役使者写我密信去往扬州，允他若出兵攻伐徐州、兖州兵界，势必则将粮帛送去给他，外加北马1000匹。杨信本就觊觎徐州，又有我加持，这样的机会他岂会放过？君侯妙计！徐州若失，薛太能安身何处？必定回兵救城。那陈翔丢了女儿梁伯，薛太偷鸡不成蚀把米，看他2人还如何做成一对好亲家。魏少微微一笑：
此事关乎兖州得失，不容有失，将军须得谨慎行事。魏良收笑，正色道：“君侯但请放心，有了前次教训，魏良必定谨慎百倍，绝不负所托。”魏少回来了，小乔连仪态都顾不上，鞋也未曾来得及穿好，踏着便迫不及待地往外去。走了几步，改小跑迎了上去。不料才跑几步，一只鞋从足上脱落，小乔忙停了下来，微提裙裾，单足跳着回来，勾回那只翻在地上的绣鞋。他正急急忙忙地套着鞋，脚步声已至身后。小乔微微扭头，见魏少身影已从那扇屏风后转了过来，四目相对，魏少停下了脚步，两人中间还隔着一段数臂长的距离。小乔之所以这么殷勤想去迎人，除了不自觉地被徐夫人和朱氏那种出战前离别的气氛给感染了，也确实是心存几分感激之念。见状略觉尴尬，穿好鞋，缓缓地放下裙裾，只等着迎接他的击潮。不料却并未等到，反而发现魏少和先前仿佛有所不同。他从一进来，目光就落在自己这里，眼睛眨也不眨，似还带了一种毫不遮掩的直勾勾的味道。小乔意外之余，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开口。魏少也这般一直不说话，小乔只觉耳边静悄悄的，气氛变得有些异常。再等片刻，他终于受不住了，迟疑了下，自己找话，开口轻声问道：“夫君回来了，可去过祖母和婆母那里了？祖母婆母应都未眠，还在等你。莫若……”去过了。魏少眼睛还依旧那样望着他，信口应了一声。小乔愈发不自在了，咬了咬唇，胡乱再找别的话：“你腹中可饥饿？若需用膳，我这里还有。”他一边说一边转脸，目光避开去找食物。魏少盯着小乔，贝齿咬着红唇，似不自在的娇俏样子。忽然几个大步到了小乔身前，他话还没说完，就被魏少给一把抱了起来。小乔只觉脚底一空，人就径直被魏少给抱到床边放了下去。魏少跟着单膝跪在床沿上，低头凝视着他。他喃喃地应了一句，脸便朝他压了下来，开始亲他的嘴。小乔一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春娘忙轻咳一声，示意出去。侍女这才跟着反应过来，无不脸红心跳，急忙低头匆匆退了出去。春娘退在最后，怕惊动了床上的两人，放许脚步，最后轻轻地带上了门。起先他亲她的嘴，亲了一会儿，移到脸颊、鼻子、眼皮，后来又亲回她的嘴。小乔起先闭唇，后来就被魏少强行欺开了唇瓣，像昨晚那样深深的吮舌不放。小乔闭着眼睛让他亲，渐渐又感觉透不过气儿了，下意识的摇头挣扎。魏少忽然松开了他的嘴，两手捧着他的脸，喘着粗气。你放心，我已安排下去，元首兖州了。小乔的眼睫毛颤抖一下，慢慢睁开眼睛，看到魏少的脸就在自己脸上。小乔说：“我猜到了。”他脸颊滚烫，自己也知道一定是红不行了。魏少端详着他的模样，仿佛快意地笑了起来，笑完又凝视着他，双目亮得异常。大军某时出发，我还须得提早点将，没剩多少时辰。他又说道，似暗有所指。小乔起先一直垂着眼皮，忽然听到魏少在耳边这么说了一句，自然听了出来他话里的意思。小乔迟疑了下，双手搭在他肩上。推他坐了起来。魏少不愿，但还是顺着小乔的手坐了起来。这才知小乔原来是要为自己解衣。第一次得小乔如此回应，
魏少胸膛里一颗心脏狂跳，兴奋的快要撞胸而出。他变得从没像此刻这样听话，低头看着小乔红了的面庞，为自己解了衣裳。帐子落了下来，小乔闭着眼睛，尽量放松自己视力。忽然听到魏少带着压抑的、几乎已经变了声调的耳语：“很疼就告诉魏少，别再抓我脸了。”小乔疼的额头已是出了一层冷汗，人也像是飘在了云里，都有些晕晕乎乎了。哪里还能回答，只含含糊糊的呜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人终于慢慢的缓过神，睁开眼睛转头就看到魏少一脸的懊丧，仿佛难以置信似的。小乔自己还疼得火辣辣的，偏就天生的性子不改，一见魏少这表情，居然又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小乔一笑出声，就知道要完了。果然，魏少目露凶光，抬手抓住他，就将他扯了过来，一个翻身，重重的压住他。小乔顿时慌了，魏少低头又要吻他的嘴，小乔急忙摇头说疼，魏少却不复起初的柔情样了，一口就狠狠地咬住他的嘴，痛得小乔都快要掉眼泪了。小乔心里后悔的要命，忍不住挣扎，魏少却就是不放过他。正纠缠间，隔着门，外头一个仆妇的声音传了过来：“南君可在？夫人等南君一夜未睡，方才心口疼，打发婢来看看。”魏少停了下来，小乔却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急忙推了推他，示意他立刻去。忽然又觉得不对，刚才魏少进来，自己问他有没有去过北屋和东屋，他明明说去看过了回来的，可是听着东屋来的仆妇的口气，他似乎根本就没有去过。只是有了刚才那个教训，这回小乔是真吃教训了。见魏少停了下来，盯了自己一眼，急忙停了抗拒，更不敢再催他了，收回手，一动不动，就那样看着他。过了一会儿，魏少慢慢的从小乔身上爬了起来，自己开始穿衣服。小乔拉了被角遮住身体，冲他背后轻声试探着问：“婆母不是，我也一道去吧？”魏少没应，自己穿好衣服才道：“你睡吧，无需你去。”哦。小乔躺在枕上望他，本以为魏少要走了，不想他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转头看了一眼自己，忽然反身回来，坐到床沿上，俯身朝他靠了下来。小乔想起自己刚才不小心又得罪了他，不知道他这会儿还想干什么，又紧张了起来，下意识地将被角又往上拉了拉，双手紧紧攥住，睁大两只眼睛瞪着他：“你乳名蛮蛮。”魏少的脸压向他，压得很低，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小乔一愣，点了点头：“从前为何不告诉我？”“你没问啊。”魏少继续望着他，忽然笑了一笑，手伸了过来，带了些轻佻的捏了一下他的面庞。“睡吧。”他抽手起来，转身就走了。这回是真的走了。小乔慢慢的吁出了一口气，躺在那里出神时，春娘进来，一边替他拢被，低声咕哝：“没见过这样做人长辈的，哪里有这种时候把南君给换走的道理啊？”方才我也就只略有些不舒服，下人便大惊小怪的去叫了你来。我儿，你没怪娘多事扰了你吧？魏少忙道：“母亲身体最大，儿子怎敢？何况也无事。”朱氏露出欣慰之色：“你大军何时出发？我昨夜等了一夜，唯恐你还记恨我上回的糊涂，这回不告而别。”魏少道：“母亲莫胡思，儿子前些时候只是忙碌了些，不止母亲这里，祖母那里也很少去。
母亲对儿子有乳血之恩，做儿子的如何敢置气于母亲？朱氏握住魏少的手，如此我便放心了。儿子，你明日出征，我知你必定皇天佑身。当初我生产你前夜，看到屋脊上有金龙盘旋，我便知你日后必定不凡。魏少已经听他不知道提过多少回，这个也不知道是他做梦还是想花了眼睛的所谓金龙之兆，早就从一开始的啼笑皆非变得应对自如了。他耐着性子由他唠叨，片刻后见朱氏服下去的药力发作，慢慢合上了眼睛，便轻轻将朱氏那只手从自己掌中拖出，以背盖住。他起身要走时，冷不防朱氏猛地睁开眼睛，又一把紧紧抓住他的手，口中嚷道：“乔女凶恶，乔女凶恶，她是要来害我家人的！”他的手竟仿佛突然暴涨，死死抓住魏少的手不放。魏少急忙安抚，朱氏这才重新闭上了眼睛，慢慢的仿佛又昏睡了过去。铠甲沉重，小乔和仆妇一起服侍他穿戴完毕。这时魏府大门已经大开，门外两旁火仗犹如火龙，照得四下亮如白昼。大将军李典率亲兵来迎君侯出征，低沉雄浑的战脚声和着亲兵战必胜战必胜的声声威武之声，隐隐从门外传到了房里。小乔帮魏少扣上了战甲护肩一侧的最后一个锁子，收回了手，抬头看向他。魏少长得本极英俊，穿上他这身曾染血无数，锁片上也隐隐泛出陈旧血色的金甲战衣，浑身便有杀气隐然流露而出。小乔后退一步道：“夫君战必胜。”魏少的神色又恢复成了他平时的持重，微微点了点头，仿佛想说什么又没说，最后只看了小乔一眼，抓起方才捧来搁在他手边案几上的那柄佩剑，转身便大步出了房门。东郡太守乔平父子领了5万兵马，已经列阵以待。薛太半点也不放心上，崔大军便直扑而去。两军相遇于巨野城外，薛太看向对面，见阵原处当先的白马坐了一个中年将军，面若秀士。薛太知道是太守乔平。侧旁一匹枣红大马，马上坐了个小将，银袍加身，手持双戟，双目若星，俊秀异常，猜到应是乔平之子。薛太哈哈大笑：“兖州当真无人了，竟派出一个女娲前来对阵。”这话一出，哄笑声四下而起。乔慈年少气盛，怎忍得下这样的羞辱？不顾乔平阻拦，匹马便冲出了阵，怒骂薛老匹夫。对面早有薛太18岁的幼子，便是将要娶那陈祥之女的薛良，催马挺枪接战。双方接马于阵中空旷之处，两边军士高声呐喊，一阵恶斗几十个回合，乔慈将薛良拨于马下。薛良急忙逃回阵地，乔慈红着眼睛追赶上来，一刀投了出去，刺中薛良后心，薛良倒地毙亡。亲子竟然就丧命于阵前，还死于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少年手上。薛太又惊又痛，大怒，岂肯放过，即命左右2员大将出击斩杀乔慈。2员大将曹旭、张彪得令，并头纵马而出，转眼将乔慈包围于马阵当中。乔慈虽然是初生牛犊，少年英雄，只毕竟尚未成年，所历战事不多。曹旭、张彪却是徐州宿将，万能冲锋陷阵。乔慈以1敌2，如何抵得住？一不留神，左臂被划了一刀，鲜血直流。乔平见儿子退路被断，身又负伤，心急如焚，立刻亲自带了2将冲去应援，却来不及了。
还未冲到阵前，便听曹旭大喝一声：“还口小儿，吾为幼主复仇！”乔平眼睁睁地看着曹旭手中长矛朝着乔慈当胸贯去，乔慈双戟正抵着张彪劈下的长刀，无法闪避，就要血溅当场。忽然就在这时，两阵中间的荒野之上，一骑快马如闪电般驰掣而来，转眼冲到阵前。马上之人戴了一顶斗笠，将手指搭于唇上，朝着前方那3匹正团在一起的战马打了一个尖锐无比的呼哨。3匹战马如闻魔音，竟然齐声嘶鸣，怒扬前蹄，一下子就把站在一起的曹旭、张彪和乔慈3人甩下了马。没想到这陌生人呼哨一声，马匹竟将主人掀翻在地，3人跌落，滚在一起。那人驱马转眼冲到近前，俯身一把搭起地上乔慈的手臂，将他拽上了马，转身奔向乔平。到了乔平马前，将乔慈推了下去。乔慈落地站稳了脚跟，人却还惊魂未定，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乔平原本以为儿子定当血溅3尺，做梦也没有想到千钧一发之际，这斗笠客竟这样杀出来救了他的性命。清喜感激自是不必多说，知此人并非出自两军，定睛看去，见他斗笠压得很低，遮住了额头双目，看起来也不过20出头，抱拳致谢：“多谢恩公救我犬子，两阵之前无暇致谢，但请恩公留下字号，日后必当重谢。”乔慈站于地上，恰好看清了这人斗笠下的双目，其中一眸碧绿，忽然觉得哪里见过，似乎有些面熟，却又一时想不起来。乔慈怔忪之际，对面薛泰已经击鼓号令进攻，他无暇再多想，急忙打了声呼哨，召回自己战马，翻身上去应付。两军转眼厮杀在了一起。乔平熟读兵书，平日也勤于练兵，此刻奋力指挥阵法，奈何身边无得用良将，兵力又只及对方一半，阵地渐渐被压缩得越来越小，只能且走且战。忽然左右各一声炮响，薛泰两面侧翼又各有1万人马压了上来，兖州军士的阵法立刻被冲得七零八落，死伤无数。乔平心知再战下去，5万兵马就要全军覆没于此，欲要明军退入城中以期后算，阵法却又已乱，此时若是突然鸣金，场面恐怕更加难以收拾。正在苦苦支撑之时，乔平惊见方才那个斗笠客一刀劈杀了围上去的2名薛泰军士，横刀大吼一声，吼声犹如雷动，近前的数十人面露惊惧，竟然不敢靠近。看着那斗笠客杀出一条血路，纵马冲到了乔平面前，厉声喝道：“使君速速鸣金退入城中，迟了必定全军覆没。这里我替你暂且挡着。”乔平当即掉头，正要预备收兵，忽然听到薛泰阵中竟先响起了鸣金之声。乔平惊诧眺望对面，见对面似乎出了什么意外，马背上的薛泰满脸怒容，指天破口大骂，紧速命手下将员收兵归阵，恨恨带着儿子失身退兵，往来的东南徐州方向急速而去。方才还杀得天地无光的巨野城外，转眼间雁齐西。乔平直觉犹如经历了一场劫后余生，依然有些不敢置信。不知薛泰局面大好，为何突然退兵？此刻也顾不得细想，下令先收拾阵地，将阵亡以及受伤军士送入城中。他稍喘出一口气，忽然想起方才那个斗笠客，急忙四处寻找，却哪里还有他的踪影。乔慈一路紧追不舍，一直追出去了几十里地之外。前头那人见甩不掉他，终于在路边停下了马。乔慈面上沾着血污，手臂伤口血痂也未凝固，依然在慢慢往外淌血，双目却炯炯放光，一口气追了上去。
停下马，抽刀指着对方，大声道：“真的你的绿眼，我大死就是被你劫走。如今他在哪里？你将他如何了？”比之慢慢的抬高斗笠。我与他已结成夫妻，公子放心，我会尽我全力待他。公子受伤不轻，还是尽早回去疗伤吧。乔慈双目大睁，露出不可置信之色。比之朝他微微点了点头，随即催马扬蹄，转眼飞驰而去，身影消失在了眼镜尽头。乔慈呆在原地。当初大乔随比之私奔而走，乔家隐瞒了下去，连乔慈也不十分清楚，只隐隐听到似乎是和家中马奴比之有干系。顾方才战事一结束，立刻就盯上了比之，一口气追到了这里。乔慈没有想到，堂姐大乔竟然嫁给了他，而且听他的口吻，似乎还是大乔心甘情愿。乔慈不能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一时无法接受，停在那里愣怔了片刻，忽然又想起方才自己就要命丧刀下之时，就是这个人犹如从天而降，救了自己。两军阵前，他又勇猛惊人，武力之高，自己生平前所未见。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乔慈迷惑了。徐夫人微笑道：“仲林出去也有大半个月了，祖母恐你记挂，一有消息就先告诉你。大军数日前已经抵达10邑，整兵坚垒，扎寨布阵，很是顺利。”小乔忽然感到有点心虚。这些天他记挂最多的其实还是兖州。魏少那边，或许因为他足够强大，小乔也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其实并没有怎么想起来过，便垂眸道：“潘夫君早日圣归。”徐夫人点头，又道：“我今日也收到了另个信儿。明日我要动身去中山国走个旧亲戚，我想着你在家也是无事，不如随我一道过去，带你认个脸儿，我路上也好有个伴儿。”小乔有些意外，没想到忽然就要出远门了。你回去收拾下，明日一早动身。徐夫人微笑道。第二天一早，小乔随同徐夫人出了门。魏延已经等在门口了，他的身后是2列约有100人的护卫。魏延因身负留守幽州之任，并不同行，一路就由这些护卫护送。这些护卫都出自魏家的虎贲轻兵，魏延精选而出，不但信靠，而且个个善战。看到徐夫人和小乔从里面出来，魏延立刻迎了上来，抢扶住前头的徐夫人。魏延搀徐夫人下了台阶，往马车走去。徐夫人抬头看见，忍不住摇头道：“叫你备车，你怎弄了这么一辆过来？未免过奢了些。”魏延道：“以外祖母的贵重之身，何来过奢之说？比及洛阳贵人的启程，这也不算什么。再说了，路上也要走个几天，外祖母年事又高，我怕外祖母坐车倦怠，这才备了辆稍微过得去些的。以外祖母的贵重之身，何来过奢之说？比及洛阳贵人的启程，这也不算什么。再说了，路上也要走个几天，外祖母年事又高，我怕外祖母坐车倦怠，这才备了辆稍微过得去些的。”徐夫人笑道：“就你能说。罢了，车都备好了，我还不坐吗？正好你弟妹与我同行，我这把老骨头倒没什么，他身子娇，路上是要松坦些才好。你考虑的也周到。”魏延一笑，搀扶徐夫人登上马车，随后退了2步，给小乔让出了道，微笑道：“弟妹，快上车了。”
小乔身边仆妇略递了把手，他另一只手稍提裙裾，踩着墩子上去。不想脚踩到马车面板时，脚底稍稍一滑，没有站稳，身子晃了下。几步之外的魏延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上来，小乔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伸手扶住他一侧后腰，口中低声道：“弟妹小心。”随即松开了手。这稍稍一晃，其实小乔自己也能稳住的，只是没有魏延的反应快。小乔对这个人一开始的印象是极其恶劣的，此刻冷不丁的这样被魏延扶了一把，小乔虽然心中觉得有些别扭，但还是回过头朝魏延淡淡的笑了笑，道了声谢，低头弯腰便钻进了马车，坐到了徐夫人的身旁。随同的钟媪、春娘等人和一应携带物件都上了后头几辆马车，准备妥当。骑马的丽媛佩剑在前开道，护卫两侧齐行拥护。人马穿过街道出城，魏延依旧相送，一直送出数十里外，徐夫人再三叫他回去，魏延这才止步。他停在原地，目送前头那列车马沿着驰道慢慢消失在视线里后，忍不住握了握刚刚触碰过小乔腰身的那只手掌。原是今天呼吸已经困难，看太医的意思，也就是这1-2天了。徐夫人回来，心情难免低落，小乔陪在一旁开解。这时，外面忽然有仆妇叩门。老夫人，苏家长女左冯义公夫人知道老夫人到了中山，前来拜见。小乔眸光微动，但迅速就掩了过去。徐夫人仿佛一怔，自言自语般的道：“她去年新寡，不是还在洛阳，怎也来了这里？”沉吟了下，便叫请入内。小乔急忙起身告退。徐夫人道：“你留下吧，无妨。论辈分，我是她母亲的姑妈，她也叫我一声外姑祖母，算是沾亲带故。”小乔垂下双眸，应了声是，如方才那样坐回到了徐夫人手边。片刻之后，他听到门外一阵环佩叮咚由远及近，起先轻微，渐渐清晰，犹如音乐的韵律美感。可以想象走路女子的姿态应该是如何的弱柳扶风，摇摆生姿。门口出现了一个扶素的年轻妇人，小乔看去，这个少妇比魏少看起来要大些，24、25的年纪，青丝梳成堕马之态，容貌甚是美丽，尤其双目生得出色，身段极好，一身素服也掩不住呼之欲出的风俗，又额外替她添了几分不同的味道。少妇到了门槛之前，微微提起裙裾，在仆妇引领下行走到徐夫人面前，恭恭敬敬下拜。行过礼后道：“侄孙女娥皇，前2日便听闻外姑祖母到了，多年未曾拜见，十分欣喜。原本想早早前来，只是想到外姑祖母必定忙碌，娥皇怕扰了外姑祖母正事，这才忍了下去。今日实在思慕心切，不顾天色已暮，贸然前来，唯其未扰到外姑祖母的清静。”说罢再次叩首。他一开口，小乔便有些意外，他的声音略带嘶哑，仿佛受过什么损伤似的。只不过他吐字富于韵律，所以听起来非但不刺耳，与一般女子的声音相比，反而带了别样韵味。徐夫人似乎也有点意外，独目看向他：“多年不见，我记得从前你声音颇好，怎成了这样？”苏娥皇垂目，面露微微凄色。回禀外姑祖母，从前生过一场病，人好了，生却回去。
徐夫人点了点头。可惜了。左峰义公去岁不幸去世，我也听闻过。你须得节哀，勿伤心过度，以至于伤身呐。苏娥皇向他深深纳拜。娥皇多谢外姑祖母关爱，必定谨记长辈之言。娥皇原本随先夫定居洛阳，先夫去后怕睹物思人，年初回到中山国，深居不出。前些时候外姑祖母大寿，娥皇未出孝期，恐冲撞了，故只能遥拜外姑祖母寿吉。思及娥皇小时，外姑祖母对娥皇的照拂，至今难以忘记。盼能有机会再孝事于外姑祖母膝下，方能报答恩情。徐夫人露出一丝淡淡笑容。你这番孝心，外姑祖母心领了。如今外姑祖母身边有孙媳妇时，很是周到，你不必牵挂。苏娥皇终于看向坐于徐夫人手边稍后位置上的小乔，双眸在小乔面庞上定了一定，随即露出亲切笑容。她想必就是众灵帝的新婚夫人了。我前2日便听闻，城中人都在传，云咽侯夫人有闭月羞花之容。一见之下，果然令我倾心。方才只顾陪外姑祖母叙话，是我的不是。阿姐这厢向妹妹赔礼。说完，朝小乔行了时下妇人初次见面的礼节。小乔微微欠身，还了个礼。按理说，这会儿徐夫人当为小乔引荐她的这位外孙侄女，但徐夫人却没说什么，只面带淡淡笑容看着苏娥皇和小乔互相见礼。苏娥皇道：今日有幸见到仙人一般的妹妹，我心甚慰。往后若有机会，盼能与妹妹多些往来，才不负我这一见倾心。徐夫人既然不为自己引荐她，小乔便也不照苏娥皇刚才口风叫她阿姐，只微笑。夫人谬赞，我亦同心。苏娥皇面上笑意半点也没少，目光在小乔脸上最后掠了一下，朝徐夫人道：终于得见亲慈之面，娥皇心满意足。外姑祖母今日想必也是乏了，娥皇不敢再叨扰，先行告退，择日再来侍奉。徐夫人道：你有心了。说罢看向钟敖，让他送出去。苏娥皇朝徐夫人最后叩首，起身离去。环佩之声渐渐消失，徐夫人出神片刻，对小乔微笑道：今日你也累了，早些去休息。陈瑞此刻身上还穿着女装，头上插一朵花，乍一看也算是标致女子，只是身上五花大绑，嘴巴刚才早被檀符扇得红肿了起来。此刻到了魏少面前，丝毫不肯显软，依旧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破口大骂：魏少，你个幼畜贼！爷爷落你手里，说皱一皱眉，爷爷就做龟爬。前次坏人好事，皆又夺我陈家城池，我化作厉鬼也必生啖乳肉。魏少朝他走去，目光阴厉：来，杀我！陈瑞之今天是彻底没了活路，心一横，只想讨个口舌之快，哈哈大笑。你当乔女还是你妻？她心早已在我这里了。前次被我带入城中，当夜我便与她做了一对快活神仙。睡过了美人，我陈瑞便是死了也是花下风流鬼，值了！魏少五指紧握成拳，骨节青筋暴突而起，猛地一拳重重击在了陈瑞胸口。
清晰的咔啦骨裂声中，陈瑞触根胸骨齐齐断裂，人也飞了出去，砸到身后墙上，又掉落在地。陈瑞口中不断呕出鲜血，趴在地上大口喘息，嘴里还在含含糊糊的嘟囔个不停。魏少额头的青筋依旧抱着，赤红双目盯着地上的陈瑞，对着谭福道：把他子孙根割下，剁进他的嘴里。西屋的仆妇侍女全都列在门口迎接。魏少入内，众人也跟了进来服侍。方才在徐夫人和朱夫人的跟前倒还好，一进屋，魏少的目光便再无顾忌，直接定在了小乔的脸上。被魏少这么盯着看，小乔难免又感到有些尴尬。而且两人成婚也就半年出头，在一起的时间几乎还没分开时间的一半多，才刚刚有点熟起来，中间一下这么几个月就过去了。现在魏少突然站回在自己跟前，又满脸胡渣的，纵然曾经有过真正的肌肤之亲，还是令小乔再次生出了一点陌生感。只是魏少要这么看，自己也不好叫他不要看，只好微微低着头，眼睛平视地盯着他的胸膛，抬手帮他解衣。你们都出去。魏少忽然说道。众人立刻放下手里的活，鱼贯退了出去。房里只剩他和他了。魏少的左手压了上来，将他的右手完全的包覆了起来。前些时候有没有想我？因为常年用着刀剑，魏少的手心有点糙硬，还带着茧，揉捏着小乔柔弱无骨的一只手，暧昧的气息便油然而起。小乔感到脸庞也开始热了，魏少是在挑逗自己了。他迟疑了下，抬起眼睛望着魏少，轻声道：外头好些人都在等你呢，还是让春娘他们进来，快些一道服侍你更衣吧。有没有想我？魏少重复了一遍，打断了他的话，忽然加大力气，重重地握了一下他的手，力道大的甚至让小乔感到有点疼。他的脸也压得更紧，小乔忍着要缩脖子的那种感觉，急忙扭脸往侧旁躲了躲。魏少另一只手便抬起来，拇指扳正他的脸，强迫他看着自己。魏少的表情好像有点不快了。想了。小乔在心里朝他丢了个白眼，声音含含糊糊的。魏少一笑，立刻松开了他，自己低头下去，3两下就解下了身上的衣，厚重也不透气。魏少一脱下来，小乔就从他身上闻到了一股隔夜馊饭的味道。小乔也不敢露出嫌弃的表情，自己暗暗屏住呼吸，转过了脸。水都备好了，夫君去。魏少仿佛看出了什么，故意似的，伸手就把小乔拽到了自己怀里，两个胳膊搂住他，低头强行便吻住了他的嘴。汗味、泥尘味，混合着他的别的小乔也说不出来的什么味道，一下子朝小乔扑鼻而来。小乔挣扎了2下就放弃了，闭着眼睛让他啃咬个够。魏少啃了一会儿，忽然松开了小乔的嘴，两手抱住他的腰，将他一把提了起来，坐到了身后的那张案几上。夫君！小乔吓了一跳，忙要下去，人却被他放倒了，强行摁在了案几面上。魏少一放倒他，什么话也没说，自己就顺势单膝跪在案几前，低头继续啃他。对着这个突然放飞自我，浑身有一股子馊饭味的男人，就算是久别重逢，小乔也实在有点吃不下去。何况就他那种亲热方式，自己非但半点也没被他撩动，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小乔勉强忍了一会儿，感觉到魏少咬疼了自己，啊了一声，他实在受不了了，抬手一把推开了那张脸。别！小乔坐起来，却被魏少另一只手压住了一侧肩膀，放倒了下去。
夫君，小乔再次撑着坐起来，又被他给摁了回去。小乔就像一条砧板上被钉住了的鱼似的，扭得鬓发都散了下来，脸颊泛红，气喘吁吁。魏少却是充耳不闻。小乔哭丧着脸，那你先去洗洗。魏少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大概自己终于也意识到了那股闷出来的味道，面上却也无半分歉色，只笑了笑，随即快步往浴房去了。小乔听到里头传来几下哗啦的泼水声，一口气还没完全缓回来，就见魏少出来了，已经脱光衣服，肩膀和胸膛上不住地往下滴着粼粼的水珠。这时门口一个声音传了进来：南君，前堂有人询。上等着。魏少头都没回的吼了声，单膝跪在床沿上就爬了上来，伸手像抓小鸡似的把床角的小乔给拖了过来。公孙先生寻南君，说有要事相告，夫君快去。小乔急忙催他，魏少脸色有些难看了，盯了小乔片刻，终于松开了他，滚下了床。过来替我更衣。小乔赶紧整理好身上刚才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的衣裳，下床捧了一套预先已经准备好的干净衣裳，一边躲着他的手，终于帮他整理好了外衣和腰带。换上整齐的衣服，魏少又变得英俊爽净了。等我回来，不许再推三阻四了。魏少临走转身前，惩罚般的又捏了一下小乔的脸颊，手有点重，声音却颇是柔和。魏少匆匆来到前堂，已是转成平日人前的那副整肃模样，撩起衣摆入座便问：先生即要见我。公孙阳已经等了他一会儿了，递上一卷黄帛。魏少瞥了一眼：洛阳来书，何事？少帝暴病而亡，新训改立文喜王7岁质子为新帝，诏改定康为太安，幸训贾节钺，如今传书命天下各诸侯前去洛阳参拜新帝。魏少微微扬了扬眉，展开黄帛看了一眼。先生有何见解？主公自然不惧，可推兵却之。此番攻下泾阳后，虽兵源猛增，却也良莠不齐，需10日加以训用。且大战过后，原本就该养息上一些时日。我听闻青州远者广平、刘凯二人已集合联军，打着秦王旗号，正往洛阳发兵，征讨幸训。主公借此机会，坐观鹰犬相斗便可。魏少打下了晋阳，一统北方，幸训自然不肯坐视，原本必要干涉的，现在忙于应对元者和刘凯，正好给魏少留出了整顿军务、接手地方管理的空档。先生所言有理，我且慢慢养上些时日的病，等病痊愈，再做后议。魏少将手中的黄帛置在案上，笑道：小乔刚沐浴完不久，穿着套加长的嫣红色软绸袍子，正坐在梳妆台前，将秀发全都拢到了肩膀一侧，微微侧头擦拭着自己刚洗过的湿发。因为头发都拢到了一边，只露出一截月牙般的后颈，但套他身上在侧旁那盏烛火的映照下，却愈显得整个人清新仙袅，令人忍不住想入非非。魏少推门而入，看到这样的一番景象，脚步便立在了门槛之内，望着小乔新出狱的背影一动不动。见魏少此刻又这样注目着小乔背影，暗暗摇了摇头，从小乔身后起来，带着2个侍女一道出了屋。魏少走到小乔身后，矮身下去，双臂从后插入小乔的两腋之下，埋脸到了小乔后颈里，深深地闻了一口小乔皮肤和头发里散发出的浴后馨香，忽地感到急不可耐，一把将小乔抱了起来，像白天那样将她送放在了床上。小乔心知这回是无论如何也避不过去了，躺在魏少的眼皮子底下，
见魏少两只眼睛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他情不自禁的就紧张起来，也睁大眼睛看着魏少。魏少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掉头到门口打开门，对着门外仆妇道了声：“非祖母传，任何人不见。”说完，啪的关上反栓，快步朝小乔走来。帷帐落下，一切仿佛都是顺理成章了。但能够睡时，小乔已是倦极，一觉睡得昏天暗地。第二天一早，人还困得不行，朦朦胧胧觉得脚上有点异样，仿佛有人在动。睡梦里蜷曲了下脚趾，往上缩了缩。过了一会儿，那种感觉又来了。小乔实在是困，可是终于还是被弄醒了，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帐子里还很暗，应该还早。一醒过来，小乔就感到浑身像被车轮碾压过似的，腰一动就疼。魏少还在床上，身上只随意搭了件白色中衣，也没系带，单臂支着一侧肩膀，正半坐半卧的在他的边上。这还没什么，吓人的是，魏少居然就睁大眼睛盯着他看，目光悠悠，仿佛已经盯了有些时候了。他大概就是被魏少这么地看醒的。小乔浑身汗毛一竖，魏少见他醒了，和他对视了片刻，目光渐渐往下。小乔低头，立刻拉高了背沿。魏少干咳了一声，收回目光，从床上一跃而下，背对着小乔，一边穿衣一边道：“你累的话再睡吧，祖母和我母亲那里不用去了。我今天有事，先走了。”这个人好像下了床之后，往往就会变得比较正常一些。小乔微微的吁出了一口气。魏少穿完衣服，回头看了小乔一眼，忽然又靠了过来。接下来一些时日，我大约不会外出的，我会尽量多抽空陪你。他的声音听起来挺温柔的，说完还朝小乔微微一笑。魏少那温柔的语调，那英俊的笑容，他人都已经走了有一会儿了，还如同春风沐雨，一直深深地留在小乔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小乔又想掉眼泪了。魏少为什么不出远门啊？说句矫情的，小乔这会儿还有点怀念起之前魏少当自己空气般存在的日子。以后怎么样是不知道，今晚要是今晚再让他来一趟像昨晚那样的经历，魏少是只顾他自己痛快就好，那小乔还要不要自己这个身子了？前些时候，小乔打算从头开始另抄一卷字体大些的经书送给他，也已经起了个头。这会儿他回来也无心再休息，怀着对徐夫人的感激之心，卷起衣袖坐下来，磨了墨，接着抄了下去。中午魏少也没回，小乔自己用完饭，稍稍合了一眼，起来后又接着抄。抄完了一段，需要换支大些的毛笔况写引文时，他感觉手头的那支笔有些秃了，用起来不顺手。魏少的书房离卧房不远，就隔了一道走廊，他的书房里肯定有适用的毛笔。小乔起身穿过走廊，经过两个正在扫院子的粗使仆妇的身旁，到了魏少的书房门口，推门进去，拿了支合适的笔，随后就出来了。入夜须时末，魏少回了房。刚进来时，他似乎还披着在外头的那层军侯的皮，看起来居然一本正经的。不过很快，魏少那张军侯皮就扯下来了。进去御房后没多久，小乔就听见他叫自己也进去。小乔有点不情愿的进去后，魏少让他帮着搓背。搓背就搓背吧，搓着搓着就变成了魏少替自己揉捏全身。揉了几下，他又露出兴致勃勃的样子，最后抱着小乔上了床，又要干昨晚的体力活。昨晚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下面的痛到现在还没消完。魏少的手刚伸过来，
小乔立刻死死怀抱着枕头不放，哭丧着脸讨饶：“疼，还是很疼。晚上洗澡时碰到水都疼，才刚上过药的。”魏少的勃勃兴致被他给打断了，有些扫兴，没脸没皮地说要看一眼才行。我没骗你吧？他的脸颊还是红红的。魏少吐出一口气：“且放过你吧。”吃惊地看到魏少又抓了自己的一只脚，捧起来抵在他的腹部，揉捏了几下，再将他另一只脚也一并抓了过来。小乔有点怕痒，脚底心更是敏感，被魏少才捏了3、2下，忍不住就笑，一边痴痴的笑，一边要抽回来脚。魏少抓得很紧，抽也抽不动。魏少一手捉着一只玉足，反复的捏了好一会儿。乔女2只脚丫子果然如陈瑞那厮所言，极好，白嫩宛若玉笋，捏着肉绵绵的，搓着搓着，他竟又被撩拨的有些起来了。陈瑞那日口中的污言秽语，说曾遇他遇得如痴如醉，魏少自然是不信的。他出征前的那个晚上，才刚刚夺了他的处子身，事前在何意又何来这样的事？只是陈瑞那厮既然说的有板有眼，特意点出了小乔的脚，倒可以推断，至少他的脚那厮是落过眼的。魏少心里忽然涌出一种犹如私属之物被人觊觎走了的不快，忽然屈抬起小乔的一条腿，低头张嘴，狠狠一口就咬了下去。突然见他又咬自己，疼得低呼了一声：“你做什么？”魏少松开了他的足，望着小乔慢吞吞道：“陈瑞那厮当日在10亿时，可以这样咬过你。”小乔很是莫名其妙，不知道魏少怎么突然就提到那个他都快忘记了的陈瑞，还问这种没头没脑的问题，摇头道：“没，你提他做什么？”魏少心里忽然又舒服了起来，盯了小乔的双足片刻，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他按住了，压着小乔的足心，沿着自己的腹部往下而去。小乔被他的动作惊呆了，眼睛越睁越大。小乔并没费多大的力气，继双手之后，以玉足再失清白的代价，总算逃过了今晚的难关。两人洗了洗，魏少抱着小乔躺在了床上，让小乔枕在他的臂膀上，而自己单臂搂住他。很亲昵的睡姿，两人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姿势一起睡觉。灯还没灭，小乔闭着眼睛睡了一会儿，悄悄睁开眼睛看了边上的魏少一眼。他闭目，神色平静，仿佛睡了过去似的。但小乔知道他应该没睡着。小乔迟疑了一下，低声道：“再过几天，我伯父派的使者会到余姚，我的阿弟也同来，你应该知道的吧？”早上祖母说让我阿弟住在家中，我很是感激祖母的安排。小乔说完，留意着魏少的神色。魏少依旧闭着眼睛，也没什么表情。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道：“祖母既然安排了，照做便是。”他的眼睛依然闭着，也依然看不出有别的什么表情。小乔沉默了片刻，说道：“白天我经过你的书房，拿了一支毛笔，想起来跟你说一声。”魏少这次很快的道：“无妨，你若有用，进去便是。”多谢夫君。魏少慢慢的睁开眼睛，转过脸看了小乔一眼。小乔朝他微微一笑。魏少接连几个白天都很忙碌，基本早出晚归。昨晚回来的早些，也独自在书房里处置公务。小乔就给他送了一碗点心过去。点心没吃几口，
倒把小乔当成了点心，搂着她坐在腿上，两人亲热了片刻。魏少道：卓俊临时有点事，明日我过去，3、4天后回来。小乔微微一怔，消息递送回来，说乔慈一行人已经很近了，也就是这1、2天内便回到。魏少也是知道的。夫君有事自管去吧。小乔迟疑了下，微笑道。魏少看了他一眼，并没说什么，只是脸靠过来亲了他脸颊一下，抱他站了起来道：不早了，回房吧。间隔一箭之地，乔慈也看到了渡边正向自己挥手的小乔，大喜，立刻催马出列，朝着阿姐飞驰而来。到了跟前，飞身下马，奔到了小乔面前。阿姐，阿弟。小乔两手紧紧抓住弟弟的胳膊，一阵激动，胸口一热，眼眶都有些红了。仔细打量着阔别了半年多的弟弟，忽然见小乔眼眶似乎又微微泛红，顿时手足无措，慌忙问道：阿姐，你哭什么？你的阿姐见你比从前愈发英姿飒爽，小小年纪便在阵前杀一敌二，气概英雄，心里欢喜才高兴落泪。小乔还没回答，魏延已经靠近，对乔慈笑道。乔慈看了眼魏延，微微一怔，第一感觉以为这男子是魏少。他看向小乔，小乔飞快视了下眼睛，随即笑道：他是你姐夫的表兄魏使君，代郡郡公，朝廷3品轻车将军，奉祖母之命特意出城来迎你一行。乔慈恍然。使君。魏延笑道：你是弟妹的亲弟，与我便也如一家，不必如此见外，唤我一声表兄便可。乔慈毕竟也才16不到，人虽长得高大，心性却还是个半大小孩。见魏延这么随和，也不客气了，直接就唤他魏表兄。两人称兄道弟，一见之下就跟忘年之交似的。阿弟还没进城，才一个照面就和魏延打得这么火热，小乔心里觉得有些不妥。况且对魏延这个人，他的厌恶之感虽没一开始那么强烈了，但总觉得此人颇有城府，下意识的并不想阿弟和他靠得这么近。阿姐，我姐夫何日归来？我去城外迎他。你姐夫老成持重，向来严肃，和魏使君并不相同。他性格又孤僻，平日也不爱和人打交道。你见了他，务必维持必要的礼仪，无需过多热络，免得他误会你在冒犯他，对你印象不佳。乔慈一怔，看了眼阿姐，见她神情认真，并不像是在说笑，迟疑了下，还是点了点头。我记住了。阿姐，你如今可有堂姐的消息？小乔摇头。先前我却遇到了绿毛马奴比智。阿姐，当时他将我送回父亲身边，我伏在地上，看清了他的脸，就是家中从前那个和堂姐一道不见了的马奴比智。战事一结束，我就盯上他，拼命追上了他。他停了下来，说他和堂姐已经是夫妻了。我听他口气，仿佛堂姐当初是自己愿意和他一道走的。阿姐，你和堂姐一向亲近，难道事先你半分也不知道？小乔对上弟弟困惑的眼神，道：我是知道的，非但知道，当初还是我帮他们2人出走的。乔慈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小乔，一句话也说不出。小乔道：我知道你不解，日后你就会知道了。阿姐要你记住，比智绝不仅仅只是我们家的一个旧日马奴那么简单，他极有能力，生逢乱世，若逢机遇，日后未必不能称霸一方。堂姐嫁他是两情相悦，2人天造地设。我是相信你，才把这事情告诉你的。说不定日后兖州和我们乔家上下的身家性命，也需他的助力。
也牢记在心。只是回去后，先不要让伯父他们知道，懂吗？乔慈对小乔一向言听计从。我记住了。这次薛太公兖州得以保住，是仰仗了别人的恩赐。倘若我们乔家一直这样下去，今日薛太走了，明日还会有王太、李太，乔家自己不振，总寄希望于别人，如何能够延存下去？乔慈面露羞愧。阿姐说的是，当初就是任城周全来攻，我们家男人无能，才将你远嫁到了这里。才半年多过去，又遭薛太攻伐，战战兢兢，不得安宁。我们乔家若是不利，兖州迟早是要落入旁人之手。兖州丢了也就算了，就怕到了最后连人也一个不剩了。小乔凝视着弟弟，语气变得柔和了。阿姐知道阿弟有心振兴家业，只是阿弟如今也才15，纵然有心，也是无力独掌。伯父是不用指望了的，如今只能寄希望于父亲奋发。倘若父亲能成乔家砥柱，过2年有阿弟助力，建立我乔家在兖州的名望，3管齐下，何愁不能重振家业？乔慈被小乔的描述激动得热血沸腾。阿姐放心，我回去就力劝父亲，再也不要盲从伯父，再听伯父的，我们乔家迟早要完。小乔笑道：你要敢这样鲁莽，父亲非但不会听你的，反而要打你。不用你劝，你回去前我给你一封信，你帮我转给父亲。兖州一而再再而三的遭难，我料父亲也不至于甘心仰人鼻息，乃至坐以待毙。乔慈被小乔说得不好意思起来，搔了搔头，郑重应了下来。姐弟又说了片刻的话，乔慈想了起来，乐呵呵的道：阿姐，那位魏表哥说等下带我出去踏马兜风，我能去吗？